红墙绿瓦，雕龙刻凤，脚下是打磨的光滑的大理石地板。看来他这是穿越到皇宫里来了。让他想想，有一条穿越女主定律是怎么说的来着？貌似是穿越女主穿到皇宫，注定不是妃子就是皇后。她明明是高高兴兴去旅游的，结果却这么不明不白的穿越了。你说穿越就穿越吧，为什么还偏偏穿来皇宫呢？抬起头扫了一眼此时正紧紧注视着自己的几十双甚至几百双眼睛，不，确切地说，他们的视线是凝固在他脚下的。低下头一看，闹出人命了。夏流一惊，抬起脚一蹦3尺远，想了想，又低下头看了看身下的人。看身形来说，地板上那个死气沉沉应该是个女子，死了？不会这么悲剧吧？看着那几十道惊奇的射在自己身上的视线，夏流伸出手探了探女子的鼻息，很微弱，基本上是进气少出气多，但是还好没死，还有救。他还没死，还有救，你们不赶紧请御医吗？迟了指不定真的要归天了。夏流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干干地笑了2声。经夏流这么一说，有几个反应快的回过神来，就是一团乱。快呀，赶紧去请神医，迟了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看看，古代人就是不一样，连医生前面都得加个神字。他们还真是迷信啊，不知道自己这样从天而降，会不会从此被封为神女呢？咦，想到这里，夏流笑得有些尖，弯弯的眉眼下，璀璨的双瞳如狐狸般皎洁。封吧封吧，不是封神女，起码也来个仙女，这样以后才好混不是？看他们乱成一团的神情，此女子的身份可见一斑。夏流又悲剧了，不过他倒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小命。虐吧虐吧，不管怎么虐，穿越女主的小命总归是会留下来的。毕竟她要是死了，后面的剧情没有办法发展不是？半盏茶的功夫，地上那位天仙似的倒霉女人被冲进来的侍卫小心翼翼地抬了出去。据说那啥神医很牛很拽很厉害，因为不想给病人看病，他就不来。除了地上那滩血迹之外，还真的没有啥可以证明夏流犯下的错。不过夏流把这一切都归为天意，是天意让自己穿越，是天意让自己差点砸死了美人，所以他的心理负担又轻了些。然而看着跨着大步向自己走来，一身红衣似火，勾人心魄，洁净妖娆的妖孽男子，夏流额头上滴下了很大一滴汗。很好啊，他都不用主动出击，人家就已经开始进攻了。看着妖孽男越走越近，感受着他无与伦比的超强大气场。近了近了，夏流后妈双眼放光，目不转睛地看着，近的都能看到妖孽带笑的薄唇，迷醉的桃花眼，高挺的鼻梁，深肌的双瞳，线条一流的轮廓。这一切是多么的强大呀，简直就是正宗的某训妖孽男主真人版啊！夏流脑子宕机，忍下恨不能即刻将此妖孽拍下的冲动，后知后觉地发现鼻翼好像有些湿润。赶在夏流抬手之前，一只青葱白玉般无暇修长的手抚过夏流的鼻翼。夏流后妈凤眼一斜，那只青葱玉手上的嫣红是什么？那骨节分明的手指撑得那抹红有些妖娆，谁来告诉他那是他的鼻血吗？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可是这么一看好像又是啊。夏流后妈十分愤恨地想，他要暴走，他一定要暴走，不带这么欺负人的，第一次见面也不给人家留个好印象，这样他以后还怎么混嘛？你是谁？夏流正满脑子愤愤不平时，妖孽开口了，声音那叫一个销魂，销魂的夏流鼻血止不住的往外冒。来不及回答，夏流仰起头让鼻血倒流回去，他可不想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主要的是他还没有泡到美男，他书里的坑还有 N 多没填完，他怎么舍得死呢？妖孽将俊脸凑过去，有些好笑的看着他的动作，扯了扯薄唇，一抹勾魂的笑溢出，抽出丝帕，动作温柔的为他擦拭鼻翼上的鼻血。下流！后妈眨着眼睛，口齿不清的吐出2个字。下流。妖孽皱眉，下流？他很下流吗？随即怒了，他只不过是帮他擦了擦鼻血，他就说他下流。如果……他盯着他樱花般的粉唇，桃花眼闪过一丝笑意。如果他再做点什么……湿润的唇附上来的时候，夏流脑子死机了。天哪，谁来告诉他这是什么情况？他穿越了，遇到了强大的妖孽，然后这妖孽二话不说吻了他。某训穿越文定律，地狱妖孽男主。那么这个是他下流的第一男主吗？长得帅就算了，而且还是极品中的极品那种，勉强能接受吧。你娶妻了吗？妖孽摇头。没有。没有？那你有妾吗？没有。你有钱吗？有。他可是首富，谁能比他有钱？那你有权吗？夏流继续问，还不忘满意的点点头。乔聂皱眉，继续道：有。权力大吗？妖孽决定无视这个问题，这个女人问题真多。权力大吗？你说呢？妖孽对夏流惊艳的眼神表示很满意，还不忘抛了个媚眼过去。我要知道还问你啊？你当我吃饱了撑的？夏流扯了扯嘴角，翻白眼的空档还不忘鄙视一下此妖孽。妖孽抿唇，好看的眉目微微蹙起，一双桃花眼媚眼如丝，接近妖娆，那瞳孔如墨般深幽，仿佛能将人随时吸进去，从此万劫不复。带走。他低声吐出2个字，声音磁性低沉，能让人从头酥到脚的那种。夏流咽了咽口水，想到刚刚差点被他砸死的美人，很自然的顺口问了一下侍卫：带去哪儿啊？庆功。随着妖孽话音落下，全场寂静。他终于见识到真正的妖孽了，而且还是 BOSS 级别的。他赚到了，他下流的第一个男主，有钱有权，而且还没有娶妻，更甚至连妾也没有，就连他差点压死人，他也偏袒他，而且没妻没妾的，指不定还是个处呢。哎，等等等等！夏流压低声音，阻止2个正准备带走他的侍卫。妖孽俊眉一挑：你还有事？夏流眨着眼睛装无辜：我能不能不去你的寝宫啊？看他的眼睛呢，纯的像溪水，清澈的像琉璃，多无辜啊！话音刚落，夏流似乎能感觉到现场的气氛又冰冷了一分，就是掉根针在地上也听得一清二楚。妖孽啊妖孽，你气场简直忒强大了，看着全场的人愣是没一个人敢吱声啊。妖孽刚舒展的眉目又有往里蹙的发展趋势。我想去客居的宫殿也不错啦，真的不用去你的寝宫的。夏流一脸笑意，打着哈哈。于是妖孽脸沉了，眉蹙了，唇抿了，可就是不开口。夏流再次风中凌乱，忙改口道：那去天牢也不错的。一般电视上演的天牢啥的地方都会有地道，或者武功很高的人物。夏流心中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响。带走。地牢。妖孽瞥了一眼夏流，随即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走了。傍晚时分，
下流在木板床上从坐到躺，再从躺改到坐，最后实在是有些忍不住想抓狂之时，地牢前门终于传来了开锁的声音。下流装模作样的躺在床上，脚步声很轻，且越来越近。在这样安静的只关了下流一个人的地牢中，更是显得有些突兀。可以听得出来，来的人很少，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脚步比寻常人更加沉稳。终于在下流的注视下，那抹白衣闯进了下流的视线。来者居然是个美人，长了副让人惊艳的容貌，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肩上。那人一双幽深的眼瞳如宇宙般深不见底，高挺的鼻梁下是两瓣粉嫩的唇，那唇瓣轻轻抿着，却似乎早已习惯抿出这样的弧度，而也因此可以看出此人很少笑。他就这样朝着下流走过来，一袭清晨不染的白衣在潮湿的地牢中显得尊贵如神旨，让人生出了不敢亵渎之感。那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带着浑然天成的贵气与专属于他的霸气。下流望着他，琉璃般的眼睛亮晶晶的，如打磨完美的钻石般闪烁着。那人抬头看他时，黑色的瞳孔淡淡的闪过一丝诧异。下流打量着他，片刻已经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做你的女人。他如是说道，语气轻佻，声音淡淡的，样子像极了流氓痞子。那人眼色不变，目光冷冷地注视着他。人是你压死的。声音冷淡，带着暴风雨前夕的怒气。死了？下流皱眉，也没了开玩笑的心情，更没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死了？真的被他压死了？你以为呢？男人目光幽深，深不见底。难道他真的要背负人命，在这异时空过一辈子？下流脑袋有些晕。我压到的时候不是还没死吗？而且你们不是有神医吗？看来你的御医该换了。那些个宫廷御医都是吃素的吗？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那人听闻，原本就冷得出奇的眼神在瞬间变得更为冰冷。谁派你来的？牛马不相及的一句话，下流却听懂了。没有人派我来，我也不是什么刺客要来刺杀你，真的，请你相信我。说着，下流抬起目光，不退不避直视着他。他想，人家会这样怀疑他也很正常，不过他不爽，不爽被人当成刺客，不爽刚穿来就得坐牢，不爽，非常之不爽。那人却并不看他，只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极为冷淡的说：不招是吗？朕会让你乖乖招的。他想，人家会这样怀疑他也很正常，不过他不爽，不爽被人当成刺客，不爽刚穿来就得坐牢，不爽，非常之不爽。那人却并不看他，只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极为冷淡的说：不招是吗？朕会让你乖乖招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生生让下流生出了几分寒意。听他的自称，看来他就是这个皇宫的皇帝没错了。一个皇帝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进了地牢，再联想了一下压人的场景，下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忙问道：被我压死的那个人是谁啊？公主？妃子？皇后？风中凌乱的下流觉得这也太狗血了点吧。朕的皇妹。那人冷冷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随即道：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上官南轩还是罗刹？请你先冷静，或许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但是请你仔细想想，我就算要刺杀，第一理想人也应该是你，而不是你妹妹。我杀了你妹妹有什么用？我如果杀了你，岂不是更理想？而且你应该知道当时的情况，我是从天而降的，
只是没想到会砸到你妹妹，所以我真的不是谁派来的，请你冷静的再想想，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了不好的事情。听他这冷冰冰的口气，夏流真的怕了，他怕他一时冲动，他的小命会不保。现在只能请他冷静，谁知他皱眉想了想，却骤然嗤了一声，冷森森地看着他，目光如鹰般锐利。你当朕3岁小孩吗？谁不知道朕的身边连鬼神也靠近不了，而且所有人都清楚得很，杀掉秀容能挑起凤鸾国与陈兰国的争端。听到这里，夏流总算是抓到重点了，秀容应该就是被他压死的女子，眼前这位皇帝的妹妹，而且很不巧，秀容正是和亲公主。在这种敏感的时刻，只要在和亲之前杀掉这位公主，那么两国势必会因为和亲的事情而挑起不必要的战争。我真的没有杀你妹妹，那是误会，真的是误会。默念10000遍，那是误会，误会，误会。可想而知，肯定是没有人相信他的。皇帝摆了摆手，说出了一句让夏流胆战心惊的话：上刑具。混蛋，真的没有人派我来，你怎么就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凤鸾有你这样不辨是非的皇帝，迟早会亡国的。手脚被绑住，情急之下，夏流只能对站在那里冷眼旁观的皇帝怒骂，却不想脸上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夏流瞪过去，怒骂道：死太监，敢打我，你迟早不得好死！那太监狠狠地瞪了眼夏流，眼看着那只如枯木般的手又要招呼过来，夏流吓得脖子一缩，那只手却迟迟没有打下来。许久，那太监恨声道：哼，皇上忧国忧民，岂是你这等乱臣贼子随意辱骂的？原来他是在为皇帝不平。撇开眼，夏流也不再说话，一双眼睛狠狠瞪着悠闲的皇帝。亏他刚刚还觉得这家伙帅，现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不辨是非，不分青红皂白，死皇帝，臭皇帝，烂皇帝，你不得好死！愤愤不平之余，夏流只能在心里怒骂他。他眉眼一挑，反而笑了笑：只要你招出谁是你主子，朕会考虑让你死得舒服点。这女人真当他是傻子？从天上掉下来几百号人，谁不砸，偏偏砸了他皇妹。他不好好教训他，岂不是要惹天下人笑话？他反正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屈打成招又怎么了？他做事向来只看结果，过程怎样无关紧要。听他的口气，言下之意怎么都得死。屈打成招，不招也死，左右都是死。他夏流怎么就这么悲催呢？身上的疼痛猝不及防地袭来，鞭子抽在身上火辣辣的疼，夏流疼得眼泪直飙，却只能咬着牙忍受着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嘴却硬得怎么也不喊疼。他才不要认输，一旦认输指不定就死翘翘了。这让抽鞭子那个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吃饭，这样想着，下手却也越来越狠。黝黑的目光闪过一丝怪异，随即笑了笑：永利达。明明看着是一个弱女子，神情却偏偏那么倔强。她是个大活人，当然会疼，而且疼得要死。一时朦胧间，却听到皇帝又冷冷说了句：到底是谁派你来的？听闻，夏流抬头，碎发抚过绝美的脸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眼中闪现着至死的倔强。绝美的脸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眼中闪现着至死的倔强。没有人派我来，你今天就算打死老娘，这个答案还是不会改变。是吗？皇帝咬了咬牙反问，对着手下命令道：看来还不够呢。永利达。夏流却龇着牙对着皇帝冷冷一笑：老娘下辈子投胎
一定找你算账。前世债，今生还，夏流无比肯定，他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他的。就算上辈子没欠他的，那这辈子这仇也结定了。夏流想要大声吼出来，却是没有力气。害怕吗？既然懂得害怕，那么乖乖的告诉朕，朕就放过你。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说真话你们不信呢？为什么一定要屈打成招呢？我说的明明都是真话，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呢？这种宁愿错杀100也不放过一个的思想，总有一天会让你后悔，会让你后悔的。其实你应该早知道我没有刺杀你妹妹那个道理，何苦呢？何苦一定要苦虎相逼呢？就因为你当了皇帝，所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吗？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只是你多疑了而已。他脑袋一歪，再也没有力气去说什么，就这样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疼的，直接晕了过去。皇上，什么事？叶妃娘娘她……侍卫的声音还未落下，神情极冷地往外走了出去。皇上，太监有些犹豫，这里要怎么处理？想起刚刚的一番话，他习惯地抿了抿嘴唇。继续审，不管用什么方法，直到他招了为止。顿了顿，皇帝再无一丝犹豫地往凤霞宫赶去。众所周知，凤霞宫叶妃娘娘乃皇帝的第一宠妃。不管有什么事，不管皇帝在哪儿，在做什么，只要凤霞宫叶妃娘娘一句话，皇上就算在上朝，也必定会丢下朝事，不管不顾地赶过去。而凤霞宫的叶妃娘娘却是让宫人又敬又怕。凤霞宫，叶妃神情淡淡地倚靠在贵妃榻上，她一身红衣似火，如丝绸般的长发倾泻而下，肌肤雪白如透明的琉璃，金雕般的双手交叠在肚腩上。凤霞宫，叶妃神情淡淡地倚靠在贵妃榻上，她一身红衣似火，如丝绸般的长发倾泻而下，肌肤雪白如透明的琉璃，金雕般的双手交叠在肚腩上。宫女低垂着头，战战兢兢地站在她身后。许久后，叶妃轻声开口：“他还没来吗？”宫女颤了颤，小心翼翼地答：“小柱子已经去通知皇上了，相信皇上此刻定在赶来的路上。”叶妃勾了勾唇：“你这低垂着头，难道本宫长得难看，入不了你的眼？”宫女一颤，吓得脸都白了，立即跪倒在地，哀求道：“娘娘饶命！”本宫难看吗？叶妃却在这个问题上很坚持。宫女踌躇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地回答：“娘娘很美，比宫里任何一位娘娘都要美。”叶妃的声音骤然提高了2分，带着几丝不易察觉的怒气。是啊，本宫很美呢。不过，他们配合本宫相提并论吗？宫女有些急，却不知怎么开口。叶妃笑了笑，一双眸子闪着嗜血的暴怒。她怒道：“来人呐，拉下去，砍了！”娘娘饶命啊！宫女的脸都白了，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刚刚叶妃已经杀了一个坚持劝她喝药的，没想到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做，就已经快没命了。她怕得眼泪直掉，却也只能一个劲儿地喊着。然而，却没有人听她的。渐渐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远。剩下的几个宫女大气都不敢出。花之言进到凤霞宫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她有些头疼地抽了抽嘴角，
走到叶飞面前，无奈地叹了口气。听说你又不肯喝药了。叶飞气结，对着皇帝指责道：花之言，你为了一个阶下囚，连我喝药的时间都忘了。普天之下，敢这么对皇帝说话的，大概也只有这凤霞宫叶妃娘娘了。然而花之言却没有生气，好声好气地说道：是朕的错，你先乖乖把药喝了。说着，从宫女手中把药端了过去，递到叶妃面前。叶妃却狠狠地将头扭了过去，连皇帝亲自端来的药都不屑于喝。花之言终于有些怒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花之言终于有些怒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不在乎我？叶妃抿了抿唇，神情寂寥。原本有些怒气的花之言因了这一句话，态度也软了下来。我在不在乎你，你自己心里清楚，何须朕多说？你因为一个阶下囚，忘了我喝药的时间。是朕的错，可是朕是凤鸾的皇帝，朕有朕的责任，不可能一天12个时辰都陪着你。好吧。虽然还有些不满，叶妃却也乖乖将药喝了。花之言见叶妃将药喝了，明显松了口气，黑眸转了转，如画的眉目深深蹙起，神情中有着常人所不懂的担忧与苦恼。叶妃放下药碗，说：今天婉贵人。他刚开口，花之言已经将话接了过去，吩咐随身的李公公撤了婉贵人的品级，打入死牢。这婉贵人正是前几日皇帝新晋的新宠，然而他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了叶妃，让叶妃看不顺眼。可怜了婉贵人一副花容月貌，这下场可想而知。李公公早已习惯，领了皇帝的口谕办事去了。叶妃见此，轻轻勾起了嘴角。此时在地牢的下流却没有这么好受，在昏迷中醒来时，身上很痛，每一个地方都痛。然而他一睁眼就看到了冷冰冰的皇帝，身上的疼痛因为愤怒转化成了力量，咒骂狗皇帝不分青红皂白的力量。还有力气骂朕，看来昨天下手确实轻了点。下流的火气腾腾的往外冒，然而想了想，却也只能忍了。如果不想再受苦，只能忍下。这么死扛着不行，得想个办法把自己解救出去。于是下流笑了笑，对着皇帝问道：我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行。花之言勾起唇角，玩味一笑。要有什么样的功夫，才能从那么高的高空掉下来，不受到伤害？绝世神功。如果有了绝世神功，要杀你，是不是和杀你皇妹一样轻松？花之言皱眉，神情莫测。下流又问：如果拥有绝世神功，从你这地牢逃出去大概易如反掌吧？还有，你是懂功夫的吧？皇帝点了点头。很好，如上所叙，你大概已经懂了。你的皇妹不是我杀的，我也没有功夫，你自己也懂功夫，你可以来查看一下。还有，查看完了，麻烦你放了我。花之言抿了抿唇。夏流正担心他会不会听自己的话时，却见他低低叫了一声无双。然后夏流看到不知何时一个全身被黑衣包裹的少年站到了自己面前。无双。然后夏流看到不知何时一个全身被黑衣包裹的少年站到了自己面前，他伸出两只如冰般的手指搭在了夏流手上。夏流冷得一颤，那个叫无双的少年已经收了手，对着皇帝摇了摇头。皇帝美瞳一闪，疑惑道：你不懂功夫？你们的人不是已经查看了吗？难道你连自己人也信不过？还真是个多疑的皇帝。既然不懂功夫，那么你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又是如何砸到秀容的？说着，花之言话锋一转，冷声问道：是谁帮的你？听到这句话，夏流想吐血，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没人帮我，我真的只是单纯的从天而降而已，再加上单纯的穿越而已。那是我的行李，你可以拿出来看看，那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的产物，那东西可以证明我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的。只是你妹妹，也就是秀容，她太倒霉了，才会被我砸到的。趁着皇帝去拿东西的时候，夏流狠狠喘了口气。该死的，身上的疼痛越来越过火了，自己几乎快要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不死也会去掉半条命的。怎么会这么倒霉，碰上了这么个古板的暴君？这是什么？花之言拿着粉色的四方盒子左右看了看。笔记本。夏流低吼，该死的，真是个老古董。这又是什么？眼镜。等皇帝全部查看了一遍过后，夏流几乎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了。怎么样，相信了没有？皇帝有些疑惑，虽然他的话怪怪的，但他却也真的是动摇了。他说的话也没有骗他，他没有武功，这是事实。这些东西他也确实没有见过，很是新奇。尤其是这个四方的小盒子，还能发出声音，怪怪的，却也很好玩。想了想，他做出了选择。虽然你不是谁派来的，可是皇妹却因你而上，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夏流翻了个白眼，然而听到这句话却还是很高兴，起码不用受罪了不是？尤其他皇妹并没有死，只是受伤了而已，这就好办了。那这样吧，你先放了我，你皇妹不是受伤了吗？我来照顾她，直到她伤好，原谅了我为止，怎么样？这个惩罚虽然皇帝觉得有些轻，却也是接受了。如果让朕知道你有逃跑或者不该有的想法，朕会让你生不如死。第二日，夏流还带着满身的伤离开了地牢，皇帝还格外开恩，恩准夏流先养好伤，再去照顾秀容公主。皇帝这个先打一巴掌再给一颗枣的方法，夏流虽然很鄙视，却也不得不装作很开心的接受。而最让夏流觉得郁闷的是，这狗皇帝居然把他的包包和本本一起拿走了。半个月后，夏流的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这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司音推开杂役房的大门，对着正在哼着歌的夏流道：夏流姑娘，皇上说让奴婢今日就带你过去秀容公主那边。哦，好的。司音是宫里的1等宫女，夏流这半个月就和司音混得最熟。原因嘛，夏流觉得司音这个人不错，机灵又聪明，而且人脉也不错，宫里大大小小的奴才都和他很熟，所以夏流一对上司音就特别自来熟。夏流啊，秀容公主人很好的，对奴才也很好，虽然是你弄得她受伤，不过你不用太担心，只要照顾好公主就行了。走了大抵半炷香的时间，在路过一个转弯口的时候，夏流与司音远远就听到前面有调戏人的声音传来。夏流掏了掏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美人儿，你好香啊，让本王亲个吧。是一把性感的嗓音，能让人从头酥到脚的那种。王爷，娇滴滴的女声欲拒还迎。美人儿，王爷，美人儿。夏流翻了翻白眼，怎么来来回回就这2句啊？这调戏的也忒没水准了吧？唉，王爷又在调戏宫人了。走在身边的司音骤然感叹了一句，夏流忙追问：王爷？难道他经常调戏宫女？是啊。一个王爷
吃饱了没事儿调戏宫女。在转弯的时候，仿佛受到了什么蛊惑，夏流回过头去看了看，在那转角处，一个红衣似火的妖孽男子正伸着金雕般完美的手托起宫女的下巴，丝绸般的银发倾泻而下，那模样比女人还要美上3分。夏流看到妖孽的眼神醉眼迷离，勾魂夺魄，这不是那个调戏过自己的妖孽吗？思及此，夏流多看了2眼，那满室的春色都比不上妖孽的微微一笑，如此的倾城绝色，如此的漫不经心，仿佛感受到了他的视线。妖孽微微侧目，瞥了一眼夏流，嘴角勾起，可那一眼，夏流看到那个妖孽般的男子没有丝毫停顿，仿佛根本就不曾看到他般移开了视线。这妖孽忘记自己了，根本就不记得我了。想到此，夏流有些失望。这个破妖孽才半个月，居然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哪根葱了。想到此，夏流有些失望。这个破妖孽才半个月，居然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哪根葱了。亏自己还把他放在第一妖孽男主的位置，真不愧是无心王爷。夏流正愣神，只听司音叹了口气：王爷还是记不得人。不记得人？难道妖孽有故事？夏流忙追问。不记得人？宫中那么多宫女，王爷肯定记不得我们这些人的。王爷不是记不得人，而是记不住任何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啊？妖孽居然记不住任何女人，难道是情伤？听到夏流这么一问，司音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忙改口道：这事儿奴婢们也不清楚，或许是传言也说不定呢。夏流笑了笑，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于是也闭口不言。夏流发现司音的人品真的不是一般的好，或者说他混得真的很不错。这一路走来，大大小小的奴才都和他打招呼，他也笑着和他们交谈。还没走近，远远的就看到凤城宫3个大字高挂在牌匾上。夏流站在大殿门外，司音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就有丫鬟出来，看到夏流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几眼，眼中全是仇恨。老宫女看到他，冷声道：我叫贝柔，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我现在带你去见公主，你进来吧。原来是秀容公主的丫鬟，难怪那表情恨不能吃了她似的。是，翻了个白眼，夏流跟着他走进了凤城宫。说实在的，他对这倒霉公主很是愧疚，然而当见到还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公主时，那份愧疚稍微加剧了一点，毕竟这是自己害的。夏流对贝柔恨不能吃了她的表情也很能理解，所以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公主还没好吗？夏流动了动嘴唇，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贝柔的脸当时就黑了下来。公主如果好了，这么大热天还躺在床上干什么？说着转过脸来瞪着夏流。都是你，如果不是你，公主也不会这样。对贝柔的指责，夏流沉默。这也不能怪他呀，实在是天意不可违啊。等了半天，夏流蹦出这么一句话：你们这的神医也不怎么样嘛，都大半个月了，公主还躺在床上，真是侮辱了神这个字，看来该退休了。是啊，本神医是该退休了。不知何时，清淡的男声将夏流的话接了过去。夏流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个清雅绝伦的男子，却连个正眼都不给他，直接道：他只不过断了3根肋骨，肺部被撕穿，内脏大出血，这么点小事我居然治了大半个月，看来真该退休。他只不过断了3根肋骨，肺部被撕穿，内脏大出血，这么点小事我居然治了大半个月，看来真该退休，让夏流姑娘接受治疗。有这么严重吗？神医大人，我错了。夏流嘿嘿的干笑了2声，赶紧道：神医大人，小女子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和小女子一般见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神医冷笑道：“不知下流姑娘芳龄几岁？23。真老。神医讥笑：“我才22呢。”下流黑线了，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感情这神医真的很牛很厉害，而且嘴巴还很毒。望着忙碌的神医，夏流一时间很是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贝柔不拿正眼看他，神医不鸟他，夏流觉得自己很悲催。贝柔。此时躺在床上的秀容公主悠悠转醒，绝美的脸庞毫无血色。贝柔见此红了眼眶。公主，您醒了。秀容公主微微点了点头，转头向夏流问道：“你就是夏流姑娘吧？”不知道该说什么，夏流只能默默点头。真对不起。啊？公主为什么要给自己道歉呢？害她受伤的人是自己。夏流错愕。是皇兄，他让你吃了很多苦吧？对不起。公主，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害你变成现在这样的，我才该说对不起。夏流瞪大了双眼，如果公主凶巴巴的，自己还能理直气壮，现在她反而向自己道歉，这让她很是错愕。电视中包括自己笔下的公主都是凶神恶煞的，没想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单纯如白纸的公主。公主，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行了个标准的公礼，夏流恭敬的道歉。没关系。秀容笑了笑，转头对着贝柔，神情多了几分忐忑，声音很轻的问道：“夏哥哥还没有来吗？”贝柔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接着安慰道：“公主不用担心，驸马爷一定会尽快赶过来的。”秀容笑了笑，神情苍白，闭上眼不再说话。贝柔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接着安慰道：“公主不用担心，驸马爷一定会尽快赶过来的。”秀容笑了笑，神情苍白，闭上眼不再说话。那一刻，夏流分明看到了秀容公主苍白的表情下那颗女儿心。然而当贝柔安慰她时，她转头笑了笑，神情苍白，眼眸中是掩饰不了的破碎与心伤。那颗心是如此的单纯，如此的透彻。秀容公主天姿绝色，却拥有一颗透明的玻璃心。看到神医出去，夏流望了眼闭着眼的公主，叹了口气，追上神医：“嗨，那个秀容公主她什么时候能好呀？”神医头也不回：“也许永远也好不了。”“你不是神医吗？秀容公主难道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这落后的时代，这破败的医术啊！”脚步顿了顿，神医道：“我能医人，却医不好他的心。”心仿佛被什么狠狠捏了一下，生疼生疼的。不知不觉间，夏流跟着神医的脚步来到了凤霞宫。神医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夏流也跟着停了。远远的听到有女子的哭声与怒骂声传来：“妖妃，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就算变成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妖妃！”声音逐渐远离，宫女被两个侍卫架起，一边挣扎着，一边咒骂着。然而不管她怎么挣扎，却也于事无补。凤霞宫叶妃娘娘，夏流也听说过，却不曾想如此暴虐，如此血腥，能让那个狗皇帝独宠的叶妃娘娘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夏流疑惑道：“你怎么不走了？你要进去看叶妃娘娘？”他也很想去看看传说中的叶妃是个什么样子。“你确定你要进去？”神医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神医是在担心自己吗？担心叶妃会祸害自己？神医呀，没想到你刀子嘴豆腐心。
那是当然。神医冷笑了2声，抬起脚，仿若无人，走进了凤霞宫。夏流屁颠屁颠地跟着。滚出去！统统都给本宫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神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叶，是我。本来还在吵闹的叶飞骤然安静了下来，满室的暴虐之气突然就沉寂了下去。神医和叶妃娘娘很熟？夏流好奇地望过去，却只见如丝绸般的银丝倾泻而下，很明显那是叶妃的后脑勺。不过光看后脑勺，夏流已经觉得很漂亮了。你要按时吃药，告诉你多少次，不要乱发脾气。你怎么就是不听？叶妃听闻转过头来，很是委屈地说道：刘白，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见光？他问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见光，那神情委屈得像个孩子。夏流看到叶妃的刹那，不是不惊艳，惊艳于叶妃的美，可是惊艳过后让夏流吃惊的却是她得了白化病。这是肯定句，夏流十分的肯定叶妃得的肯定是白化病，刘白也是神医。惊诧地看着夏流：他得的只是一种病，你怎么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难道我说错了？他得的不是这病吗？他这症状明明就是白化病，他不会认错的。也难怪那些人称叶妃为妖妃，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只是难得的是，没想到神医也知道。是，他得的是一种病，但是我一直找不到相同的症状。当然了，白化病这种病例还是很少的。你怎么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他追了这么久，解释了这么久，却一直没有人相信叶妃得的只有这一种病。如今好不容易有一个知道的、认同的，这让他怎能不激动呢？夏流瞥了眼叶妃，却见她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美瞳中亮晶晶的，神情期待像孩子般单纯。这真的没有办法让人与刚刚那个暴虐血腥的叶妃联想到一起。这种病症在医学上有个名称叫白化病，我也不太清楚，以前听师傅讲过一些。夏流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随便扯了2句。家师是谁？可否引荐给刘某？对不起啊，师傅他老人家过世已经很久了。夏流实在不忍心打碎叶妃眼中的期待。可是这白化病在现代都没能找到方法治愈，更何况这落后的古代。看着叶妃眼中的光亮一点点暗下去，夏流忙道：不过不要放弃，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奇迹的，我会将我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叶妃神情黯淡了下去，仿佛受伤的孩子般笑了笑。奇迹，从来都不会眷顾我的。奇迹，多么让人期待的2个字。只是奇迹从来都不会眷顾他。摆了摆手，叶妃道：都出去吧。你……夏流想说什么，叶妃狠狠一眼瞪过来。再不滚，本宫让你横着出去。听到这话，夏流不知为何不但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叶妃可怜的紧。本宫不要任何人可怜，你们给我滚滚！一只慈悲来势凶猛，又狠又准地砸在了夏流脑门上。夏流倒抽了一口气，感受到鲜艳的血液顺着自己额头滑了下来。撒傻了，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这是什么话？夏流非常疑惑，抬起头狠狠瞪了一眼狗皇帝。咋傻了也不关你的事，老娘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傻了也不关你的事。他可没忘记狗皇帝在地牢是怎么对他的，现在想起来都还能感觉到身上尖锐的疼痛。皇帝冷冷瞪了他一眼，目光转了转，看向叶妃，骤然冷了2分。
叶飞，你还想怎么样？到底要怎么样你才满意？叶飞冷笑了一声，呵呵，花之言，你可以不用管的。原来这狗皇帝本名叫花之言。哼，叶，这么日复一日的，朕也会疲惫，朕也会累，朕在乎，可你呢？朕希望你不要拿朕给你的宠信当成你任性的资本，这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叶飞抽了抽鼻子，倔强地抿着唇，转过身不再说话。你们先出去吧。这是在干嘛？给皇帝下逐客令？皇帝抿嘴，抿成一个早已习惯的弧度，拉着夏流转身就走。哎，你搞什么呀？他还没说要走呢。夏流郁闷，感觉到额头上的血流得更快了。为什么这么悲催？从穿越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皇帝沉默不语，拉着夏流一路进到了御书房。夏流看到了司音，去请御医。司音看到夏流，明显也是一愣，然而却是不动声色的行了个礼，退了出去。看着夏流眼睛滴溜溜的转，你在找什么？我的包呢？在你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之前，朕不会让你有任何逃走的机会。另外，朕还没有查清楚，你还不能杀。夏流郁闷，你也太小看我了。如果这样砸一下就会傻，那你手下抽我那么多鞭子，现在岂不是已经血流成河而死，或者全身溃烂而死了？皇帝不说话，这样的沉默让夏流生出了几分尴尬。你很闲吗？放心，你以后会有很多机会看到朕吗？你有多少妃子啊？你想成为其中一员？觉得很无语，怎么他说什么皇帝都能给他呛回来呢？夏流硬着头皮继续问，你很爱叶妃娘娘？不爱又怎么会这般的宠？只有爱一个人时才会全身心的去包容他。皇帝批阅奏折的手顿了顿，意味不明的看了一眼夏流，选择沉默。这种沉默对夏流来说无疑是默认。嘿，你和叶妃之间的关系很不寻常啊，感觉一点儿也不像妃子与皇帝。还有，留白神医也一样。夏流的话突然卡住了，只因为感觉到随着他那一句话下去，气氛在一瞬间很不寻常，很是压抑。这种压迫感让夏流觉得很有压力，认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测。夏流讪讪的闭嘴。正在这时，司音带着御医来了。御医也是讷讷的，给夏流看诊上药也是极其小心。夏流不好意思的干笑了两声，对着皇帝狠狠瞪了一眼。皇帝扬眉，却是没有正眼看他一下，但这种压迫感却也随之消失了。司音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皇帝与夏流的互动，神色莫名。禀报皇上，姑娘没什么大碍，明个再换2帖药就行了。御医擦了擦额头的汗，对着皇帝低声禀报。皇帝摆了摆手，御医颤着身子恭敬地退了下去。夏流摸着头上包的厚厚的白纱，刚想说什么，却被皇帝一句话打断。药也上，还不快滚！夏流动了动嘴唇，看着皇帝脸色铁青，只能将话咽了下去，不甘心地退了出去。才没走2步，却听见皇帝说：全都给朕滚出去，没朕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这话肯定是对那些宫女说的，还真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这么动不动就生气，迟早短寿。
夏流样样的转身回到杂役房，一路上脑子也在不停的思索：一个得了白化病的第一妖妃，一个记不得任何女人的王爷，一个喜怒无常的皇帝，一个嘴毒的神医，一个单纯如白纸的公主。这凤鸾王朝还真有意思。回到了杂役房也没事可做，秀容公主那里人家根本就没有怪自己的意思，此时去不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包包拿回来。倚靠在大石头上，夏流轻合着眼开始哼歌：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哼着哼着，骤然听到有另一道声音传来，睁开眼睛，夏流看到妖孽王爷。夏流赞叹了一声，将手放在唇边，吹了一声口哨，对着他大喊了一声，打了个招呼：嗨，妖孽王爷，我们又见面了。妖孽放下手中的笛子，对着他扯了扯唇：见过吗？这话像是问他，也像是问自己，声音很轻。见没见过他自己其实也不清楚，天天在这皇城打混，大概是见过的吧。原来是真的不记得。夏流笑了笑，打趣道：是啊，见过的。还记得那天在大殿上吗？我就是从天而降的那一个，还差点砸死了人。对了，你还调戏了我呢，记得吗？不知为何夏流会这样说，只是想让眼前这个男子记得自己而已。妖孽明显愣了一下，专注地望向夏流。夏流也望着他，深深望进了他的眼底。那一刻，夏流失望地发现，这个妖孽男子即便是如此认真地望着自己，可是他的眼睛深处，他的瞳孔深处却没有他。夏流有些失望地走过去，与他脸对脸，鼻尖对鼻尖。这香味儿是你，我记得这香味儿。他声音很酥，仿佛能让人从头酥到脚底，说不出的舒畅。是我。没想到妖孽还记得自己身上的味道，夏流嘚瑟了，心里有些飘飘然。然后他问：你是谁？夏流。他皱眉，盯着他的唇，随即附了上去。浅浅的辗转，唇齿交缠间，他问：你娶妻了吗？没有。没妻，有妾吗？没有。你有钱吗？有。那你有权吗？他笑了起来，倾国倾城，满室的春色。有。权力大吗？大。暮色下，他们笑成了一团。那些事情记不记得，仿佛都不重要了。夏流以为下一次见到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忘记。可世事难料，在凤尘宫再一次见到妖孽的时候，他依然忘了他，他还是不记得他到底是谁。夏流有些涩涩地笑了笑，星钻般的美瞳是说不出的失望。秀容躺在床上，脸色仍然苍白，毫无血色。妖孽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袭不变的红衣，红得似火似血。秀容拉着他的手，给他说夏哥哥的好，夏哥哥的俊，脸上洋溢着一片羞涩。贝柔叹了口气，仿佛感叹般轻声道：驸马爷总算要来了，公主很高兴。夏流一怔了，大抵是想不到贝柔会和自己说话，忍不住问：
你现在不恨我了吗？已经原谅我了吗？是啊，公主说原谅你了，否则我要不怪你了。秀容公主还真好。脆弱却倔强的公主，明明知道夏国王子不会喜欢自己，却还是执意要嫁。秀容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贝柔笑了笑，满脸的骄傲。公主说，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等到将来后悔了，很多事情你没试过，即使放弃了也不会甘心的。公主还说了，要怀着包容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看到别人满足的笑，自己也会觉得开心。所以啊，我现在也不怪你了。秀容公主这么美好的一个人，相信夏太子一定会爱上她的。夏流笑了笑，将目光转向秀容，只见她和妖孽聊得正欢畅，小小的女儿家心思全部都写在娇俏的脸上，那么美好羞涩的笑，就连妖孽的脸都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夏流听到，秀容羞涩地问：木生哥哥，你说夏哥哥会不会喜欢秀容？花木生，也就是夏流口中的妖孽。会。我们秀容这般的可爱，谁都会喜欢秀容的。秀容羞涩地笑着，苍白的脸上浮上了一抹红霞。王爷和公主是同母生的吗？王爷和公主是异母同胞。花木生、花秀容，异母同胞，难怪感情会这般好。只是一直记不得任何女人的妖孽会记得自己的妹妹？夏流想要问一问，最终却还是没有开口。妖孽走时，夏流正站在大门口，他目不斜视地从自己身边经过，脚步不停，视夏流如空气一般。夏流觉得非常的失望，为何还是记不得自己呢？看来得再想个办法，让他好好的记得自己。这种被人无视的感觉会很不爽的。翌日，夏流还在杂役房睡回笼觉，一大早刘白就来敲门了。夏流满脸困意，神医大人，您真缺德啊，净做这些扰人清梦的事情。夏姑娘，刘某有一事相问，还请不吝赐教。奇迹般的，堵嘴神医居然没有回嘴，反而对着夏流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实话吧，其实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知道的我都会一一作答。如此便多谢夏姑娘了。先不用谢我，我知道的那点东西帮不了你任何的忙。这种病呢，在医学上被称为白化病，是一种极其难治的病例。说实话，叶飞的希望不太大。不是希望不大，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希望。感叹似的摇了摇头。其实叶飞相比某些人已经算是很幸运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如果我说连一线希望也没有呢？听闻刘白指尖发白，神情骤然低沉了下来。家师也是名神医，还被人奉为医圣，相传没有他医不了的人。可他老人家终其一生都未能参透治疗白化病的方法。不是我想打击你，我只是实话跟你说而已。就连医疗科技如此发达的21世纪都没有办法，这破古代怎么可能呢？不知夏姑娘师承何处？家师临死前曾让我发过毒誓，这一生都不能将其名号告诉他人，这个我无能为力。而且家师早已先去，就算知道也不能怎么样。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家师是一名非常非常出名的神医。夏流觉得自己现在说谎都不会脸红了，看来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刘白也不再追问，只是先前的兴奋此刻已被失落甚至是绝望所替代，
如此，刘某就不打扰夏姑娘了。等刘白走远了，夏流打了个哈欠，正准备继续睡会儿，却骤然听到：“小骗子，你现在骗人的功力真是越来越高深了，差点连朕也被骗了。”夏流转过身子，就看到一身龙袍的狗皇帝，眼一瞪，恶狠狠道：“我骗你什么了我？那些知识可全部都是真的，我总不能给神医大人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吧？”为什么会给朕说？那还不是你逼的，要不是他逼他说，他怎么可能告诉他？你就不怕朕说你在装神弄鬼？怕，当然怕了。可你不是也相信了吗？不相信怎么会连他的包包一起收走？皇帝抿唇笑了笑，话题一转：“你怎么会知道叶飞得了是什么病？”这个，哎呀，我们那个世界本来就有不少这种病例，不信你可以把我包包拿来，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皇帝看了一眼夏流，打了个响指，不一会儿就看到有太监将自己包包提了过来。夏流沉默，这办事效率还真不是一般的快。接过包包，夏流熟练地打开了笔记本，打上了白化病3个字。夏流点开图片那一栏，转过来给他看。喏，没骗你吧？你自己看看。说实在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古董能不能看明白。过了一会儿，难道真的没有治愈的方法？你也不用那么绝望了，虽然治不好，但是这种病并不会短命的。虽然治不好，可是叶飞还是可以陪着狗皇帝的，只是可怜了他们不能生孩子。白化病是有遗传性的，所以不能生。虽然叶妃娘娘不能给你生孩子，可你还可以找其他妃子生啊。皇帝的表情在刹那间变幻莫测，那张英俊的脸黑了又沉，沉了又黑。难道自己又说错什么了？夏流开始检讨，却听到皇帝突然小声道：“给朕生个孩子吧，给朕生个孩子吧。”夏流瞪大了双眼：“不可能！虽然叶妃不能给你生孩子，可宫里不是还有很多妃子吗？你也不能随便逮着个人就让人家给你生孩子不是？而且你命应该还很长，不会那么快归西的，所以生孩子这事儿急不得，也不能随便找人生啊！真是的。”夏流怀疑此暴君吃错药了。朕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不用如此心急的撇清，小心朕随时要了你的脑袋。皇帝不耐地摆摆手，清俊的眉目瞬间阴鸷骇人。自己只不过是叫他给自己生个孩子，他这是什么表情？普天之下想给他生孩子的女人数不胜数，这女人还真是不识好歹。花之言冷冷的毫无感情的瞪了一眼他，扶了扶衣袖，转身走了。看到皇帝走远，夏流这才深深吐出了一口气。好险啊，刚才那暴君的表情太骇人了，就好像修罗随时都会上前来要了自己命一样。看来得想个办法赶紧离开这里才是，再这样下去指不定哪天小命呜呼了可怎么办。又过了2日，夏流看宫女个个都挺忙的，一问才知道夏国太子来了。夏国太子来了？是来娶秀容公主的？真是美事一桩呀！夏流觉得很高兴，那过2天宫里应该会很忙，自己是不是能逮着机会溜出去呢？不想再待在宫中了。虽然有时候觉得很有趣，可那毕竟是建立在自己小命有保障的前提下。而且夏流不想当妃子，万一时间久了，皇帝真看上自己了咋办？就算不是看上自己，这样的拒绝他，他肯定会觉得尊严受损。怎么看怎么没保障，还是早点离开的好。打定了主意，夏流也不再纠结此事。他屁颠屁颠地跑去凤尘宫，远远的还没进去呢，就听到了一阵哭声。进去一看，那抽泣的人可不是秀容公主吗？公主这是怎么了？贝柔也是愁眉苦脸的，
秀眉轻蹙，驸马要来了，这不是好事吗？难道秀容公主喜极而泣？不一会儿，又听贝柔道：“太子还带了个女人来。”心里咯噔了一下，难怪公主会伤心难过。这还没娶进门呢，就这样招摇的带女人来，这夏国太子肯定不是什么好鸟。公主，你先别哭。驸马虽然带了别的女人来，可那女人未必就一定和他有关系啊，指不定那女人只是他的婢女呢。公主，你先别哭。驸马虽然带了别的女人来，可那女人未必就一定和他有关系啊，指不定那女人只是他的婢女呢。秀容轻蹙着秀气的眉目，脸色苍白，睫毛上还沾着水珠。她抬头看了一眼夏流，轻声道：“可是夏哥哥，他以前从来不带女人的，这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带了个女人就随便下定论，就算他要带女人，你也不能阻止不是？男人嘛，总是这般花心的，那是他们天性。古代不是崇尚三妻四妾吗？这秀容公主又何必管着他呢？再说了，是他一厢情愿要嫁给夏国太子，这样的情形不都在预料中吗？公主，太子三妻四妾那是常理，这样的情况以后肯定还会有的。如果他心里没有你，你如此伤心难过他也看不到的。如果他心里有你，自然不舍得你难过。夏姑娘，是我做错了吗？我只不过是爱慕他，所以才让皇兄去夏国提亲，逼着他娶我。可是我真的爱他，我做错了吗？公主，爱情不是心计，也不是能逼迫得了的。如果我是男人，被逼着娶了一个女人，我也会不高兴的。那要怎么办呀？秀容一怔，有些手足无措。那就要看公主怎么做了。我该怎么做才好？以退为进。几日后，秀容在刘白的专心治疗下也好得差不多了。而此时，夏国太子带着如花美眷招摇的来了。夏流本想在此时找个借口混进皇帝的御书房，怎知自己还没找上门呢，人家就已经先找上他了。望着眼前笑得如狐狸般的男人，夏流直觉地问：“你吃错药了？没事又来找我做什么？最主要的是，没事笑得像狐狸似的干嘛呢？他一笑就让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小骗子，为了不让你有出逃的机会，这2日你必须跟着我。听皇帝这么一说，夏流差点飘起来，这正中他下怀啊！听皇帝这么一说，夏流差点飘起来，这正中他下怀啊！却也只能装作不乐意地问：“不跟不行吗？你看，现在我行李都还在你那里，而且宫中戒备森严，我能逃到哪里去啊？”不跟也行。夏流无语，算错了，这暴君怎会这般容易放过他？只听皇帝话一转，阴森森地说道：“不跟，你就再进一次地牢吧，朕会安排人好好伺候你的。”在伺候2字上，夏流明显听到他加重了语气。行，那就跟着你吧。皇帝满意一笑，转身潇洒地走了。皇帝一走，夏流高兴的一蹦3尺高。机会自己送上门来的，这可不能怪他了。夏流在房间里又蹦又跳的，而此刻，房门外的花之言却勾起了唇角。小骗子，还真能够忽悠人的。要不是自己在这里多停留了几分钟，还不知道他如此高兴呢。小骗子，这么骗人可不行啊！
看来他得帮他改正改正，什么叫骗人的代价。皇帝为夏国太子设了个洗尘宴，夏流也在傍晚时分被司音领去了御书房。房间内，皇帝正专心批阅奏折。都说专心的男人最帅，看来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夏流目不转睛打量着皇帝，只见他一会儿蹙眉，一会儿沉思。小骗子，你看朕看的已经很久了呢，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朕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啊？他翻了个白眼，说道：“10大男人狗不理当中，就有一条是自大的男人狗都不理。皇上，你还真是自大。”皇帝的脸当时黑了又黑，这小骗子拿他和狗相比，岂有此理？他一国之君怎能任人随便辱骂？忽而冷冷一笑，对着司音问道：“哼，侮辱当今皇上，罪可当诛。”听皇帝这么一问，夏流的脸当即白了2分。回皇上，罪可当诛。罪可当诛？我不就随便说了句开玩笑的话吗？你这当皇帝的有必要这么小气吗？小骗子，朕只是告诉你，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可以说，还有些不该有的想法，你最好别有。朕告诉过你，如果你想逃跑，除非你能走得远远的，从此离开朕的视线，否则朕会告诉你什么叫生不如死。你刚刚故意的，你算计我。却是不敢再骂他，说到底夏流也只是个怕死鬼，只是不甘啊，这破皇帝算计自己，而且连自己的性子也摸了个透。小骗子，算计也好，猜测也罢，朕只是想让你长个记性。说着摆一摆手，对外吩咐道：“20大板，就在这里行刑。”话音刚落，当即就有侍卫拿着窄小的长板凳与板子进来。看到这里，夏流忽而觉得这皇帝还真不能小看，这才和他相处多久，他居然安排好了一切，对自己循循善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又没有做什么通敌叛国的事情，你怎么能滥用私刑呢？何况自己也不是这国的人，这破皇帝他凭什么呀？小骗子，你怎么就不懂呢？朕今天打定了主意要惩治你一下，你以为事后求饶就可以吗？听闻，夏流也不再挣扎了，只是觉得一颗心拔凉拔凉的。是啊，他打定主意要惩治自己，就算求饶，他也还是不会开恩的。侍卫轻而易举地将夏流拉到了长板凳上，夏流被迫趴着，那手臂一般粗的木板就落在身上，发出啪嗒的响声。夏流有时候倔强起来也是个人才，你们只管往死里打，这孩子就是咬着牙不吭声。虽然他不吭声，但脸上的泪珠子却是不受控制的往下掉。夏流觉得视线模糊，也不再看皇帝，决定以后都要无视他，彻底的无视他。皇帝低头批阅奏折，终于在批完手上最后一本的时候，他放下了笔。这小骗子满脸带泪的脸，就这么冲击着他的视觉。叹了口气，他装作无动于衷，低下了头，开始处理政务。住手！单单2个字，带着漫不经心与随性。没有人敢忤逆他的意思，更没有人会胆大到来做这种事。他意外地抬头看了过去，那一袭红衣似火闯进了他的视线，那是他最疼爱的皇帝花木参。参？
你怎么来了？有些意外。他们兄弟俩感情虽好，一般没事的时候，花木生很少主动来找他。他手中虽然握着兵权，却不上朝，完全就是当个逍遥王爷。花木生笑了笑，迷醉的桃花眼一片朦胧。皇兄，我来英雄救美，你可要给我这个机会。皇兄，我来英雄救美，你可要给我这个机会。皇帝有些意外，颇为疑惑。你何时与这小骗子扯上关系了？他记得花木生从来不记得任何女人的。小骗子。花木生一怔，随即微微眯起眼睛，迷醉的桃花眼暗碎的光芒一闪而逝。我不认识什么小骗子，我只是纯粹的想要英雄救美。听闻皇帝的脸没黑，下流的脸却黑了大半。这妖孽合着不是来救他的，而是看到什么想做就做了。原本以为他还记得自己，所以此刻才会想要英雄救美。原来不过是这样。夏流叹了口气，这板子打的也差不多了，救不救没所谓的。只是听妖孽这么一说，心里倒是有了2分不舒服。这个小骗子，朕今天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他。皇帝，英雄救美的机会还多的是，这个就算了。皇帝摆了摆手，不甚在意。如果是别人，他今天可能也就放过他了。可这个小骗子，他今天却是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妖孽花木生倒也没怎么样，摆了摆手，转身潇洒地走了。夏流还在看，星钻般的眸子闪烁不定。皇帝却已经开口：继续行刑，刑满为止。夏流欲哭无泪，双手死死扣在板凳内。这个狗皇帝，他前世一定杀过他全家，不然他为什么和他过不去呢？行刑完毕，都出去吧。夏流护着疼痛的臀部，眼中一片泪花。夏流正准备爬起来，皇帝又加了句：小骗子，你留下。皇上，您还有事儿吗？学乖了。眉毛舒展，皇帝开始没有形象的哈哈大笑。小骗子，你过来。笑死你最好。在心底咒骂一声，夏流屁颠屁颠跑过去，站定。皇帝心情很好，开口指挥人：再近一点。明明已经很近了，再近就危险了。夏流手一颤，戒备地望着他，说了句经典台词：你想干什么？你别乱来啊！你又在乱想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别乱来啊！你又在乱想什么？皇帝嘴角抽了抽。过来。夏流不动，打死也不准备过去。皇帝伸手一拉，夏流身子不稳，直接扑倒在皇帝身上。他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皇帝胸膛的震动。他笑着说：这样才怪。这样说着，一只手紧紧搂着他，另一只手却不安分地开始撩起夏流的裙子，开始解他腰带。夏流吓得脸都白了，身子在止不住的颤抖。你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强暴！夏流猛地抬头，只听到闷哼一声，紧接着头顶一痛，而后就是皇帝低沉的声音，冰冰的，带着暴怒之气：该死的，你在干什么？朕只不过为你上药，你脑子里成天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强奸？哼，亏你想得出来，朕还能对你用强不成？朕要什么女人没有？朕如果想要，就算用强，你又能如何？夏流这才知道，
刚刚那用力一撞，正好撞到了皇帝下巴，自己头都这么痛，更何况是暴君的下巴，难怪他会生这么大的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不想想我，你能为我上药？女孩子那个地方是能随便给你看的吗？就算上药也要有分寸。还有，你别以为你打我一嘴巴，再给我一颗糖，我就会原谅你。气死他了，这狗皇帝！上药也要分场合，好不好？他伤的是哪里啊？臀部啊！天哪！在下流欲哭无泪的时候，皇帝解开了下流的腰带，手指沾上药，已经直接抹了上去。强压上要蹦跳起来的心情，下流只能泱泱的让皇帝上药。该看的已经看了，药都已经抹上了，再哭再喊也没有用了，不是？感受到皇帝的手在自己臀部轻轻带过，带了丝丝凉气，臀部的疼痛稍微有些缓和。下流又是尴尬又是愤怒，倒是沉默着不再说话，也聪明的不做挣扎。看下又怎样？你迟早是要为朕生儿子的。你原不原谅朕是你的事，朕可从来没说过需要你的原谅。下流只觉得一口气卡在喉咙里，想出不来，想咽不下去。我下流这辈子就算不生孩子，也绝对不会给你生。我下流这辈子就算不生孩子，也绝对不会给你生。那可由不得你。我们等着瞧。好。胸膛激烈的起伏着，下流的火腾腾的往外冒，气得手臂都发抖了。最后，下流平息了怒气，笑得像朵花似的问着皇帝：“你是不是爱上我了？所以一定要让我为你生孩子？”等朕看上你，朕一定会主动告诉你。不过现在，朕只想你为朕生孩子。难道你宫里的妃子都生不出孩子啊？皇帝抬头看了他一眼，悠悠地说道：“朕不想随意播种。”我还以为你不举呢。我们可以试试。晚上为夏国太子开的洗尘宴在凤溪殿如期举行。宴会上觥筹交错，衣香鬓影，夏流也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夏国太子。那是个很有气质的美人，她拥有一头海藻般的发，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绿色眼眸，那眸子在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几丝倨傲，有些不羁，有些放荡。这样的美人，公主会对她动心不足为奇。这样的一个人会乖乖听话娶了秀容，那才奇怪。光是看她眼眸里那点倨傲，夏流就知道要让她听话去娶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难怪人家给你难堪，也难怪人家要带美人过来。皇帝与叶妃坐在主位上，宴会上一片叫好声。夏流站在后面给花之言打扇子，脚不能动，手不能抖，还得忍受臀部的疼痛。更可恨的是，目前逃跑的唯一的机会也就这样流逝了。秀容公主到。只见秀容公主一袭白衣，如9天之上不染尘埃的仙子翩翩而来，一张绝色的脸上苍白中带着温柔大气，她凤眸潋滟，眸光如水，真是一个绝世佳人。所有人都去注视公主时，夏流下意识地看向了夏国太子，却只见那双绿色的眸子中闪过一丝不耐，虽然稍纵即逝，却也被他捕捉到了，是不耐而不是厌恶。夏流心中暗叫一声有戏，他转头看向秀容，秀容目不斜视走到中央，走过夏国太子身边时，夏流捕捉到了他的眸子颤了颤，却是连眼角都没有赏一个给太子。秀容目不斜视走到中央，走过夏国太子身边时，夏流捕捉到了他的眸子颤了颤，却是连眼角都没有赏一个给太子。
而是直直跪下，对着皇帝高声道：“皇兄，秀容有一事相求。”皇帝摆手一笑：“秀容，有何事非得今天给朕说？”此刻，原来热闹的大厅安静了下来，大半的人都注视着秀容。他不慌不忙道：“今天夏哥哥，太子在这里，秀容想当面请求皇兄解除婚约。”秀容的话一说完，本就安静的大厅更安静了。夏流站在上面，暗暗用眼神给秀容打气，一边还时不时偷看夏国太子，却见他紧蹙着眉头，神情多了2分不解。夏流暗笑，公主的追夫计划这才刚刚开始呢。皇帝一愣，稍纵即逝：“秀容，这是何故？你身为公主，应该知道两国联婚并非儿戏，尤其是说退就退的。”秀容所说并非儿戏，只希望皇兄成全，放了夏太子一马，也放了秀容一马。这是何故？夏太子他本无心于秀容，一直是秀容在死缠烂打，这如今半载已过，夏太子还是不喜欢秀容。我想夏太子一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所以秀容请求皇兄解除婚事，放太子一马，也放秀容一马。皇帝看向夏太子，问道：“不知太子对此事有何看法？”夏太子勾唇一笑，笑意不达眼底，他恭敬地叩首道：“同不同意又岂是我能做得了主的？父王那边……”他话还未说完，秀容凄凉一笑，打断他：“太子同意就好，至于夏王那边，秀容会亲自去赔礼道歉。”夏太子看了一眼秀容，眼底莫测。夏流站在上面看着，大呼有趣。这夏国太子也是个聪明人，只是不知道秀容的追夫计划会不会有用呢？而且半载了，半载夏国太子都未能爱上秀容，这计划的成功率到底会是多少？此时殿上，大家表情各异，若有所思。皇帝找了个借口，带着叶妃早早离席，夏流自然跟在后面颠颠地走了出来。皇上很开心。夏流把扇子交给了太监，忙追问：“怎么说？”皇上很开心。夏流把扇子交给了太监，忙追问：“怎么说？”皇上在笑。谁都能看到皇上脸色乐得都开花了，原来是真的很开心。只是有什么事能让他这般开心呢？夏流一愣，看向了司音，只见他粉唇轻抿，神色莫测。这司音该不会喜欢狗皇帝吧？谁都能看到皇上脸色乐得都开花了，原来是真的很开心。只是有什么事能让他这般开心呢？前面的皇帝忽然顿住了脚步，招手道：“小骗子，快过来。”夏流嘴角抽了抽，他在招什么？招小狗？却也不得不3步并作2步走了过去，老不乐意地说道：“皇上有什么吩咐啊？”“没事不能叫你。”“皇上叫的不是我的名字。”“你叫什么？”夏流手抖了抖，如实禀报：“夏流。”“夏流。”皇上一哼，翘了翘嘴角：“还不如小骗子来的有意思。”夏流想说，相比小骗子，我倒宁愿我下流一点。对了，皇帝走了2步，说道：“杂役房与御书房，你选一个。”夏流一听，想也没想，往杂役房走去。御书房地牢。脚步一顿，夏流咬了咬牙，继续硬着头皮往杂役房走。司音，脚步歪了歪，夏流怒骂：“狗皇帝，你居然威胁我！”侧脸看了看，皇帝笑得如暗夜里的妖精似的。夏流趁他下一句话还没开口，
赶紧没骨气地改变了方向。唉，谁让咱的小命在人家手里捏着呢？花之言满脸笑意，慢悠悠地往御书房走去。管他呢，又不是去他寝宫，只是御书房而已。夏流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那抬起的脚才不会这么沉重。小骗子在。小骗子在。小骗子啊，我在呢。狗皇帝一路笑着走进了御书房，夏流跟在后面奄奄一息。夜里，夏流看皇帝批了一天奏折，看他还没有一点要休息的样子，夏流偷偷打了个哈欠。想睡啊，实在是想睡，可惜人家正主还没有放人的意思。皇帝侧了侧脸，看夏流一脸睡意，好心地说：去睡吧，去睡吧。夏流一听，眼睛瞬间一亮，直接点了点头，往外走去。小骗子，你准备去哪儿呢？夏流嘿嘿干笑，当然是睡觉呀，你不也同意了吗？怎么，你要反悔啊？朕是同意你去睡觉了，不过……他伸手往后面一指，你的床在那儿呢。夏流随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就只看到朦胧的灯火中那超大的龙床。睡这儿？你让我睡龙床？是啊，怎么了？打死我也不睡。想爬朕的龙床？哼，还早得很呢。那你想让我睡哪儿？皇帝手指一扬，指着龙床边不大的椅子，懒洋洋地说：你站在这儿，给朕守夜。夏流动了动嘴唇，还没说话呢，皇帝又加了一句：这张椅子，朕特别为你准备的，累了，朕允许你上去休息休息。你刚刚不是说让我睡觉的吗？夏流欲哭无泪，那点睡意早就已经被气跑了。是。那现在……朕改变主意了，不行吗？他现在还能说什么？能说不行吗？夏流想，这哪是个皇帝啊，这分明就是个流氓无赖，好不好？又过了2刻，夏流看着正在床上睡觉的皇帝，气得手直抖。四周静悄悄的，一切的声音都静止在夜幕中，看着房中摇曳的小灯火与床上睡得正香的皇帝，再看看自己，夏流的心中就忍不住生出一股凄凉。凭什么他要没事被打个半死？凭什么人家好吃好喝好睡，自己偏要被虐待呢？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就这么哗啦啦流了下来。夏流抽泣一声，站了一晚上的脚实在疼痛不已，偏偏屁股又疼，连坐也不能坐，一时间只能蹲在地上，哭得忘我。在21世纪，他哪里能受这种委屈？连打都没被人打过，一到了这边被打得半死不说，还要时不时担心自己的小命。那些连日来的怨呐、恨呐，压抑了这么久，终于不能自已的全部都用眼泪发泄了出来。他死死咬着嘴唇，不想吵醒狗皇帝，免得待会儿又要被他笑话了去。可是哭着哭着，他想，他干嘛要在乎他的看法呢？这样想着，终于不再压抑，大声地哭了出来，压在喉咙里一声一声的抽泣，在安静的夜幕中显得甚是凄凉。忽然，黑夜中传来一声叹息，夏流一愣，抬起了头，腰上骤然一紧，人已经被带到了床上，刚想挣扎，却听皇帝声音极低的传来，很是温柔：
睡吧。他尝试着动了动，挣扎不了。夏流索性将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个够。又担心狗皇帝会对自己做什么，身体始终僵硬着，不曾放松。许久，听到身边的人呼吸绵长，显然已经是睡熟了，这才狠狠瞪了他一眼。敌不过困意，心想这一晚就将就一下吧。于是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等夏流睡着，皇帝骤然睁开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怀中的人，尤其是自己的手还固定在他腰上，许久许久不曾移开目光。过了很久，才终于闭上眼睛开始睡觉。大清早的，夏流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空空荡荡了。那狗皇帝显然已经是上早朝去了。看了一眼外面，天色已经大亮。醒了。这时司音的声音传了过来，这一大早上的还是在别人床上，着实吓了夏流一大跳。醒了。夏流此时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醒了就先去洗漱吧，奴婢给您留了份早点。夏流抱着司音，在他脸上重重亲了一口。谢谢你，司音。司音身体僵硬，嘴角开始抽搐。夏流哈哈大笑，无视他的窘迫，打量了自己一眼。身上的衣服完好无损，看来那狗皇帝还是挺君子的，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夏流想，自己终于也算是爬上过龙床的人了，还不知道今后在这皇宫会怎么传呢。不过管他呢，反正自己清者自清。早点是在御书房吃的，夏流大口吃完以后，正准备趁人不备溜回杂役房，结果狗皇帝下朝了。彼时夏流正贼眉鼠眼地观察形势，冷不丁的，皇帝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小骗子，你又准备干什么？小骗子，你又准备干什么？夏流吓了一大跳，侧脸一看，那不正是狗皇帝？看他一脸笑意，那眼瞳深黑深黑的，貌似心情还不错。夏流困惑，皇帝皱眉，又叫了一声：小骗子。在。你又在想什么？我正准备去看秀容公主呢。决定了，等秀容公主的事情一搞定，夏流就离开这里。这暴君不是也说了吗？只要秀容公主原谅自己，伤也好了，证明自己真的是清白的，就能离开这里。这段时间狗皇帝可没少派人监视自己，还真以为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去吧。出乎意料的，皇帝并没有反对，只是看着夏流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儿。具体是哪里不对劲儿，夏流自己也说不清楚。莫名的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夏流尴尬地瞪了他一眼，颠颠地往凤尘宫走去。皇帝意味不明地看着夏流的背影，眉眼却不自觉蹙了起来，转头对着待在一边的司音吩咐道：传刘白过来。是。刘白过来的时候，皇帝眉头紧皱，正在深思着什么。刘白微微行了个礼，看皇帝没反应，干咳了2声。在想什么呢？花之言一晃神，呢喃道：找到了，朕找到了。刘白凝眉不语。朕不排斥他，一开始就不排斥。她是夏姑娘。刘白眼睛一亮，美瞳惊喜乍现。皇帝点了点头。紧接着摇了摇头。朕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排斥他，还能抱着他睡觉。这是好事不是吗？起码终于有一个不让你排斥的了。刘白笑了笑，也是很高兴。这么多年了，宫中的妃子一个一个的进，却始终找不到能让自己不排斥的那个。现在终于有一个了，不该高兴吗？但愿吧。皇帝也笑了，眉目却一直舒展不了。那个人
是小骗子呀，而且自己不讨厌他，最重要的是不排斥他。要留下他吗？或许可以留下吧。如画的眉目终于舒展开来，想了一晚上的事情，下定了决心，终于不再困惑。而此时的夏流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跌进凤鸾王朝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刻夏流在凤尘宫正在与秀容公主进行着一系列的追夫计划。贝柔在一边听着，皱眉道：万一他羞辱公主怎么办？夏流摆了摆手，张口就是一啐：没关系，你没听说过女追男隔层纱吗？公主想要追夫就必须脸皮厚点，不然爱情是不会自己跑来的。所以公主，不管他说什么难听的话，你都要无视，等到某一天他不再骂你的时候，爱情也就尽了。秀容公主咬了咬唇，脸上一片娇羞。万一夏哥哥越来越讨厌秀容的话，该怎么办？秀容一脸担心，万一夏哥哥越来越讨厌自己，自己还会进行得下去吗？只要看到他对他的无视，他就觉得心痛无比。那也没有办法，你想追夫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都说了脸皮要厚要厚，而且我看夏太子也不是真的讨厌你的。既然现在婚姻已经解除了，他也没有必要对你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你好歹也是一国公主，他凭什么看不起你啊？在爱情的世界里，没有谁能够看不起谁，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就好了，到时候保证你一定会收获到你的爱情。秀容蹙眉，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夏流只能苦口婆心的继续劝，你如果真的觉得难为情，那就算了，就看着你的夏哥哥与你生生相错，然后娶了别的女子，到时候他回了夏国，你可就永远都见不到他了呢。说着摇了摇头，一脸惋惜。下午时分，夏流与公主一起捣鼓了几样美食，然后与贝柔两人颠颠地拉着秀容到了夏太子的住处星辰殿。到了星辰殿，秀容原本那些紧张激动的情绪反而沉淀了几分，紧握着手上的食盒。我先进去了，你们在这等着我，我很快就出来。去吧去吧，我们在这等你。夏流笑得直摆手。秀容进去的时候，夏太子正背对门站着，他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却不沾女气，反而一脸的英气。太子，秀容轻声开口，软软的声音甜甜腻腻的，却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带着满满的爱慕与痴恋。夏太子转过身来，看了一眼秀容，轻轻点了点头。秀容淡淡的笑了笑，娇俏的脸上露出2个小梨窝。以前是秀容不懂事，总是以为只要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点，夏哥哥就一定能够看到秀容。可现在半载过去了，却不想一直只是秀容在自作多情。或许夏哥哥一直是厌恶秀容的吧。今日秀容来此，只是想给夏哥哥道个歉。夏哥哥，对不起了，以前的种种都是秀容的错。从今往后，夏哥哥可以娶自己喜欢的女子，秀容以后也一定会找一个爱秀容、一心疼爱秀容的男子，绝不会再纠缠夏哥哥了。毕竟单方面的爱慕也是会疼的，会累的。现在解除了婚约，对你对我或许都是最好的。说着，不等夏太子开口，将手上的食盒递了过去。这个是秀容亲自做的点心，夏哥哥不嫌弃的话就品尝一下吧，若是不想丢了也可以。秀容行了个礼，笑了笑，轻声告退。如此，秀容就先告退，不打扰夏太子了。
说完毫不犹豫地走了。夏太子捏着手上的食盒，张了张嘴，话还没说出来呢，女子的背影已经消失在转角。看到秀容出来，夏流与贝柔一脸激动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什么没有啊？我还没等他开口，我就出来了。那他什么表情？有没有挽留你啊？他一直是面无表情的。面无表情？玩深沉？夏流豪气地拍了拍胸口，保证道：没关系，起码他没有骂走你，赶走你不是？更何况这才第1天呢，以后还有的是时间，没关系的。是啊，公主这般的美好，又对夏太子这般的上心，他总会看到你的。贝柔也跟着附和。秀容笑了笑。秀容不会放弃的，我们先回凤尘宫吧。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这3个女人凑合着也还行。夏流从凤尘宫走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一身红衣的妖孽，他正笑眯眯地靠在墙边。夏流走过去戳了戳他的胸膛。嗨，又一次见面了，你来看秀容？夏流悲催地发现，每一次见妖孽都是一次全新的认识。此妖孽为什么会记不住任何女人呢？真是让人伤心。他勾了勾唇，我在等你。他勾了勾唇，我在等你。你认得我？你记住我了？他双手伸过来，用强势的姿态搂着他的腰，头埋在他身上深深嗅了嗅，然后抬起头邪魅地笑了笑。我还记得这香味儿。夏流没有推开他，只是一惊，为什么他能记得住这味道，却记不住他这人呢？花木参，除了这香味，你记得我什么呀？他沉默不语，夏流有些失望。难道你都是那么追男人的吗？夏流错愕，而后狠狠瞪了他一眼。我还没追过谁呢。那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而且还教导秀容怎么追男人？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以前他写书的时候，那可是天马行空，想什么写什么。花木参将他搂得更紧了，几乎是脸对着脸。夏流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很没有骨气地红了脸。两人四目相对，毫无间隙。夏流盯着他艳红的嘴唇，就这么直直咬了上去。是咬，而不是吻，而是贪婪地盯着他看。他恶狠狠道：花木参，你一定要记住我，记住了，我的名字叫夏流。夏流。他轻声一笑，有些没心没肺的，却又倾国倾城。这满园的春色都不敌他一笑。如果你还是记不住我，我以后见你一次咬你一次。他探出舌尖，舔了舔嘴唇的血液，认真地说：我如果还是记不住，那么你以后就见我一次咬我一次吧。要狠心点咬，不要心软，也不要留情。如果我还是没有办法记住你，那我也一定会记得咬我的那个人。花木参，如果你记不住我，我一定会狠狠地咬你，咬到你记住为止。好。花木参，你是不是也想记住我？或许不是记住我，而是记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花木参，要用心去记，就算眼睛记不住，心是会留下痕迹的。花木参，我叫夏流，你一定要用心记住我。用心？他低语，有些不知所措。用心记住你？对，用心。好，就用心，用心记住你。对，用心。好，就用心。
他也笑了起来，和妖孽在一起，每次都可以很开心的笑。可每次看到他微微眯起眼睛，眼中一片迷茫时，却又觉得很心疼。听到这孩子记不住任何女人时，却又想他记得他，或许他今后还是会记不住他。不过没关系，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一定会让他记得自己的。下流强吻花心王爷的事情，不知当时被哪个宫女看到了，然后消息不胫而走，宫中也开始四处传言，说下流姑娘不止名字下流，连人也下流，居然还强吻王爷花木参，对王爷使用暴力。现在下流在宫中走一圈，都会被人指指点点。下流大方地从承德殿走过，几个宫女偷偷看他，却也不敢说什么。等下流的身影一消失，几个人就开始聚集起来，指指点点。就是他，强吻了王爷。他不止强吻了王爷，还勾搭了皇上。还有神医大人也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我看到神医大人一大早从他的房间里出来，现在皇上为了他，晚上都不留宿凤霞宫了。你们是在说我吗？几个宫女回头一看，一惊，那不就是下流那狐狸精？顿时面面相觑，而后赶紧散开。下流翻了个白眼，还真没意思，胆子比他还小。下流愤愤然，无视这些流言蜚语，不想再去御书房，准备偷偷回到杂役房再去睡个午觉。哪知他还没走呢，司音就已经找上门来了。夏姑娘，皇上说让你回御书房。司音说着，还刻意加了一句：皇上说现在马上过去。下流欲哭无泪，这狗皇帝难道真的看上自己了不成？我能不去吗？司音沉着声音回答：那是抗旨。抗旨？那是要杀头的，不能让暴君有任何对自己施展暴力的机会。下流只能乖乖跟着司音过去。望了望走在前面的司音，下流突然觉得司音很高，比1.7米的他还要高出一个头。脑中灵光一闪，想到某个情节，下流恶作剧地喊住司音：司音，你等等。趁司音毫无防范回头的这个空档，一双手毫无悬念地拍在了司音的胸脯上，而那里居然是平的。下流该死的发现自己的一个恶作剧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下流该死的发现自己的一个恶作剧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司音反应过来，一张脸顿时铁青，眉眼之间一片肃杀之气。下流害怕的一退3尺远，他是故意的，可没想到这司音真是个男的。下流看了一眼周围，该死的，这地方人少，现在危险了。司音一步一步的逼近。司音，你先冷静下来，我不是故意的。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他现在还能说什么？当然是保命要紧啊。司音的脸上一片铁青，一只手掐上下流的喉咙，冷声开口：我一直觉得你不简单，说，到底谁派你来的？又是怎么发现我的？这时司音说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变回了男声。下流被他掐着喉咙，一脸涨红着说：不是谁派我来的，我真不是故意的。司音，你放过我吧，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的。恐惧感充斥着下流的整个身体，他几乎是凭着本能说出这段话的。我相信只有死人才能永远的保守秘密。我早就发现你不简单，接近王爷，又故意接近公主，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不过放心吧，我都不会让你得逞，我不会让你有任何伤害主上的机会。对于下流的乞求，司音无动于衷，手指也越收越紧，空气越来越稀薄。下流的一张脸上青了又白，白了又紫，瞳孔在无限放大。
你的主上是谁？该死的，不会是狗皇帝吧？司音冷酷地笑了笑，手指故意松了松。你说呢？靠，我他妈要是知道，我还问你啊！司音被他吼得一怔，就在这个空档，瞄准时机，捏起拳头，使出了12分的力气，挥拳重重地砸在了司音脖子上。这么不设防的一拳砸下去，正好砸中司音的喉咙。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找准出路，一边跑，一边大喊道：有刺客！抓刺客了！可惜的是，这条路人烟稀少，没跑2步，手臂已经被追上来的司音一把抓住。夏流冷冷一眼瞪过去，眸子极冷：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能去伤害你的主上，枉我还拿你当好朋友，你还有没有良心？司音一顿，夏流也不再跑了，就这么直直地瞪着他，极其哀怨，极其愤怒地瞪着他。瞪着瞪着，不知道眼泪怎么就跑出来了。抹了抹脸上的眼泪，夏流在一瞬间反而不怕了。他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来啊，掐死我算了，你来啊！来啊，掐死我算了，你来啊！司音的嘴角一直抽啊抽，这女人真是神经病。可是看她的眼神那么用力瞪着自己，他反而生出了几分惬意。你来啊，怎么不来了？夏流继续吼，用尽了全力，那眼角的泪不停地往下掉。如果司音真的铁了心要杀他，没用的，逃不了。想着又前进了一步。怎么不来了？司音手抖了抖，最后在夏流的错愕中转身走了。夏流不解地眨了眨眼睛，直到看到司音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这才松了一口气，跌坐在地上，神情开始恍惚起来。跑了？司音就这么跑了？这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事儿了，不用死了？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这才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只是这司音为什么说跑就跑呢？难道自己这2句话真的唬住他了？不可能吧。夏流很是不解，正沉思间，身后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搭在自己肩膀上。夏流身子一僵，有些不敢回过头去看，不会是司音去而复返了吧？他很后悔，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僵硬着身子，感觉背后凉飕飕的。那肩膀上的手仿佛变成了勾魂的鬼爪子，却是怎么也没有勇气回头看一眼，直到……小骗子，你在作甚？夏流的手狠狠地颤了颤，这才终于悠悠转过头去，看清了身后的人，陡然松了一口气，然后生气地怒吼：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你知不知道？没事你跑后面干嘛去啊？跑后面就算了，怎么也不先吱一声？你想吓死我啊？哪里还顾得了他皇帝的威仪？那根紧绷的弦突然松懈下来，反而觉得有点不真实。这一刻真的让他觉得很恐惧，华之言没有生气，反而心情很好的勾起嘴角。走吧，朕找了你半天也没看到你人。说着非常自然地拉过他的手，往御书房的方向走去。夏流跟在身后，感觉怪怪的，就这么一直看着。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生气呢？心情还这么好。看他一直看着自己，皇帝心情更好了。小骗子，你已经看了朕很久。你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还有，你怎么不生气了？你找我有事儿？朕找了你半天，会在这里找到你也不奇怪。还有，朕为什么要生气？朕是那么小气的人吗？上一次只是想给你个小小的教训。至于现在，
没必要了。想到上一次的事情，猛然甩开了他的手，啐了他一口：“别跟我提上次的事情，姑奶奶我还气着呢，没说原谅你。”朕说了，原不原谅是你的事，朕可没说需要你原谅了。行啊，不原谅，那你牵我手干什么？朕想牵就牵。夏流眨了眨眼，疑惑地问：“你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花之言抬眼看着他：“这么认为你心里舒服的话，那就这样吧。”忍住要揍他一拳的冲动。我又不喜欢你，干嘛要那么认为？更何况我有喜欢的人了。喜欢的人？说到这个，夏流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妖孽的脸。你喜欢谁？那是我的事情，有必要和你说吗？你喜欢谁？你不会真的喜欢我了吧？看他这样子，不会是在吃醋吧？这狗皇帝喜欢自己？以后自己可以仗着狗皇帝的喜欢当螃蟹似的横着走了？花之言神色有些不自然。谁喜欢你了？再说了，就算朕喜欢你又能怎样？朕喜欢的东西可多了，比如朕养的那条小狗。这狗皇帝把它当狗养呢？行啊，我才懒得管你喜欢什么。还有，你说对了，喜欢我是你的事情，我喜欢别人是我的事情，你就继续你自己的喜欢吧。他才不要喜欢这狗皇帝，就像他说的，他喜欢自己是他的事情，而不关他的事。那么他喜欢别人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不关他的事。想到这里，夏流拍了拍他的胸脯，冷冷道：“姐奉劝你一句，别迷恋姐，姐只是个传说。”说完，再也不看花之言一眼，蹦蹦跳跳的进了御书房。别迷恋他，他是传说。花之言满脸黑线，他还传说中的传说呢。夏流跑进御书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自己的包包，可是翻遍了整个御书房也没有熟悉的影子。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把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还是没有。小骗子，你找什么？我的包包你放哪儿了？皇帝冷笑道。想要？你这不是废话吗？脸黑了又黑，皇帝话题一转，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你喜欢谁？夏流扯了扯嘴角，猥琐的笑了笑。你弟弟花木参。皇帝脸色有些不太好，半信半疑的反问：你喜欢参？对啊，我喜欢他。花之言的脸色当场沉了下去，眉眼间的笑意在瞬间蒸发，一双黑瞳深不见底。他直视着他，睫毛下的双眸骤然冰冷，神色带着极致的莫测，嘴唇抿得紧紧的。夏流也发现了他不对劲儿，有些小心翼翼的，他试探的问道：你怎么了？他说他喜欢狗皇帝的弟弟花木参。狗皇帝听了，所以不高兴。他是嫉妒了，还是吃醋了？亦或者是在生气？他认真的看着他，死死的看着，就是不说话。过了许久许久，他才开口说话。一开口，声音有些嘶哑，有些色意，有些不甘，有些无奈。总之，五味杂陈。能不能不要喜欢他？这还是他认识的狗皇帝吗？错愕地瞪大了双眼，这一瞬间，夏流怀疑自己幻听了。他揉了揉嘴唇，想要说些什么，但他能说什么呢？说可以，不再喜欢花木参？可是不行啊，
他喜欢花木神，是真的多过这个皇帝。他移开目光，有些不敢看他。他等着，却迟迟等不来一个答案。于是他沉默了，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有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最终，还是他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声音却仿佛结了冰似的动人：“滚！回你的杂役房。没朕的命令，不准踏出半步，否则朕打断你的腿。”夏流只想送他4个字：莫名其妙。我偏要，我就要出去。他也赌气，实在是太憋屈了。凭什么他说什么算什么，而他连反抗都不行？你说什么？他被他的眼神吓到了，一瞬间白了脸。没什么。没事，就滚回你的杂役房。你说什么？他被他的眼神吓到了，一瞬间白了脸。没什么。没事，就滚回你的杂役房。他飞快地从他身边跑过去，不敢再看他的脸色。走了2步，他回过头来，硬着头皮问：“我的包能不能还给我？”他没有回头看他，只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朕会差人送去。”谢谢啊。夏流回到杂役房时已经是傍晚了，不知道秀容与夏太子怎么样了。夏流直奔凤尘宫而去，不出所料，妖孽在，留白神医在，这个夏太子居然也在。怎么回事啊？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儿，夏流顾不上看妖孽，忙问贝柔。贝柔哭丧着一张脸说：“公主今天去骑马，结果马惊了，公主从马上摔下来，原本快好的伤，现在又复发了，还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好。啊呸！公主一定会好的，瞧我胡说八道的。”放心吧，有留白神医在，公主会好的。可留白神医毕竟不是神仙，也有治不了的时候啊。贝柔不死心的反驳。夏流颇有同感，他是神医，不是神仙，他也有治不了的时候，比如叶妃。说到这儿，也有几日不曾见过叶妃了呢。放心吧，公主的伤，我刘某还不放在眼里呢。公主的伤不要紧吧？完全复原的机会有多少？这时，一直没开口说话的夏太子有些担忧的开口了。夏流意外的瞥了他一眼，估摸着秀容这伤也值了。对了，秀容是怎么受伤的？身体本来就没好，怎么能让他骑马呢？这时，夏太子脸色尤为难看。他身体本来就娇弱，你们怎么能大意的让他骑马呢？公主也真是的，有什么值得他赔上自己安全的？竟是为了一些虚无的东西，一点也不将自己的身体放在眼里。是我，都是我的错。夏太子蹙眉，夏流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眼，恍然大悟道：“哦，原来是夏太子啊。”此刻的秀容躺在床上，脸色尤为苍白。夏流看了他一眼，唉，为了一个男人，真的值得吗？目光忽然瞥到妖孽，夏流眼睛一亮。夏流？目光忽然瞥到妖孽，夏流眼睛一亮。夏流？夏流心头一颤，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忍不住伸手抱着他，有些颤抖地问：“花木神，你记得我了，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记住你了，你是夏流。”“是，我是夏流。”无视在场的其他人，两人抱着开始笑作一团。贝柔惊得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置信，这胆子实在是大了点儿。虽然凤鸾王朝民风比较开放，可是还没有开放到这种地步啊。夏太子倒是沉着脸，有些视若无睹的意味。
至于刘白，除了暗暗心惊，也没有太多的表情，只是心里想的是，这两兄弟看上了同一个人，这可怎么办才好？皇上既然不排斥夏姑娘，想必也是个极其特殊的女子，那么申王爷会记住夏姑娘也是情有可原。只是这夏姑娘只有一个，这可怎么办才好？皇上驾到！刘白一惊，看那两人还紧紧抱在一起，想要提醒一下别刺激到某人，可还没开口呢，那人的声音已经快速地传了过来。秀荣，怎么？另外半句话像是被什么卡在了喉咙口一般定格住了。众人回过头去看了看，皇上脸色铁青地站在大门口，一屋子的人通通回头去行礼。彼时夏流多少感觉到了一丝尴尬，想要行礼显然已经是迟了，只得像鸵鸟一样往花木生怀里缩了缩。那人的脸色却更加低沉，目光阴鸷骇人，就那么直直瞪着他，仿佛要吃了他一样。皇兄也来看秀荣，有刘白在，不会有什么事的。这2日叶妃还抱怨说皇兄不曾去看过他。皇兄啊，该抽个时间过去看看了，免得那丫头闹腾。花木生与花木言一向感情甚好，甚至见面连君臣之礼都可免。此刻这一番话说出来，气氛却有些古怪。花之言若无其事地将目光转到了秀荣脸上。正刚去看过了，听说秀荣这丫头惊了吗？心里牵挂，就过来看看。花木生笑了笑，不再说话。夏流略松了口气，被皇帝这么直直地看着，心底是说不出的压力。怪了，他可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凭什么给他压力啊？心里终究有些愤愤然，却也不敢造次。狗皇帝的手段他也领教过，再说了，现在背包到手了，他正寻思着找个什么好的方法离宫。这里终究不是他该待的地方，他并不想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皇帝掠过夏流身边，直直走到了秀荣面前。那孩子此刻脸上毫无血色，像半个废人似的躺在床上。谁让秀荣去骑马的？明知道他伤势未痊愈，怎么也不看着点？你们一个两个的，脑袋是不是都不想要了？贝柔听闻一惊，双腿就直直地朝着皇帝跪了下去。奴婢该死，是奴婢没看好公主。贝柔，你认什么罪？你们公主真想要做什么，又岂是你一个丫鬟能拦住的？这意思明显是在为贝柔开脱。闭嘴！朕问的不是你。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夏流小声嘟囔了一句，终究不敢造次。是我的错，都是我要骑马，公主才会如此。夏某愿承担一切责任。太子，秀荣与你的婚约已经解除，夏太子既无心于秀荣，就该离他远远的。这丫头死心眼，得不到的不死心，说了放下的就会坚决放下。所以朕不希望再有什么不该牵扯的东西牵扯进来。若皇帝知道此事乃秀荣与夏流的计谋，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夏太子皱了皱眉，倨傲地扫了眼床上的秀荣。夏某自有分寸。回御书房。从始至终脸色都不怎么好，经过夏流身边的时候，那寒气冷得能冻死人。好好照顾公主。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却是再也不看夏流一眼。等皇帝走远，众人都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刘白叹了口气，开始下逐客令。公主要静养，都出去吧。第一个转身出去的人是夏太子。夏流火气开始往外冒，他难道真的对秀荣没有一点意思？
起码也该表示一下关心，说两句嘱咐的话不是？花木生眼睛微微眯起，盯着夏流看了片刻，然后扯着夏流出去了，大手一直紧紧拉着他。夏流跟在后面，看着两人相握的手，觉得有种不真实感。唯一真实的是此刻自己激烈的心跳声，一声一声的，仿佛要跳出来才甘心。那种狂野跳动的感觉让夏流羞红了脸。怎么了？花木山，我心跳得厉害。妖孽挑眉，骨节分明的手就这么直直覆盖在他胸口上，红唇一扯，是跳得挺厉害的。看着自己胸口的手，夏流的心跳越来越厉害。他有些惊慌失措地拍开他的手，呢喃道：完了完了，我不会是爱上你了吧？妖孽忍不住笑。爱上我有什么不好？不是不好，是根本没有一点好处。夏流退开一步，呆呆地从他身边走过，嘴边却一直默念着：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能够爱上这死妖孽呢？而且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和他的接触明明少过狗皇帝，怎么没爱上狗皇帝，反而对他有感觉呢？妖孽一直跟在他后面，不近不远的距离，只要他回头就能一眼看到他。夏流脑子还是晕乎，理了理思绪，一回头就这么直直地撞进了妖孽迷醉的桃花眼中。他好像在看他，但是那视线只是对着自己而已，眼睛深处并没有他的影子。夏流心头疑惑，他看不到。他心头一惊，疑惑越发的重了。难怪只有每次与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才感觉是在对视。他颠颠地跑过去，在稍微远的距离停下，伸出两只手指问他：花木生，这是几？他微微眯起眼睛，伸手来碰。夏流退后一步，他摸了个空。你看清楚了，这是几？夏流盯着他，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然后他看到花木生眯起了眼睛，努力的想要看清什么。看不清。3个字仿佛重锤般锤在夏流的心中。他看不清。怎么了？他还问他怎么了。夏流此刻只想哭。这个傻子他到底能看清什么呀？他根本就什么都看不清，好吧？不是不想看，而是不能。他小声地问他：这样你能看清楚我了吗？是，这样看清了。花木生笑了，夏流也笑了，却觉得心里很酸。嘿，你是第2个发现的。第1个是谁？曼罗，是曼罗。夏流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口炸开了一般。男人。他漫不经心的一笑。女人。他一惊，仿佛被什么极力压着心脏，那种感觉难受的让他窒息。曼罗，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曾经救过我一命。没有多说，也没有再解释什么，他的眉宇舒展开来，神情与意志在一点点的抽离。那种空洞的感觉就好像夏流第一次见到他一样，明明他就在自己眼前，就算眼睛看着你，思维却是空的，仿佛灵魂被抽离了躯体一样。他突然有些害怕，夏流摇晃着他，转了个话题：花木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直是这样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天生的。他笑了笑，却没有再说话。夏流有些揪心的想，如果一直是这样，那他该用什么看待这个世界呢？心吗？可是也不像啊，他甚至从来都不曾花过一分心思。那么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表象下，那颗心其实比狗皇帝的心更为僵硬无情，更为冷血。因为他不在乎任何东西，不曾想过要任何东西，每天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比他这个没心没肺的心还要冷。
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夏流回到杂役房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那人背对着他站在窗户口，一身的明黄色墨黑如玉的发丝随意地披散在两肩。他就这么站着，背脊挺直，神情清冷，周遭散发着沉闷的气息。夏流的腿还停留在门栏上。回来了。夏流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一时间沉默着，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倒是胆子越来越大了，竟敢违抗朕的命令。命令？什么命令？是说这样不踏出杂役房一步吗？秀荣受伤了，我担心她，所以去看了看。但是我没错，我没有做错什么。你认为你凭什么能够囚禁我？就凭你是皇帝吗？就算你是皇帝，你也没有资格囚禁我。他冷笑，终于回过头扫了他一眼，不带任何情绪。凭什么？就凭你在凤鸾的土地上，就凭朕是皇帝，朕的命令从来都不会白下的。你该知道朕的手段。他心中一颤，心浮气躁的很是不好受，抿着嘴唇就这么直直地看着他。四目相接，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噼里啪啦作响。最终他受不了，先移开了视线，有些不耐烦地揉了揉头发。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秀荣现在都原谅我了，而且我的身份你虽然半信半疑，但想必你应该知道我没有任何能力去伤害你或者秀荣。花之言，我不想玩了，你应该放我走了。再继续留下去，对你对我都没有任何好处，这一点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放或者不放，其实只是他的一句话。可人有时候明知道继续下去事情会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却偏偏死咬着不甘心，固执的不想放手。花之言，他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哼，玩？原来你一直抱着玩的心态。没有谁能干扰朕的坚决。你就算要走，那也得朕同意了才行。朕现在还不想放你走，所以你走不了。因为这个游戏，朕才刚刚开始。他被他说的一时间有些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才行，只觉得心里凉凉的，冷冷的。稳定了一下情绪，他试着说服他：你喜欢我，所以不想放我走，可我喜欢的是花木申，那是你弟弟。如果你不放我走，我就会继续喜欢他。你放我走的话，或许在我对他感情还不够深的时候，我会很容易忘记他的。但留下来就不一样了，我会控制不住喜欢他，这事儿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所以如果不想造成3个人的痛苦，你应该放我走。错了，或许最后痛苦的只有你一个人，毕竟我喜欢他，而他也喜欢我。而且够了。他低吼，急切地打断了他。朕不会放你走的，你死了这条心吧。说着再也不看他一眼，潇洒地转身离开，背影矫健挺直。或许不管他喜欢的是谁，他都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抢回来。可是为什么他喜欢的那个人偏偏是花木申，他最疼爱的弟弟，他最亲的手足。第2日，妖孽进宫，夏流颠颠地去找他。这1个月没见，他和妖孽仿佛连体婴儿般粘在一起。他沉默着陪着他，那日的事情，那日他口中的那个女人，终究是没再提过。他沉溺于和他在一起的感觉，他也一样，有些沉迷。妖孽抱着他，紧紧地搂着，没有任何间隙的距离，足够他看清他了。两人视线焦灼，
看着看着，两人的唇自然而然地贴在了一起，灼热的气息交缠在一起。他肆意地品尝着她的甜美，他羞涩地回应着。一吻结束，他的唇微微泛红，显得更加艳丽。两人的唇自然而然地贴在了一起，灼热的气息交缠在一起。他肆意地品尝着她的甜美，他羞涩地回应着。一吻结束，他的唇微微泛红，显得更加艳丽。他拿出了从21世纪带出来的那副眼镜，朝他狡黠一笑：“给你个惊喜。”他眨眼，自然是不知道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准备做什么。他亲手给他戴上眼镜的他多了2分儒雅之气。他很快适应，镜片后的眸子定定地望着他，很仔细地观察着。他有些害羞，拉着他的手指着远处的蓝天白云：“你别傻看着我呀，这里的风景可好了，看风景。”他粗粗扫了一眼，神色有些莫测，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的眉宇之中厌恶之色一闪而过。叹了口气，拉他入怀，紧紧地抱着，仿佛要将他融入骨血。他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远处的风景，满室的春色都入不了他的眼。听他这么说，他觉得心中无限满足，踮起脚送上了自己的红唇。他似是不习惯，取下了眼镜，一手圈着他，化被动为主动。他吻得很急切，手指开始不安分地在他身上点火，那灼热的感觉几乎要将他融入身体。他也不抗拒，只是不安地在他怀中扭了扭，也开始细细回应他，每一处都吻得很认真。有了他的回应，他仿佛得到了特权，一路攻城略地，细碎的湿吻从红唇到耳垂再到脖子，仿佛要吞了他一般急切。一只大手从他的衣摆下伸进去，有些凉意袭来，他有些错愕。这么快就发展到这地步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皇宫哎！难不成要给别人上演活春宫？他想要推开他，但是全身软软的，有些无力。他的手臂力气更不是一般的大，牢牢地将他禁锢在自己怀中。他扭了2下，花木生不满意，不允许他分神，重重地在锁骨处咬了咬，粉嫩的肌肤，青紫色的吻痕显而易见。他吃痛，忍不住嘤咛一声。他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笑了起来。你们俩想上演活春宫，也要问本宫与皇上愿不愿意看呀？叶飞娇俏地笑着，一开口掩饰不住的讽刺。你们俩想上演活春宫，也要问本宫与皇上愿不愿意看呀？叶飞娇俏地笑着，一开口掩饰不住的讽刺。叶妃说的是，本王下次定选好地方，不被人偷窥了去。说着，轻轻地在夏流脸上落下一吻，桃花眼轻挑，真的是勾魂夺魄。你说是吧，宝贝？他叫他宝贝。原本尴尬的气氛，因为他这句话，他安定了一下心神。倒是情趣，只是这名不正言不顺的，终归不好。转头看向夏流，有些讽刺：你这来历不明的丫头，有什么资格嫁作王妃，嫁入皇室，嫁给申？他高傲地看向皇帝，问道：花之言，我说的对吧？花之言抿唇，让申收了做通房丫头，倒是可以。说到底，还是个入不得厅堂的丫头，还是通房的，想要她嫁，也得问问她同不同意，不是？夏流沉默，那一头叶飞却已发话了：让她给申做个通房丫头，今日就搬过去吧。轻飘飘的几句话决定了夏流的命运。
衣衫下的手掌被掐出满满的月牙印子。夏流用手拉住了正要开口的花木参，上前一步，看着那人冷声道：你们凭什么决定我的命运？我要不要去做通房丫头是我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说着看向叶飞，有些恶毒道：不能出来见光就不要勉强。叶飞却仍是笑吟吟的，只是眉目间阴鸷之气尽显。本宫说话，皇上都不插嘴，有你说话的份儿。朕的后院你要是不愿意去，行了，本宫不介意将你送去军营。夏流咬了咬有些惨白的嘴唇，怒极反笑：哼，这凤鸾王朝什么时候换了个人当家做主呀？一句话，叶飞愉悦了，而且皇帝尚未发话，夏流以为即使皇帝再怎么宠爱这个叶飞，也都得有个度，却不想。花之言，你的江山要不要换我指点？花之言，你的江山要不要换我指点？皇帝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动怒的样子。叶飞阴鸷着脸，讽刺道：哼，想挑拨离间，你还嫩了点儿。夏流有些踉跄的倒退了一步，从来没有过的难堪，心中怒气值爆表，却偏偏又不能发作。花木神一手揽着他的身子，稳住了脚步，有些不悦的皱眉：爷，你玩够没有？竟是没有怪他之意。夏流心下委屈，但更多的却是惊触与猜测，即使再怎么样得宠，也不可能就这么对待他。许久不曾开口的皇帝冷着声音道：下次要亲热，记得换个隐秘点的地方，实在离不开就收了吧。做个通房丫头也不会玷污了你的身份。后一句话讽刺至极，明显是针对夏流说的。夏流只觉得不好受，看皇帝漠然的样子，该是已经把自己放下了。只是为什么自己会觉得有些悲凉？夏流脸色有些苍白，他笑了笑，转头问身边的人：花木参，你要不要我？原本打算走的皇帝听到了这句话，定在原位，薄唇无情地轻抿着，一双眸子寒潭般定格在夏流身上。挑了挑眉，花木参道：宝贝，有你作伴，花木参夫复何求？虽然是咬着他耳朵说的，但声音偏偏却传进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耳中。明黄色龙袍下的手指收紧收紧再收紧，皇帝一时之间只觉得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有种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待浓雾散去，看着那两人甜蜜蜜的样子，只觉得心口钝痛，刺眼得很。抿了抿嘴唇，终是携了叶飞离去。罢了罢了，放下吧，忘了吧，不是自己的，终究强求不来。如若那人不是自己的弟弟，小骗子，你从此自由了。当夜，夏流接到皇帝让司音带来的口谕，他自由了，皇帝放过他了。从此他的去留皆与他无关，他不是那个满身嫌疑的杀人犯了。接到消息的那一刻，夏流很兴奋，冷静过后却有些迷茫。这天大地大，他可以去哪儿呢？看到他这个样子，司音忍不住冷笑：真希望以后都不要再见到你。放心吧，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见到你。他也不想见到他，他这么恐怖，以为他稀罕？傻女人，走吧，走了最好这辈子都别再回来，否则下次我可不敢保证会不会杀了你。说着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夏流干干地瞪了他一眼。第二日，收拾好东西，终于还是出宫了。是的，他出来了。
没有和那狗皇帝道别，甚至连秀容那里都不曾打过一声招呼，因为不想面对任何的离别，即使不是那么难舍难分。他循着路去了申王爷府，其他人或许可以不去找，但是妖孽那里他却不能无视。敲了敲门，夏流带着自己的包包，门被拉开，那门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礼貌性地问：请问姑娘有何事？我叫夏流，找你们申王爷。你先别否决，你报上我的名字，去问问你们家王爷。他笑着，自信满满。请稍等。不一会儿，一身红衣的美男子进入了夏流的视线，夏流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忍不住奔向那人，狠狠地抱住他。怎么办？我被人赶出来了，没有地方去，你得收留姑娘我了。行啊，求之不得。在下府上正好缺个做粗活的丫头。奴婢愿意贴身伺候王爷。行，那就贴身伺候吧。又咬了咬牙，偷吻了一下他圆润的耳垂，在他耳边低吟道：做本王的贴身丫鬟，可是要陪吃陪喝，还要陪睡的。姑娘，可愿意？你无耻，真不要脸。他低笑，拉着他进了内院。他歪着脑袋打量着，院子挺大的，看起来有点冷清，除了几个丫鬟侍卫，就没有其他人了。他记得他初次问他的时候，彼时他说没妻没妾，有权有钱，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偏偏被他碰上了呢？他忍不住偷笑，笑意一点一点的在脸上晕开来。去选房间吧。说着拉着他逛了一圈王府，一间一间看过去，让他选一间自己满意的。你房间在哪儿？他带他过去参观了一圈他的房间。我要这间，可以吗？他思索着，这样离他近一些。他却微微摇了摇头。这间不行。为什么这一间不行？是不是藏了美人在内？这间不行。为什么这一间不行？是不是藏了美人在内？他想问，却是没问出来。却见他指着右边的房子说：那间吧，我去吩咐下人打扫一下。左右还不都是一样的？他撇了撇嘴，没有再说什么，却是同意了。又过了一会儿，知道第一次我为什么要让人带你到寝室吗？记得，简直记忆犹新，好吗？当时我在想，要不要将你一直带在身边，就待在我能看到的地方。为什么？当时我就知道，以后遇到一定会爱上你，所以准备对你一见钟情，即便是求见，也要让你待在自己身边，不让你离开。他听着满头黑线，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说辞的。夏流不相信花木生的说辞，但心中却很甜蜜。想了想，莞尔一笑：可是我拒绝你了呀。是啊，被你拒绝了呢。那你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呢？或者干脆将我带走？若他能坚持当时的想法，利用王权将自己带走，自己又怎么会受那牢狱之灾？不仅不会受那牢狱之灾，更不会认识那个狗皇帝。是啊，当时我怎么就不坚定自己的想法呢？想了想，觉得有些好笑，于是接着说：都过去了，现在你在这里，在我这里。花木生，我相信爱情，却不相信永恒。我重承诺，却不相信誓言。花木生笑了笑，反问：不相信吗？不相信。他坚定的点头，没有任何的迟疑。唉，不相信也好，一开始就不相信，或许以后不管结局怎么样，过程有多么扭曲，你的心始终在此之外，那么或许能够不受伤害。我也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他没有给他承诺，没有许他誓言，可就是这么一句解释，他却懂，所以他会珍惜眼前的这个他。
花木山，虽然我不相信永恒的爱情，可是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此时此刻我爱你，即便只爱一时一刻，我都会用心的去爱你，直到我爱不动了为止。我不会因为不相信永恒而对你有任何的保留，我只是不相信永恒罢了，但并非不懂得付出真心。不过太遥远的事情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多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只愿意珍惜眼前的、现在的、在我身边的你。不相信也没关系，我也不相信，不相信的。气氛有些凝固，两个人都小心翼翼的，各自低着头想着自己的心思。夜幕，两人各自回了房间。他打开背包，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一个冰冷的物件冷不丁地冲进了自己的视线，这是皇帝的令牌，而且还是见令如见人的那种。为什么狗皇帝要给自己这种东西？这也太贵重了吧？难不成狗皇帝还对自己念念不忘？想来想去，想不清皇帝在想什么。夏流也懒得继续想，他换了件纯色的睡衣，突发奇想给妖孽来了个突袭。偷偷的出了门，左右偷窥了一下，他猫着身子一步一步的推开了妖孽的房门。我知道你已经肖想我很久了，可以不用这般明目张胆的勾引我啊。夏流满头黑线，这人的逻辑还真不是一般的强悍。不过仔细想想，自己这般的确有勾引人的嫌疑。不过你不想着勾引我，怎么会知道我勾引你呢？好吧，还有些心虚。不过勾引就勾引吧，自己的心都给他了，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呢？他虽然有贞操观念，但在自己爱的人面前，这些都可以抛之脑后。我在等，一直在等你来勾引我。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勾引你？万一不会呢？这不是已经等到了吗？哼，你没让我失望。翻了个白眼，夏流懒得和他抬杠。是谁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的？这话还真是一点都没错。妖孽啊，你这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花木生叹了口气，身子侧躺着，银丝般的长发如水般倾泻而下，铺满了半张床。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回去睡觉，房间在隔壁，不送了。夏流几乎是想也没想，朝着大床上的花木生一步一步走过去。开玩笑，他都已经打算来勾引了，空手而归，以后甭混了。花木生叹了口气，将自己的身子往里侧挪了挪。唉，就知道你不会乖乖听话。我可以乖乖听话回到自己房间的，当然了，前提是把你一起带回去。花木生乖乖闭嘴，不说话了。夏流爬上床，一把搂住他，将脸紧紧地贴在他胸膛上，感受着他的体温。花木生的身子很软，没有半点僵硬。夏流想，这死妖孽肯定经常抱着女人睡觉，否则这身体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僵硬不是？电视小说一般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半夜，四周静悄悄的。夏流翻了个身，身子有一半压在了妖孽身子上。他正准备起身上个厕所，却感觉到搭在自己身上的手格外的冰冷。这种天，手指怎么会如此冰凉？惊觉不对，夏流侧过身子摸上他的脸。他神情极其痛苦，身上冷汗淋漓。不一会儿，就听他断断续续道：疼，不要，去救曼罗。夏流又凑近了些，待听到他的呢喃时，一颗心拔凉拔凉的。做梦也能叫这曼罗的名字，那个人与他必定是特别的。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时候还能想这些东西？夏流懊恼地晃了晃脑袋，再看花木生卷曲着的身子，生疼生疼的感觉冲击着自己的心房，拍打着他的脸颊。夏流焦急地叫道：花木生，你醒醒，你醒醒！疼，
疼，曼罗，疼成这样，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这只是梦，花木山，你快醒醒，你醒醒！夏流在他耳边小声呢喃着，一遍一遍地安抚着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夏流低头看他，只看到他睫毛微微颤抖，双眸微微张开，带着些迷茫与不解看着他。曼罗，曼罗，花木山，是我是曼罗。一颗心柔柔软软的，仿佛被什么捏着，夏流觉得心中疼痛无比。曼罗，曼罗，那个名字从他嘴巴里念出来，带着满满的依赖与信任，却只觉得心痛难当，一时间觉得撕心裂肺的疼。可是此刻即使再疼又如何，只要他没事就好。过了许久，感觉到他的心情平复了许多，也不再颤抖了。夏流痛苦地闭上双眼，不想再多看一眼。夏流。夏流看着他，绷紧的肌肉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醒了？那我先回去补个觉再来。他几乎是跑着逃出门的。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嘴唇轻轻地动了动，却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夏流跑回隔壁的房间，一头扎在了床上，什么也不要多想，睡一觉起来就好了。他对那个女子只是依赖与信任，没关系的，自己有的是时间。他催眠着自己，最终睡意袭来前，他在想，他会不会给自己解释呢？中午的时候，在房门外思考了一上午的花木参，终于借着吃饭的时间踏进了夏流的房中。此时，夏流正在敲键盘，听到开门声响起，瞥了眼进来的人，没有什么情绪地说了句：“记得关好门。”不冷不热，真的没有什么情绪，就像对待路人甲。花木参拿着盘子的手抖了抖，心颤了颤，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将饭碗推到他面前，叹了口气说道：“吃饭。”夏流头也不抬：“放下吧，等会儿我自己会吃。”花木参皱眉，站着不动。过了许久，夏流叹了口气，从本本前抬头瞪了他一眼，冷声道：“我允许你想清楚了再给我答案，如果不想说，我也不会逼你。你抱着我叫别的女人的名字，我很伤心。以后不管你抱着谁，都只能叫着我的名字。当然，你最好小心别让我知道你抱了别的女人。”他其实很伤心，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逼他吧。吃饭吧。什么也没说，没有解释，甚至连一句安慰都没有。他还是那个漫不经心、冷心冷肺的花心王爷，而他冷笑了一声：“花木参，我想进宫。”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说我要进宫，1个月后。花木参抬眸，扫了一眼夏流的脸，他想，他是懂他的意思的，却冷冷一笑，不置一词。夜深了，两人仍然躺在一起，而他夜夜梦魇，嘴巴里一声一声地叫着别人的名字。他痛苦，可看他如孩子般卷曲的身子，痛苦地在梦中抽搐，他毫无办法。从此，曼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一根刺。1个月后，在他的不离不弃之下，花木参梦魇时也会克制自己，不再叫那个让他心痛难当的名字。看他紧紧咬着唇，憋死自己也不叫，他只觉得更痛。试问，还有什么比心爱的男子抱着自己，叫着别人的名字来得更痛呢？安抚地拍着他紧绷的脸颊，他泣不成声，哗啦啦的泪，心钻般的美瞳盈满泪珠。他哭泣道：“叫吧，如果克制自己让你痛苦，我宁愿你叫出来，我不在意的，真的。”他已经为了他再忍了，他不想再强求他。如果他如此痛苦，他不想去在意那个名字了。夏流，我会克制的，一定会的。
看着你痛苦，我也痛苦。我不想让你这样，我不想的。夏流，我会克制的，一定会的。看着你痛苦，我也痛苦。我不想让你这样，我不想的。不要哭，这里会痛的。他扯了扯僵硬的肌肉，却是怎么也笑不出来。曼罗陪在我身边10年，这10年来，每当我念起他的名字，就会觉得安心，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他听着，身体逐渐僵硬。10年，谁来告诉他这是个什么概念？习惯，谁来告诉他习惯有多可怕？他心中一痛，手指停在半空中，只听他疲惫道：“你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他实在没有什么信心去和一段长达10年之久的记忆去斗，他需要好好想一想。花木生如着唇，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房间的转角处。御书房内，皇帝正低头专心地批阅奏折，他抬起头来，带着压制的怒气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沈，怎么了？花木生抿紧妖艳的嘴唇，不说话。花之言见他不说话，放下笔又问了句：“怎么了？”“怎么了？”花木生反问，有些好笑地扯了扯嘴唇。“皇兄，我知道你喜欢他。”皇帝心中一动，不好的预感浮了上来。他当然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花木生走近一步，面无表情的道：“可是皇兄，我也喜欢他。”“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何必如此呢？”“朕每日一贴梦魂散，我日日梦魔，难道不是皇兄授意的吗？皇兄，如果他喜欢你，我不会和你抢的。可是他喜欢的是我，你又何必如此？难道看着我痛苦，你很开心吗？10年前，你将我送去陈兰国，非情势所逼，我不怪你。可是现在，你为何还要如此对我？难道真要我死，你才甘心吗？”说着，他痛苦地弯下身子，那一刻有种全身被掏空的无力感。皇帝晃了晃身子，一瞬间白了脸。他的弟弟说了什么？他似乎是有些幻听了。许久，他恍惚缓过神来，只看到那个红衣男子晃了晃身子，在自己面前倒了下去，那张脸苍白如鬼魅。“神，给朕传留白过来。”此刻他只觉得心中无比的愤怒，无比的痛心。他一直极力的宠爱这个弟弟，从来都不曾有过要伤害他的意思。他信任他，爱他，放纵他，从不约束他，给他兵权，给他自由。可是这一切在他眼里竟是如此的不堪吗？大忙人儿，你已经很久不来看我了呢。什么风儿把你吹来的？朕早就说过，不要拿朕的宠心当你任性的资本，一次次挑战朕的极限，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宠信，花之言，你至始至终真的信过我？你对我怎样，我们大家都清楚。你对我好，让我宠冠6宫，可是至始至终，你不过是因为愧疚而已。这皇宫，你以为我想待下去？你以为我想被囚禁在这牢笼？如果不是不能见光，如果不是……花之言，我告诉你，我恨，从来没有这么恨过。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朕不管你怎么样，但皇帝，你不该设计他。你明知他心头之苦，
感同身受过那段不堪的岁月，为何还要如此设计他？我不过想帮你。你想帮朕什么？你这是在害他，也是在害朕。他是你弟弟，你不忍心，我替你来做。我只是想帮你留住那个丫头而已。朕已经放他走了，他既然喜欢皇帝，朕愿意成全他。这一句成全，多美好的2个字，几乎花光了他全身的力气，有苦只能自己吞，谁让那个人偏偏是花木参呢？不然还能如何？强取豪夺吗？别人或许能，但这个人却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他狠不下心。我只是想帮你。朕不需要，不管如何，你不该伤害皇帝。叶飞皱着眉，将赌气的话咽了下去。华之言一时之间也不再说话，空气中凝固着沉闷的因子，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叶飞再次开口，打破了沉默。华之言，我和花木参，你对我们这般好，都只是因为愧疚吗？华之言，我和花木参，你对我们这般好，都只是因为愧疚吗？皇帝闻言，脸色逐渐苍白。是因为愧疚吗？是因为愧疚才对他们这般好吗？他抿了抿唇，这个问题他也回答不出来。到底是因为愧疚对他们好，亦或是只是单纯的想对他们好？而他唯一清楚的是，他会一直的对他们好下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快滚！皇帝抿了抿嘴唇，线条一流的轮廓清俊冷冽，一双阴郁生机的双眸冷若寒潭，最终却是一句话都不说，大步地走了出去。待皇帝走远，叶飞抱着身子一点一点地蹲了下去，全身的力气仿佛在瞬间被抽干，他痛苦地抠着指甲，手上一片鲜血淋漓，却不觉得痛，深深的绝望与悲哀在眉宇间蔓延。娘娘，有宫女走进来，叶飞冷笑着抬头，一双阴鸷的眼眸如魔鬼般盯着门口的几个宫女。当晚，凤霞宫叶妃娘娘大发雷霆，处死凤霞宫女7人。黏腻的鲜血如地狱之花，染红了凤霞宫。一时间，宫中人人惧怕叶妃，第一妖妃的名号也越传越厉害。御书房，怎么样？皇帝盯着躺在床上的花木参，眉宇间神色莫测，薄唇轻抿，抿出一个无情的弧度。刘白给花木参捏了捏背角，没什么表情道：梦魂散引发的纠结，倒没什么大碍，好好休息2天就行了。皇帝想着措辞，软了声音：他看起来很痛苦，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花木参卷曲在床上，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他身上冷汗淋漓，整个人痛苦地扭曲在一起。刘白叹了口气：他没有受伤，现在的痛也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他现在之所以痛，也不过是因为梦魂散唤醒了以前的记忆，只要稍微的触碰，他就会痛得生不如死。那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有没有治愈的办法？没有，只能靠他自己慢慢走出来，或者永远不再去触碰。现在稍微被人触碰一下就痛成这样，那当初他该是有多痛啊！10年，这10年他在陈兰国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不敢想象，也没有勇气去想，这对花木参来讲太残忍了。他捏紧了拳头，如画的眉目一片肃杀之气。上官南轩，终有一天他会像踏平西楚国一样踏平陈兰国。傍晚时分，皇帝坐在龙椅上批阅奏折，司音走过来行了个礼，
小声问他：“皇上，申王爷今晚是在宫中歇息，还是送回申王府？”皇帝想了想，沉思道：“送回去吧。”是。司音再次叩首，正准备退下，却听皇帝又道：“等等。”皇上还有什么吩咐？朕亲自送过去吧。是。司音也不好说什么，确实猜到了2分用意。皇帝要亲自送过去，怕只是借口吧。那个女子此刻还在申王府呢。皇上啊皇上，既然已经决定放手了，你这是又何苦呢？司音叹了口气，转身去吩咐马车。傍晚时分，夏流焦躁地等在小亭子内，他已经清楚该怎么做了。可是这一天却没有等到花木参，等待之余，夏流只觉得心中越来越寒，也不知道花木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出去也不给自己打声招呼，难道是恼他了吗？直到傍晚时分，夏流才得到消息。彼时管家匆匆来报：“夏姑娘，王爷回府了。”“在哪儿？”“哦，卧房。”夏流赶过去的时候，门大开着，夏流人未到，声已道：“花木参，你回来了，我已经……”看到那个身影时，说到一半的话骤然卡在喉咙中，却是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口，就这么呆呆地看着那人冷峻的面容。夏姑娘，此时还好他没喝水，否则难保不会喷他一脸。花先生，花之言嘴角抽了抽，一瞬间有些忍不住笑意。然而那笑意还未完全绽开，却听夏流又说了一句话：“花木参来了吗？我都等他1天了，不是说回来了吗？”皇帝抿着唇，他指向卧房：“他在那里。”夏流想也没想，抬脚就往内室走。他已经睡了。听到这话，他脚步顿了顿。夏流想，他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然而最终却是没有再看他一眼，抬起脚毫不犹豫地往内室走去。皇帝握紧双拳，嘴唇抿得死死的，寒眸始终注视着他，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白色的纱帐荡漾下，夏流看到了妖孽。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像个孩子一样卷曲着自己的身子。夏流伸手摸了摸心脏的位置，那个瞬间感觉到自己的心又疼了一分。为了花木参而疼的，为了眼前这个如妖精般绝美的男子。醒了？明知故问。他没醒，眼睛能睁开吗？既然醒了，我们就去吃饭吧。夏流点了点头。对于他不提睡觉前的事情，他也没有多问。洗漱过后，两人开始吃饭，后面站了一排的丫鬟。夏流觉得自己这么吃，让人家站着，很不舒服，于是有些别扭地对花木参说：“你让他们都下去吧，我感觉后面站了一排排木头，很不舒服。”既然是木头，就没必要在意。可他们并非木头。你把他们当成木头就行了。夏流火了，一筷子重重地放在桌上，瞪着花木参：“你到底撤不撤？”他有些委屈地看着夏流，说道：“你看，哪里还有人？你让我撤甚？”夏流抬头一看，沉默了。那些人早已经不知飘去了哪里，只是他未注意而已。夜幕时分，两人吃得饱饱的，没事干又睡不着，于是夏流提议去屋顶看星星。花木参，我唱歌给你听吧。好。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低低的声音盘旋在他耳边，明明是欢快滑稽的歌曲，却被他唱出了2分悲伤。他一遍一遍地唱着，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他捏紧手指，喉咙有些干涩。别唱了。他唱的嗓子嘶哑，
唱到开口说不出一个音节才停止。害怕，是的，那一刻突然害怕他对自己说些什么。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他都不会拒绝，包括让他走。花木参，花木参，他笑笑，又开始叫，犹如情人间最亲密的呢喃。花木参，他好脾气的应着，没有任何不耐。他又笑，带着些坚决，闭了闭眼，轻轻吐出一口气，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我想要离开。听闻，手指抑制不住的颤抖了。这1个月以来，看着与他相处的下流，他以为只是他想多了，却没想到，他终究还是开口要离开。真的要离开吗？原来真的没有办法停留。留不住他是他的不好。他的声音很低，也仅仅是淡淡的应了一声。他甚至感觉不到他的情绪。这个世界太大了，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腻的。我想要到处去看一看，也不枉来这人世走一遭。花木参，如果半年后我回来，你会等我吗？花木参，如果半年后我回来，你会等我吗？他沉默了，没有说话。他揉了揉嘴唇，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却骤然被他打断了。他仿佛不需要他开口，自顾自地说道：其实什么承诺誓言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东西在你说的那一刻你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再真的誓言都会被我们亲自背叛。这就是他不相信的理由，从始至终他都不相信。当然除了这个，不排除还有其他。他的手紧了紧，轻抿着嘴唇，把原本要说的话又吞了回去。你记好了，等你有一天忘记他的时候，不再对他依赖的时候，到时候只要我还爱着你，我就一定会回来找你。10天后我会离开。在那片无垠的星空下，几个侍卫正在与黑衣人交手。然而侍卫们明明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却还是屡战屡败。不怕？我不怕，他本身就是不怕的。再说了，那人并非是来杀他们的，他有什么理由好怕？更何况自己身边还有花木参这个妖孽呢。他们是从宫中出来的，看来那黑衣人不简单，招式变幻莫测。我先送你下去，去就来。而花木参已经飞身而上，朝着夜幕中那斗成一团的人而去。夏流有些担心，花木参眼睛不行，能看得清那剑那刀吗？万一被人伤了怎么办？一时间找不到救兵，夏流咬了咬牙，等着声音道：无双。是的，无双。他在赌无双还跟着他，赌皇帝还放心不下他，赌无双必定在暗中看着。当那个一身黑衣如鬼魅的男子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一刻是什么感觉，感激也好，激动也罢，只是希望花木参不要有事。无双，你去帮他。他武功高强，主上安排我保护你，他的身边没有谁保护，宫中的侍卫也无疑是他的对手。此刻主上怕是受伤了吧？他仿佛自言自语，说完也不看他，直接飞身而起，与黑衣人打了起来。皇帝受伤了，还是因为他而受伤的？他为什么在明知道危险的情况下还让无双跟着他？他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谁会对他不利？夏流想了想，脑子还是懵懵的，有些感动，有些鼻酸，有些想哭。彼时他躺在床上，胸口处绑着白纱，刘白专心地给他上药，守着他，以防他伤口再次裂开。见他神情冰冷，有些奄奄的，刘白忍不住叹了口气：你这般有什么好处？不过伤了自己而已。朕乐意。已经决定放开，就不要有任何的牵扯。
你这般有什么好处？不过伤了自己而已。朕乐意。已经决定放开，就不要有任何的牵扯，要么就强取豪夺。你现在这样对他，不过是养了头白眼狼而已。听你受伤，他连看都不愿意来看你一眼，你有意思吗你？刘白忍不住讽刺，爱情是什么？那就是狗屁。尤其是单方面的爱，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亏他还是个皇帝，连这点都不清楚。如果能说放就放，朕也不会如此为难。其实他不是个白眼狼，他只是明知道自己不会喜欢朕，所以不想朕再有什么牵挂，想和朕断得干干净净，不给朕留一丝希望。朕知道他的意思，可是朕还是觉得伤了。朕也知道不该纠缠着他，可就是放不下，舍不得。来年开春选秀吧，世间女子千千万，总能找到个心仪的。若是没有，能找个替代的也挺好。是啊，世间女子千般姿态，可唯有她能入朕的眼。笑了笑，皇帝有些自言自语。朕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喜欢她，不知道她哪里好。论美貌，宫中的美女何其多；论才华，她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主。可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有的人说不出哪里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一瞬间，两人皆是沉默，空气仿佛也稀薄了。刘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而皇帝他只是苦涩的说不出话而已。这种沉默一直在蔓延着，直到傍晚时分，司音进来的时候，皇帝眼眸才带了些期许，有些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他有没有来？一颗心紧捏着，即便已经失望了那么多次，可每次这个时候，只要司音一来，他仿佛又活了过来。那种活力，那种张扬是从来没有过的。刘白忍不住叹了口气，开始有些同情皇帝。爱谁不好，偏偏爱上了个白眼狼。白眼狼爱谁不好，偏偏爱上了花木参。司音有些沉默地摇了摇头，很艰难地轻声说出了2个字：没有。然而司音看到他的主上那种飞扬的活力瞬间就消失不见了。他开始有些恨那个一走了之的女子。他开始有些恨那个一走了之的女子。花之言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没事儿，小伤而已。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毕竟是因为我受伤的，如果不是他让无常跟着我，也不会受伤。我虽然过意不去，却不想去看他，也不想和他有什么牵扯，所以我还是不去了吧。下去吧。皇帝有些无力地摆了摆手，薄唇紧紧地抿在一起，有些无力地开口。等了那么多天，明知道他不会来，却还是忍不住期盼，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真不知道这种失望何时会变成绝望。大半个月过去了，真如下流所说的一样，他没有去看过狗皇帝，也没有再去打听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花木参，下流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来道个别吧。终究还是将离别说了出来。他窒息般的沉默着，沉默了1个世纪这么久，他终于笑了笑，带着极致的冷颓气息，说出了一个让彼此万劫不复的字：好。好。离开吗？那就道别吧。他说：好啊。没有挽留，没有多余的音符，仅是1个字。站住！什么人？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狗仗人势，狗仗人势。司音，他现在对司音的声音特别敏感，一看到司音就觉得特别紧张。没办法，司音给了他暂时还没能抹去的阴影。你怎么在这儿？难道不用守着皇帝？我在这儿等你呢，等了你半个月才等到。等我做甚？杀你！说着，司音咬了咬牙，瞪了夏流一眼，那目光极其狠厉，极其阴鸷，那样子真恨不得杀了夏流似的。哎呀，世界如此美好，你却如此暴躁，实在是不好，不好，不好！压下心头一闪而过的杀气，司音转身走了。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直直地往御书房走去。夏流看了他一眼，想也没想，往凤成宫的路而去。你准备去哪儿？夏流脚步顿了顿，当然是去看秀容公主了。司音气得手直抖，那一刻他恨不能杀了他。你不是来看皇上的，你进宫来做什么？你不是来看皇上的，你进宫来做什么？忍下心头的杀气，司音一步一步地走到夏流身边。夏流注视着他的神情，他每走一步，他就有些胆怯地往后退2步。当然，我进宫是专程来看秀容的，不过你放心，我会去看她的。看了她我就离开，保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哦，你要离开，而且以后再也不来。哼，如果皇上让你留下呢？打死也不留下了。打死也不留下？既然打死都不留下，我先废了你的双腿，看你还怎么离开。完蛋了，这次真的要死了。夏流吓得闭上了双眼，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就是重物落地的声音。那个瞬间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了，什么也思考不了。唯一停留在自己脑海中的不是自己最爱的本本，而是妖孽的回眸一笑。妖孽侧着半张完美的脸，微微的漫不经心的对自己一笑，那般的倾国倾城，那般的艳色迷离。于是从此迷了眸，吃了魂。而此刻，夏流深呼吸了一口，他有些痴痴的，有些不自觉的睁开了双眼，带着痴，带着懵，带着迷茫与微微的疑惑。然后他看到了狗皇帝。夏流揉了揉眼睛，没错，是狗皇帝。他正半蹲在自己跟前，脸对着自己的脸，暖暖的呼吸还吐在自己脸上，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没有危险了，也不用受重伤或者残废了。夏流松了一口气。你怎么在这里啊？皇帝笑了笑，神情多了几丝温柔。无双说你在这里，所以朕来看看。无双？该死的无双。对啊，他怎么会忘了无双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保护着自己？虽然无双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可他怎么就忘记了呢？而刚刚无双岂不是就在自己身边？他居然看着司音差点杀了自己，看着自己挣扎，看着自己绝望，还差点看着自己被杀。想到这里，夏流悲催了，愤怒了，气得想杀人。于是他冷着脸，眼神犀利地越过皇帝，直直地射在了站在1米开外的无双身上。那目光犀利的恨不能洞穿他，杀死他。无双仍然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对于夏流的视线也置若罔闻。他的身边，司音半侧着身子，神情痛苦。他正一手按在肚子上，一手抚在血流不止的嘴角。他冷冷地看着夏流，那目光冰冷，仿佛还有些不甘。不甘什么？不甘没杀了自己？夏流冷笑了一声，骤然转过脸来，红唇无意识地擦过了皇帝线条一流的侧脸。于是他悲催了：我不是故意的。花之言笑了：我知道，就算你是故意的，朕也不会怪你。你想得到没？我不是故意的。花之言笑了：我知道，就算你是故意的，朕也不会怪你。
你想得到美。夏流哼了哼，侧过脸来不再理他。走吧。难道你想一直坐在这里？皇帝伸手很自然地揽上了夏流的腰身，他不自然地扭了扭，脸有些微微的红。我自己能走。你确定你自己能走？虽然脚有些痛，不过忍忍就过去了，总比被皇帝抱着绕着皇宫走一圈要强，不是？皇帝的脸更冷了，不过倒也没有为难他，却是真的放手了，让他自己走，甚至连搀扶他一下都没有，只是自顾自地往前。那背影看起来，用夏流的话来说，特潇洒，特有型。他低垂着头，拖着扭伤的腿，一小步一小步的，用堪比乌龟的速度往前慢慢挪动。刚刚只顾着小命，倒不觉得疼痛，现在一松下来，感觉脚上尖锐的痛，刺得连自己走路都有些困难。最后投给了司音一个活该的眼神。他低垂着头，看着脚下的路，有些小心翼翼的往前挪。过了一会儿，脚不小心崴了一下，疼得夏流当场飙泪。该死的，怎么会这样？叹了口气，强忍着脚上的刺痛，夏流倔强的不哭出声。当时那种心理是很微弱的，明明很痛，只要自己出声叫一下狗皇帝，都不用再忍受这种痛了。可人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就比如此时的夏流，他有些倔强，有些气愤，有些执拗，就是不想让人帮忙。话说狗皇帝也是挺犯贱的，人家都说了不用他帮，可是他就是对他狠不下心。于是走了没2步，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那个倔强的人，暗暗咬了咬牙。皇帝有些郁闷地晃了晃脑袋，自己这回真的是遇到克星了。夏流惊呼了一声，倒也没好意思再说什么，一张脸埋在皇帝胸前，眼泪哗啦啦地流。皇帝叹了口气，抚了抚他的发，开始小声地安慰道：别哭了，待会儿让刘白帮你看看就不疼了。夏流从他怀中抬起头来，瞪了眼无辜的皇帝：都是你害的。好，真害的，你别哭了。如果不是你，司音怎么会想着杀我？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遇到你我就开始倒霉。到了御书房，皇帝二话不说，将夏流一把扔在了龙床上，对着殿外的公公冷着脸说了句：找刘白过来。就不再说话，也不理夏流。夏流生气，他真的是像扔垃圾一样将自己扔到了床上的，心里本来就愤怒就委屈，此刻看皇帝冷着脸，好像自己欠他钱似的。如果不是你，司音怎么会想着杀我？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遇到你我就开始倒霉。夏流开始在心中细细地数着皇帝的罪行，地牢被打得半死，还因为皇帝挨了板子，最后因为他差点被司音杀了。想来想去，自己倒霉的事情都与皇帝沾边。夏流沉默了，在心中决定，为了小命的安全，以后坚决要离他远一点，再远一点。怎知想着想着就小声地念叨出来了，他自己却没有察觉。皇帝皱了皱眉，看着他眉宇间的坚决，听着他小声的念叨，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于是嘲讽似的笑了笑，沉着脸，却也冷了心。他还真是个白眼狼。刘白匆匆赶来的时候，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看夏流的脚，刘白沉默了。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以为谁要死了，找他过来救命。结果此刻一看到夏流，也是没什么好脸色，对皇帝的鄙视在心中又加深了一分。可没办法呀，人家是皇帝，又不能骂又不能打的，于是只能将气撒到了夏流身上。刘白冷笑：见到本神医真失望。夏流脸黑了又黑，怒极反笑：哼，见到你，本姑娘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怎么不去死？刘白暗暗咬着牙，对夏流可谓恨极。他就是个白眼狼，对他的好他看不到。看着那人日日相思，刘白虽然鄙视他，更多的不满却都在夏流身上。像你这种嘴巴像女人尖酸刻薄的男人，才应该早死早超生，下辈子投胎做个女人吧。你可以合情合理的做个泼妇。彼时，刘白正在给夏流看脚，听闻沉默了，却是一手狠狠地掐在了夏流红肿的脚上，顿时夏流疼得只想跳起来，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你谋杀呀！他太小看他了，他刘白就是个有仇必报的小人。这点疼也受不了，还真是弱不禁风啊。哦，我忘了，你已经上了年纪，骨头硬了，不好接也是正常的，疼痛也是难免的，你得忍忍，因为你的叫声很像杀猪。你得忍忍，因为你的叫声很像杀猪。夏流气的手臂抖啊抖，嘴巴张了又合，却是再也说不出话。皇帝坐在一旁，看着夏流被刘白欺负，看着他泪流满面，有些心疼，心情却始终沉甸甸的，让他此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他埋下头，拿起狼毫笔，开始专心批阅奏折。可是该死的，他此刻怎么也看不下去，脑海中心中想的全部都是他离去的呢喃。于是他火了，骤然放下笔，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夏流面前质问：你怎么会来皇宫？身呢？夏流自然不知道骚包皇帝在想什么，我进宫来只是想来看看秀容的。皇帝愣了，心中的寒气越发浓重。他来看秀容，不是来看他的。即便他受伤，他也是不会关心或者担心的，甚至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一瞬间，皇帝的心低落谷底，心中五味杂陈，失望、失落、伤心、难过齐齐袭来。还没有从那些情绪当中回过神来，却又听夏流说道：我离开他了。夏流声音很小很低，有种说不出来的伤心与绝望。皇帝却只听轰隆一声，仿佛有什么在心中炸开了似的。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离开？他还记得那天花木轩来质问他的事情，更记得他说他也喜欢他的事。怎么才短短月余，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刘白在旁边听着，听到夏流这么说，再听到皇帝的问话，一时间也是很好奇地看着夏流。夏流被他们两个 X 光式的眼神看得很不爽，于是冷笑了一声：哼，我怎么会离开？那是我的事，谁规定了我离开就不能再回去呢？可是刚刚的生死关头，他心里脑中想的都是妖孽，因此他断定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去。可是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就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就已经是错过了。你还要再回去？皇帝暴走，只觉得愤怒。你既然已经走了，为什么还要回去？你既然喜欢上了他，又怎么能让我爱上你呢？既然已经走了，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他又不是一去不回，怎么就不能回去？夏流想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他了，我可以潇洒的永远离开，但我现在只是短暂的离开一下，并非永远不回去。你现在还爱着他？皇帝又问，他心中狂跳。不可否认的，他不想听到不好的答案。可惜夏流听不到他的心声，于是笑了笑。当然。皇帝走了，在夏流说出那句当然之后，皇帝暴走了。他觉得他想要冷静冷静。他有强大的后宫，有貌美如花的妃子，却为什么要偏偏爱上这么个白眼狼？他觉得郁闷。可皇宫这么大，他在宫中转来转去，偏偏还没有地方去。于是
当他在路上碰巧遇到兰妃，而兰妃又恰巧邀请他去凤兰殿坐坐的时候，他没有拒绝。再说下流，他躺在龙床上满头黑线，他搞不懂这狗皇帝怎么突然就暴走了。下流不知道，刘白却是猜到了2分，暗叹了口气，他对着下流语气不自觉地低了2分。以后不要再刺激他了。什么？下流咬着唇看他，有些疑惑。我说，让你不要再刺激他了。刘白觉得很无语，无语之时，对爱情对女人更加敬而远之。我刺激他？哼！下流觉得好笑，他能刺激他？拜托，刺激他的一直是花之言，好不好？别给我装傻！难道你看不出他喜欢你吗？你还在他面前说你喜欢别的男人，这不是刺激是什么？你自己注意了，再这样刺激下去，受伤害的绝对不会是他。再这么继续下去，什么时候老虎爆发了，雄狮苏醒了，到时候你这只白眼狼就等着乖乖被吃吧。刘白转身离去，在心中暗叹了口气，从此对那些整天纠缠自己的闺阁千金能避就避。下流沉默了，一直以为皇帝对自己的感情已经淡了，毕竟他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新奇而对自己这般好，只要过了这段时间，那么自然他的兴趣也会慢慢减下去。所以那天看皇帝没什么异样，他认为皇帝应该是把自己放下了。下流想了想，他觉得自己真的应该离开了，等自己脚伤好了，一定要先哄着狗皇帝把无双这个狗尾巴给弄走，否则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始终在别人的视线中。华之言回来的时候已是傍晚，一看皇帝那张阴沉的脸，下流笑得更开心了。你有洁癖吗？注意到皇帝身上的衣服换了，他莞尔一笑，朕只是爱干净。他总不能告诉他说兰妃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他心里很不舒服，不仅心理上排斥，就连身体都很排斥，所以他忍不住洗了个澡逃来了吧。下流哼了一声，不再说话。花之言干咳了2声，问：饿不饿？不饿。脚还痛不痛？痛。饿不饿？不饿。脚还痛不痛？痛。朕召刘白过来给你看看。不用，我没有那么娇贵。下流奇怪地看了一眼皇帝，他什么时候变了性子了？居然懂得关心他了。不过他为什么不觉得开心，反而觉得别扭呢？皇帝也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太过于明显，于是很识相地闭了嘴。暮色逐渐加深，御书房安静的只有下流翻书的声音，一盏小灯火在风中摇曳着。花之言坐在龙椅上批阅奏折，他皱着眉，不时抬头看他一眼。终于下流被他看得有些火了，于是放下书，冷着声音问：看什么看？你是不是太闲了？有这么盯着人家看的吗？他都要被他灼热的目光看得不好意思了。皇帝转了转眼睛，放下手中的奏折，转回了很久之前的问题，笑眯眯地问道：给朕生个孩子吧。你这个变态，要孩子你不会让你妃子给你生啊？难道他后宫的妃子都是不能生的？他再一次肯定一定要远离他，远离皇帝就是远离危险。皇帝又笑，俊俏的脸瞬间神采飞扬。朕想和你生。你干脆说你想和我上床不是更好？你要这么想也可以，毕竟朕是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这是生孩子必须要做的事。你无耻！你下流，正好和朕配一对。见过无耻的，还没见过皇帝这么无耻的。我叫宫下流。下流开始大吼，他很后悔他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神啊，
你收了我吧。皇帝对夏流的崩溃视若无睹，此时看他吃瘪的样子，只觉得心情大好。以前那些阴郁，那些不快，在此刻通通消失不见了。心中唯一有的是他气得通红的脸。今晚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朕去凤霞宫。凤霞宫，叶妃的宫殿。前段时间夏流也曾听过，叶妃一连处死了好几个宫女，居然没有被追责。看来他必定是爱着叶妃的，否则又怎么能任由叶妃这般胡闹？这两个人，一个喜怒无常，一个暴怒血腥，一个皇帝，一个妃子，变态的绝佳组合呀！今晚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朕去凤霞宫。夏流想着事情，也没注意到皇帝已经到了眼前。直到皇帝挑起他的下巴，他这才回过神来。你怎么还不去啊？花之言邪魅地笑了笑。朕以为你不想朕过去。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比夏流更希望皇帝消失了。于是，你该去了，再晚啊，叶妃娘娘该着急了。狗皇帝，你不是要生孩子吗？现在都晚上了，随便去哪个宫里找个妃子，相信他们都是很乐意的。没关系，只要你一句话，朕愿意留下。夏流心想，谁稀罕呀？皇上，您到底走不走啊？那如果不走呢？您不走，我走。你这狗皇帝，你不走，我走。这是你的地盘，你若不想走，我走也是一样的。朕的世界，朕的10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忘却或者放下的。他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似乎在等他反应。花木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曼罗又是谁？10年又是什么意思？直觉告诉夏流，这里面一定有内幕。他本身是想要找修容问个清楚的，没想到皇帝却先开了这个口。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夏流就是想要抓住这个消息，抓住这个机会。第六感告诉他，这会是个难题，或者是个死题。花之言微微叹了口气，这个问题，朕没办法回答你。朕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准备和参在一起，那么你就得做好参迎娶别人的准备。一段长达10年之久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你真的有信心？朕会给你时间好好考虑。如果你执意要继续，朕不会阻拦。当然，如果不想，你可以随时回来。朕等着你为朕生孩子。剩下的，朕不想多说。你可以去问秀容，也可以亲自去问神。当然，你先不要那么快做决定。1个月，朕会让你看清楚你有多么的不自量力。1个月，朕会让你看清楚你有多么的不自量力。说完，皇帝细细摩挲了一下他的下巴，怪异的笑了笑，一脸的高深莫测，眉间光华闪烁。随后他笑了笑，在夏流错愕的眼神中转身走了。直到很久以后，夏流才知道他那一笑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只可惜他知道的太晚了。此刻他的脑子很乱，从来没有过的乱。他抱着头，觉得自己脑袋要炸了。怎么会这样呢？是的，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与一段长达10年之久的感情做斗争。再美的感情都会输给时间的。而花木生与曼罗在经过长达10年之久之后，
居然还能保持着如此的信任与依赖，这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在夏流不懈的努力几个月后，看着花木参还是放不开，他觉得或许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开了。而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他的那点信心才彻底被他打碎了。于是他迫不及待的像个小丑一样的逃了，甚至还为自己找了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不仅在心中问自己，还要继续吗？再继续下去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太不自量力了？他不知道，他脑子很乱，什么都思考不了。这一晚，他抱着自己木然地坐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夏流忍着脚痛，一瘸一拐地去了凤尘宫。在凤尘宫门口正好碰到了贝柔。夏流蹙眉，贝柔，公主呢？见到夏流，撇着嘴瞪了他一眼。亏你还记得我们公主，离开这么几个月也不说一声。想来就来，想离开就离开，有他这样的人吗？贝柔对夏流极度不满，但此刻看到他有些憔悴的脸色，也没有再说什么，直到公主在里面，进来吧。说着拿了东西走了。夏流有些愧疚，他一向不喜欢离别的场面，即便他们并非那么难分难舍，可就是不喜欢。自己这种不喜欢，在别人眼里恐怕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吧。他叹了口气，推开门，一眼就看到了憔悴的公主。想来夏太子和他应该是不太顺利，否则此刻的秀容必定是春风得意的。秀容侧过脸来，看到夏流，你回来了，像来了个朋友似的，稀松平常的打招呼。夏流点点头，坐在公主身边，有些小心翼翼地问：秀容，你和夏太子怎么样了？这个答案必定是不会理想的。秀容，你和夏太子怎么样了？夏太子他要回夏国了。那他和你怎么样了？他说要退婚，他让我去夏国和夏王解释。不但要退婚，还要让秀容去夏国给夏王解释？这太子也太过分了。当初夏流坚持女追男隔层纱，现在两个人终究是要劳燕分飞了。而他们退婚一事也是夏流促成的。当初原本以为以退为进追夏太子，只是这结果却背道而驰。原来所有东西不是努力就能得来的。秀容，你怪我吗？是因为我让你们退婚的。夏流有些愧疚地抓了抓头发。秀容笑了笑，虽然苦涩，却也释然。不，我不怪你。虽然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可是我反而要感谢你，是你给我鼓励，给了我去追求他的胆量。以前我可是一定不敢这般明目张胆的。说着，有些悲哀地叹了口气。虽然他还是没能爱上我，还是不愿意娶我，但我已经知足了，甘心了。你知道吗？现在我释然了。虽然伤心，但是却并没有不甘心。为了他，我努力过了，付出过，虽然没有收获，可是够了，真的足够了。我虽然没有得到他的心，可是在这场单相思中，我却也上了宝贵的一课。爱过，为他努力过，付出过，挣扎过，即便结果不尽人意，可是够了，真的够了。他虽然没有收获爱情，可是却上了宝贵的一课，学会了珍贵的东西。女人可以不要爱情，但却不能不要尊严。我爱他，却不会死缠烂打的。我爱他，却不会践踏自己的尊严。他还是不爱我，可是我尽力了，我放他自由，我会去夏国与他退亲，不会让他为难的。就当是我最后为他做的吧。笑了笑，秀容真的释然。但是夏流发现，此刻的女子却不再单纯如白纸。
他懂得了更多的东西，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至善的心。沉默了一会儿，记起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夏流开口说话：“我喜欢你哥哥荒木深，这段时间我一直住他那儿。我喜欢你哥哥荒木深，这段时间我一直住他那儿。”秀荣没有惊讶，只是抿着嘴听他诉说。夏姑娘住在申王府这事儿，皇兄已经跟她说过了，因此她没有过度吃惊。夏流又道：“这段时间我和他住在一起，他夜夜梦魇，梦中我总能听到他叫着一个名字，那个人叫曼罗。他跟我说，曼罗陪了他10年之久，每当念起他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心安。秀荣，你知道吗？如果他不喜欢我，我或许会直接离开。可是他喜欢我，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他为了我，甚至连做梦都咬着嘴唇，生怕自己做梦会叫出那个让我伤心的名字。我想大方潇洒地离开他，我以为过一段时间我就能忘记他，把他从我脑子里剔干净。毕竟人生除了爱情，还有太多东西值得我去追求。爱情于我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可是直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还在想着他。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是爱着他的，很爱很爱，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秀荣，我不想他继续痛苦了。我爱他，我不允许他心中除了我还有其他女人。所以我想你告诉我，那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曼罗又是谁？是的，这一刻他下定决心要与那个妖孽同进退，就让自己也为他毫无保留地付出一次吧。哪怕结果不尽人意，可是自己努力过了，不是吗？爱情啊，总是这么伤人吗？秀荣微微叹了口气，拉着夏流轻轻说道：“只是流儿，我知道的不多，也不够具体，一知半解而已。不过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必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夏流附上他柔弱无骨的手，笑着点了点头。对于秀荣，他是很感激的。曼罗，她是陈兰国的长公主。陈兰国的公主为何会与凤鸾的王爷有纠葛？事情发生在13年前，当时的凤鸾并不如现在这般强盛，但在这片大陆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楚国和凤鸾一直是交好的，却不曾想为了一个女人，竟与陈兰国联合攻打凤鸾。西楚国和凤鸾一直是交好的，却不曾想为了一个女人，竟与陈兰国联合攻打凤鸾。事情发生的有些措手不及，凤鸾国连丢了几座城池，即便已经倾尽国力，却还是屡战屡败。当时西楚王开出条件说，只要父皇肯交出那个女人和申哥哥还有晚叶皇帝，就停止继续攻打，并且归还凤鸾国的所有城池。可是父皇抵死反抗，死也不低头。后来在一次调虎离山计之下，父王去了夏国，亲自请夏王出兵相助。申哥哥和晚叶皇帝还有那个女人，就在那时候被当时尊为太子的皇兄给送去了西楚。父皇回来时得知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气倒了。在一次行动之下，父皇亲自带兵潜入了敌国的军营，也就在那一次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后来听军中的传言说，父皇与那个女人被活活的烧死在西楚。那漫天的大火据说连烧了3天3夜，最后尸骨无存。也不知道父皇生前是用了什么方法请了夏王相助。后来夏国出兵前来，
西楚与陈兰纷纷退兵，申哥哥和婉叶皇帝也分别被送入了西楚和陈兰。那个女人是谁？婉叶皇子又是谁？修容皱了皱眉头，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此刻他的脸比下流的还要白上几分。他揉了揉嘴唇，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那个女人，她是凤鸾国的罪人，她还是凤鸾曾经的皇后。婉叶，她死了，3年前死在西楚。下流的心微微颤抖，他有些迷茫地抬起眼睛。皇帝，他此刻站在自己面前，震撼也好，不敢置信也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情绪。一个10年，一个曼罗，已经让他痛得说不出话来了。花之言，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闻言冷笑，朕只是想告诉你，你有多么的不自量力。如果你能够坚持到最后不放弃，朕会成全你们。朕告诉你这些，只是在帮你。毕竟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做出判断。你确定不是在刺激我？你不是在讽刺我不自量力？哼，狗皇帝，你够狠！你确定不是在刺激我？你不是在讽刺我不自量力？哼，狗皇帝，你够狠！夏流想笑，他直视着皇帝，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片冷冽之气。我不会放弃的，尤其是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你告诉我这些不会让我知难而退，反而会让我更加心疼他。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会将他从伤痛的漩涡中心拉出来。曼罗又怎么样？10年，花木生或许信任他，依赖他，却不爱他。我爱他，就算是你，也不能够阻止。忘了告诉你，征服欲不是只有男人才有，女人也同样有。有时候问题越大越是刺激。我爱他，所以这场战争我接受，而我攻下流，不会输。花之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下流，他觉得这一刻他的身上绽放着千万光华。笑了笑，他自信地说道：不用多久，朕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霸道的，尊贵的，不可一世的。他的目光定格在他脸上，随即又是一笑。你最好能做好输的准备，到时候也不必太过难过。夏流怒了，他凭什么以为他会输？他一颗1000年以后的脑袋，吸收了中华5000年知识的脑袋，会输给这个狗皇帝？谁输谁赢还未必呢，你不要太过自信，免得到时候输了太过难堪。你真以为你是皇帝你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朕和你打个赌吧。完全是陈述的口气，似乎料定了夏流不会拒绝。夏流讨厌透了他这种笑容，皱着眉。怎么打？你输，条件随朕开；朕输，条件随你开。如果到时候你输了，我要你的皇位，你给不给？只要你能赢得了朕。只要自己能赢，皇位也不是问题。这皇帝不是个变态，就是个疯子，居然连皇位也拿来赌。好，我和你赌。你记着，这场赌约反悔则认输。若你输了，到时候不认账，朕有的是机会折磨你。当然，朕一言九鼎。若你输了，到时候不认账，朕有的是机会折磨你。当然，朕一言九鼎。说笑一般，皇帝似笑非笑，挑了挑眉。
好。夏流也笑，这赌约傻子都看得出来，吃亏的一方是谁。皇帝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那背影潇洒伟岸，是属于那种有人一看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的那种。等皇帝走远，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夏流这才皱眉，回眸却看到秀容一脸笑意，脸微微红了起来，仿佛谈恋爱的小孩子被父母抓包的那种尴尬，于是干笑了2声，想要化去这种尴尬。人有时候豁出去了，什么都管不了。刚刚那一刻，我完全忘了他是皇帝，否则还真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气势了。夏流笑了笑，眉宇间却平添了2分忧愁。他其实是一个自私的人，一直都是。比如他因为爱妖孽，所以才愿意付出；比如他因为不爱皇帝，所以看不到他的付出；比如他因为害怕想起，所以就选择遗忘；比如他因为骄傲，所以选择离开。夏流没有出宫，他留在杂役房，想要理一理自己的思绪。他需要理清心中复杂的感情，然而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因此当他在宫中与进宫的花木生突兀的相遇时，他有些惊慌失措。一方面怕他误会什么，一方面又不知道该拿什么心绪对待他。而此刻2人互相凝望着，相对无言。半晌，夏流先开了口：花木生。夏流，你怎么不告诉我，原来你是要进宫的呢？不是你想的这样，我只是他急切地想要解释，哆嗦着唇，一时间却无从说起。那是怎么样的呢？憋了半天，夏流憋出了一句：我只是来看秀容的。他不语，带着极致的冷颓气息。红衣翻飞间，他冷淡地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他的眼泪终于哗啦啦地落了下来。花木生！他又叫了他一声，伸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中流走。他的背影颤了一下，却始终没有停下。他半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原本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在他的冷淡之下，却始终都说不出口。他想要解释，可话说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别哭了，你哭得我心都碎了。我进宫来，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好了，不用解释了，我相信了，我都相信了。那你刚刚还转身离开？傻子，转身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转身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他又何尝不是呢？他抽泣着，在他的安慰之下，终于止住了泪水。御书房，你真的要这样做？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刘白拧着眉毛，一脸的不解。他真的想不明白，这皇帝怎么一下子变得糊涂了？他是真的太过自信，还是太过自大了？朕意已决。你这么做无疑是引狼入室。以前你从来不肯同意的事情，现在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刘白的胸膛上下起伏，被皇帝气得不轻。皇帝不在意地笑了笑。虽然风险是大了点，不过朕有分寸。何况朕相信皇帝
会很乐意朕这样做的。毕竟他们俩本就有婚约在身。朕以前是不同意，可现在同意也是一样的。你别忘了，他还可以娶嫔妃的，就算不是嫔妃，也是侧妃。你确定最后他若妥协，输的不会是你？男子三妻四妾本来就很正常，更何况花木生还是个王爷。若下流妥协于花木生，就算不是嫔妃，侧妃也是会的。因此刘白肯定皇帝必输。朕自有朕的考量。曼罗之于皇帝的分量有多重，朕清楚。因此朕不会输。刘白沉默了，这人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不会改变。他叹了口气，离开了御书房，去了凤霞宫。夏流没有再回申王府，尽管他和花木生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花木生也不劝他，却是日日都会来皇宫陪他。这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甚至连晚上睡觉也一样，与在申王府时无二。宫中的传言却更厉害了，说夏流勾引申王爷，毫无廉耻之类的。夏流听了只差没拍手叫好，他勾引花木生，不知道是哪位神人传的，不过说的也对，他的的确确勾引他了。可是每到关键时刻，花木生都会刹车，这点让夏流很郁闷，他几乎要怀疑自己的魅力了。这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夏流心情大好的躺在杂役房前屋的石头上，他在等人。往日花木生都会在这个时候过来，今日却迟迟不见人影，这让他有些烦躁。等到日落西山，没等到花木生，却等来了贝柔。贝柔，你怎么来了？公主呢？贝柔怪异地看着夏流，那目光似乎多了几分同情。夏流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份不同。贝柔，怎么了？夏流，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是我刚从公主那听来的，公主让我转给你，不要太激动，也不要太难过。虽然这样说着，可贝柔深知又怎么能够不激动呢？什么事啊？他强压下那份不安。贝柔深吸了一口气，陈兰的长公主来了，今日已经到了皇宫。贝柔说完，有些担心地看着夏流，却不见他有任何动作，甚至就连表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夏流，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是不是被这个消息给吓傻了？没事，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只是心痛了一下而已，就一下。啊，那既然没事，我就先回宫了。走了2步，贝柔回过身子来，有些懊恼道：哎，对了，公主还说了，让你不要随意走动，这会儿皇宫戒备森严，凤栖殿那边更是连只苍蝇也不让进。说完，贝柔转身走了。凤栖殿，夏流去过一次，他自然懂得贝柔这话的意思。他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站在凤栖殿的门口，大门紧闭着，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外面站着一排守门的侍卫。夏流下意识地往前走，眼睛死死盯在门上，恨不能洞穿那扇门，好让他看看里面的人在干什么。花木生，他今日没来，是因为曼罗。因为曼罗来了，所以他连个招呼也没和他打。他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呢？曼罗，在他心里，曼罗终究是比自己重要。凄凉感瞬间蔓延了全身，他继续向那扇门走去，苍白的脸上面无表情。什么人？什么人？可以进去了吗？看到此牌子，侍卫哪有胆子说个不字，只能乖乖让开。
走到朱漆色的大门前，他深吸了口气，用极慢的速度推开了门。光线一点一点地从门缝中透进去，大殿中的人一瞬间都有些愣怔。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大殿，身影倨傲，带着执拗，带着独有的倔强，笔直地走到花木生面前，然后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花木生望着他，心中五味杂陈，忍不住低声开口：刘儿。声音低沉，一贯的能让人从头酥到脚。金雕般漂亮的手笔直地伸展在他面前，他看着他，微微地笑着，有些苦涩，有些期待，有些担忧地等着他。夏流不自觉地被他蛊惑，他缓缓伸出手，在两只手还差一个指缝的距离。这时候，一句低语传进他们耳中：木山。夏流微微侧目，看到那里还站了一个人，是一个女子，笑得落落大方。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男的俊，女的美，那种气氛很和谐，很亲密。那种亲密却让夏流觉得很心痛。在手指即将相接的那一刹那，他看到他的手指因为女子的一声呼唤而颤了颤，疏离地笑了笑。在花木生还没收回手的空档，夏流若无其事地将手收回，然后转身再也不看花木生一眼。他大步地向着内殿继续走去，留给花木生一个倨傲的不可一世的身影。殿内，皇帝坐在龙椅上，他轻抿着茶水，笑着看他一步步走来。每走一步，他就笑得更开怀，是那种得意的笑。夏流此刻恨极了这种笑，恨不能撕碎了他。这个时候，他想起半个月前他那种自信，原来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可是有预谋又怎样？那件事情迟早要解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他扯了扯嘴角，对着皇帝嘲讽地笑了笑，眼中一片艳色。皇帝却不在意，看他走近，笑得更欢了。在夏流即将踏上台阶的时候，手臂骤然被人从后面拉住。刘，你听我解释。他在惶恐，而且非常明显。他的手指牢牢抓住他，没有一丝缝隙，似乎怕他一松手，他就会从指缝中溜走。夏流皱了皱眉，看着他，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他没有给他机会，直接拉着他出了大殿，几乎是拖着他走的。他全身的重量都在他身上，他的手拉得很紧，他有些痛涩，却是笑了起来。他的妖孽终究是选了他，带着他出来了。他的唇边有些得意的笑，然而那笑却被他的一句话给打破了。刘儿，我要娶她。我要娶她。为什么？我必须娶她。能不能不娶她？他移开了眼睛，有些不敢看他。黄木山，不娶她可以吗？不可以。我也会娶你的。他的脚步骤然僵住了，硬生生地停留在了原地。侧妃吗？他是不是应该大笑三声来感叹他的情深意重？可是为什么他会泪流满面呢？是啊，他怎么能够忘了？这本就是个三妻四妾的世界，不管他娶多少都是合情合理的。这里不是21世纪，这里是古代，况且他还是个王爷。嫔妃，别哭了，别哭了，我会娶你的，我不会负你的。黄木山，你一定要娶她吗？为什么要娶她？为什么？他抓着她的前襟，倔强地抿着唇，泪意朦胧，看到她的眉宇之间没有任何的松动之色。如果你一定要娶她，就不要再来找我。黄木山，我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分享你，否则我宁愿不要。他坚决地推开他，铁青着脸转身离开，
夏流，我要娶她，我必须娶她。我爱你，你不要走，不要。花木神，你到底懂不懂爱？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吗？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吗？早在几年前我就说过要娶她，娶她，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够违背我的使命。他听闻，脸色一点点苍白下去，抿紧了唇，没再说话。花木生心慌了，扯紧了他的手，张嘴解释道：“我一定会娶你的，绝不负你。只是夏流，我要娶她，一定要娶。如果我说娶她或者娶我，让你选一个，你会选谁？”他侧过脸来问他，他的手指收得越发紧了，却是沉默，没有再说话。夏流笑了笑，其实我不想让你选择的，这样的结果不管如何，为难的那个都是你，所以我不逼你。我为你做了个选择，你只要接受就好。两难的选择，最为难的不过是那个中间人。既然这样，那么让他做选择不是很好吗？他何苦刻意去为难他？花木生已经够苦了，这个选择他来为他做，他只要等着他就好。10年的感情抵得过一段半年的爱情吗？10年他没有输给流年，凭什么会输给他夏流？他要娶曼罗的决心是如此之大，强大到覆盖他们的爱，所以他只能破釜沉舟一试。夏流苦涩地笑了笑，坚决地一根一根地把他的手指掰了开来，然后颤抖着脚步，头也不回地离开。在走过一个转角的时候，他抱着身子，终于嚎啕大哭。他其实不是个坚强的人，一直都不是。可是现在他似乎越发的脆弱了，他哭得不能自已，而此刻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温柔地为他擦泪。他的妖孽要娶别人了，他想着，哭得越发厉害。你在怪朕？终于哭够了，哭到再也流不出任何泪水，他这才僵硬着身子站起来。现在不怪了。为什么？就算没有你，曼罗也始终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怪你呢？我说过，我不会输。说着，转身大步走了。这一次，他没有阻止他离开。看着他急切离开的背影，他在心里笑了一下，有些苦涩。怎么说呢？这种心情真的非常复杂，挣扎、矛盾、绝望，他也说不清楚。夏流回到杂役房，像鸵鸟一样将自己埋到了床上，脑子放空，一片空白，脑海之中唯一想的就是睡觉。他在自我催眠，睡一觉就好了。刘，婚礼定在下个月。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可以走了。还有，我不会对你说恭喜，我不会对你说恭喜的。他真的很想冲他吼一句，你要结婚就去结啊，没必要专程跑这一趟。他真的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来打击他或者刺激他的。不是，我来告诉你，我会和曼罗下个月完婚。我来告诉你，我会娶你，一定会的。我没有说过要嫁给你当小妾。是嫔妃，不是小妾。嫔妃、小妾，夏流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继大老婆之后的小老婆吗？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嫁给你？我想娶你，我一定要娶你。花木生还是这句话。你想娶的女子还真多。花木生沉默了，眉间的痛色浓烈了几分。他也不想要这样，曼罗之于他是放不下的使命，可是下流之于他却是毒药。他想要，他放不开，戒不掉，伤害了他的同时，却也伤了自己。柳，我想要的只有你，可是曼罗，我也要娶。出去。柳，我只是不想失去你，不想离开你。伤害你比伤害我自己更痛。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体谅？他也很想大方的体谅他，可是对不起，他做不到。相信任何人都做不到，又怎么能怪他不体谅他呢？看见他如此疲惫，他也不好受，可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妥协。出去。花木生辱了辱唇，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夏流又道：我昨天已经为你做了选择了，你只要接受就好，如果实在接受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还有，这件事情我不会妥协，我也妥协不了。花木生，其实你才是最残忍的那一个，你放不下曼罗，却还不愿意放开我，让你选择，你却两个都想要。可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如果不爱你，不管你娶多少，娶谁，那都不关我的事。可是我爱你，我接受不了自己爱的人娶别的女人。你说我自私也好，小气也罢，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我要嫁给别人，或者娶2个男妾，你能接受吗？想到她要嫁给别人，他的心就像撕裂一般疼痛。可是他不是不想妥协，他是不能。曼罗对于他是生命的依附，是融入骨血的缱绻，是肋骨，是一半的生命。没有曼罗就等于没有他。花木山，爱情是自私的，即使我如何爱你，这件事情我都不会妥协，我也不会嫁给你，除非你只娶我一个人。他即使想要妥协，却也无力。那种揪心的感觉让他非常无力，全身的力气仿佛一瞬间被抽干了，生疼生疼的。他乳着唇，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最后再看了夏流一眼，他合上眼皮，疲惫地转身离开。不管如何，他都不会放弃夏流。他要娶她，他会用生命去保护她。这日天气阴沉，夏流从凤成宫走出来的时候，满脸的疲倦，眼神中却是无比的坚定。修容站在门口送他走，眉目间满是担忧之色。你说我这般做对吗？公主，你又何必担心那么多呢？他们的事情自然由他们自己去解决，适当的时候公主推一把也没错，更何况这是让申王爷看清自己感情最佳的方法。所以啊，公主你就不用再担心了。秀容叹了口气，也是，他们的事情总该有个结果，长痛不如短痛，总好比让申哥哥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好。只是这方法似乎真的残忍了些。他亲自推了申哥哥一把，地狱、天堂只有一步之遥。结果到底会如何呢？夏流想过曼罗会找自己，却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此刻这女子站在他面前，一张绝美的脸，一双锐利的瞳，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夏流也打量着他，不动声色，不卑不亢。久仰大名，曼罗，陈兰国的长公主，陪伴了妖孽10年，他心中的一根刺，如今终于见到了。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就像大老婆因为发现丈夫有了外遇，所以找上了小三儿。夏流囧了，小三儿，这到底谁是小三儿啊？当然，他坚决不会承认是自己。
夏姑娘，我来找你的目的，相信你非常清楚。天生的优越感让曼罗看人总带着丝丝倨傲。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夏姑娘是聪明人，相信不用我提醒，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怎样才愿意嫁给木生？曼罗公主，您这是在逗我玩吗？让她嫁给妖孽，不太可能吧？事情似乎不是按照她预料的发展，怎么变成让她嫁人了？她从来没有想过曼罗找她会是让她嫁给妖孽，不是应该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不成，再应该威逼利诱让她离开吗？不过夏流似乎得意的有些早，很明显曼罗找他就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只不过在此之前他显然还不能够执行感人的目的。只听他笑道：木生执意要娶你，我不想让他为难，所以你嫁给他吧。不是我大度，也不是我好心，我只不过不想看他难过，看他一日比一日憔悴，我心中比谁都难过，所以我愿意成全他。不管娶的是你还是其他女子，都是迟早的事情。只要能守住木生，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侧妃小妾的哪个王室贵族没有？既然木生想娶，我就让他娶吧。曼罗公主，虽然你说的比故事说的还要动听，也合情合理，可是别忘了，女人的嫉妒心是最强的。你以一国公主之尊让我嫁给你未婚夫，你的尊严何在？你的骄傲何在？虽然你掩饰得很好，很成功，一般人也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看到了你眼底掩饰得很好的算计。曼罗，试问你真的是真心让我嫁给花木生的吗？那么骄傲的一个女子，试问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她宫下流虽然偶尔迷糊，可并不傻，她想要算计她还嫩了点。你既然说得如此好，明知道她爱的是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退出来成全我？你在我面前装个什么劲儿啊？你要是现在立刻退婚回了陈兰，我宫下流感激不尽。夏姑娘，我想你误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真心希望你嫁给木生，我甚至还可以亲自为你们操办婚事。我爱木生爱了10年，我当然不希望他娶别人，可是他喜欢你，这是目前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他所有的苦，这10年我最清楚，因为清楚，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受任何的伤。为了他，我的尊严算什么？骄傲又算什么？你是知道的，女子一旦真的爱上，那些东西真的都不重要了。我既然决定让你嫁给木生，自然是在来之前调整了自己的心情的。你若不信，等你们真的成了婚，不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吗？说着，他顿了顿，微微低下头，在抬起头时满眼嫉妒之色，语气也变得尖锐。我是嫉妒你，很嫉妒，嫉妒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木生却还喜欢你。不过也只是喜欢而已，他虽然可以娶你，但最终的正妻却只会是我。夏姑娘，
我虽然不希望你嫁给他，可是为了他，我也没办法。说着，语气低了下去，咬了咬唇，眼中已是一片氤氲。那楚楚可怜的样子，怕是哪个男人看了都要起2分恻隐之心吧。你就继续装吧，破公主。夏姑娘，难道还不相信？还是有什么需要？需要倒是没有，只是什么？夏姑娘有什么不妨直说。我也不是不想嫁给他，但他如果要娶你，我是一定不会嫁给他的。夏姑娘到底想怎么样？曼罗公主这般聪明，不会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吧？你……夏流挥挥手拦截了他的话。你不是为了他什么都愿意做吗？你不是不想看他伤心难过吗？既然如此，那你和他解除婚约，马上离开他。这样的话，我立马就去嫁给他。怎么样？愿意吗？伟大的曼罗公主。不可能，我不会离开他的。是啊，不可能的。你既然如此喜欢他，又怎么可能让他娶我？你当真以为只有你会演戏？你当真以为你演技很好？夏流现在对这个女的很是不感冒，除了不感冒之外，却又想知道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我可以允许木生娶你，也可以为你们操办婚礼，但我绝对不会离开他。夏姑娘，你好好考虑吧。我先走了。僵硬着身子转身，微微低垂下头，长睫毛垂下，掩去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意。他抚了抚衣袖，一步步走开。再待下去，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突然上去掐死这个叫做夏流的贱女人。虽然他真的很想那么做，但现在还不能。他要慢慢的收拾她，总有一天他会要她不得好死。在走过一个无人的通道时，一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曼罗身后，有些不悦地说道：你来多久了？上次的伤还没好，怎么能乱走？宫中高手不少，你在行宫待着就好，不要乱走。语气虽然尖锐，却能听出来里面担忧的成分。黑衣人无动于衷，声音冰冷：我自有分寸，倒是你，为了一个男人，居然做到如此地步。这10年来，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对他的感情。曼罗心中有些酸涩，那个男子10年来，他依赖他，信任他，他却始终都感觉不到他对他的爱。曼罗爱了他10年，他怎么能够爱上别的女人？若不是凤鸾的皇帝竭尽阻止，3年前他就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又何必多出来现在这么多事情？还好，他花木生要娶的只是自己，自己将会成为他唯一的正妻，他就不相信他比不过夏流。以他的心机，要除去夏流绰绰有余。夏流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让曼罗亲自来找自己，让自己嫁给花木生？夏流想了想，去了凤尘宫，看到秀容端着茶杯却不喝，不知道在想什么，神情很是恍惚。秀容，夏流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却也知道他这个样子必定和夏太子脱不了干系。他想不通，为什么受伤那一方总是女人居多。秀容回过神来：流儿，他决定要走了。你也要随他去夏国？是啊，我要亲自去。夏王是个比较固执的人，我若是不亲自过去，夏哥哥必定会为难的。而我也想要去，想要帮他最后一次做最后一件事。这段感情也该做个了结了。这段感情早就该断了。说感情都只是他的自作多情罢了。毕竟自始至终付出过感情的不过他一个人而已。
想到来这儿的目的，夏流无限感叹，无限悲戚地说：“曼罗今儿个过来找我了，我以为他来找我必定是让我离开花木山，可我没想到，他来找我的目的，居然是让我嫁给你申哥哥。你说，这女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先别慌，我派人去申王府打探打探。这段时间你就先和我住，我怕万一他会对你不利。看秀容发号施令的样子，夏流无限感叹。果然，皇宫出来的都不是平常人，哪一个没点心计，没点胆识？傍晚的时候，皇帝派人把夏流招了去。夏流有些忐忑，不知道狗皇帝找自己有什么事情。皇帝在殿内早已听到他的脚步声，嘴角扯起一抹笑。他等着他进来，过了许久，却迟迟不见这小骗子进来。他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终于忍不住冷哼了一声，讽刺道：“哼，怕朕吃了你不成？”声音冰冷，穿过门扉，直传某人耳中。于是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花之言却在沉思，这人为什么防他像防贼似的呢？皇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明明有些不太情愿，却又很狗腿。花之言冷笑了一声：“哼，还不准朕找你了？”“当然不是，怎么会呢？”“最近可有人找过你？”几乎是条件反射。“没有。”“曼罗没找过你？”“暂时还没有。再说了，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找我的必要。”“他是申的未婚妻，你说他有没有必要找你？”“只是未婚妻而已，他为什么要找我呀？他们又还没有真正成亲，这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呢。何况我又没有去勾引过他，曼罗他凭什么找我啊？”夏流疑惑地看着皇帝，却见到他正勾起唇角，浅浅地笑着。“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情啊？”“朕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朕不肯成亲。”“真的？他真的不愿意和曼罗成亲了？妖孽不和曼罗成亲了？”夏流想着，心情大好。“你得意的太早，他要求同时娶你和曼罗，你不嫁，他就不娶。他不想你委屈，所以要求你和曼罗同时进门。小骗子，你什么时候能够不骗朕？和朕说见过曼罗又怎么样？朕害过你没有？”夏流听着，搞不懂皇帝话题是怎么转得那么快的。如果我一辈子都不答应嫁给他，他是不是就不会娶曼罗了？哼，你想的倒是挺美，不过很可惜，你想的太天真了。这个月底，除非申能同时娶了你们，否则朕自会有办法让他娶了曼罗的。就算朕不开口，他自己也会娶的。所以你的机会并不大。夏流沉默了，似乎也料到自己的想法太过天真，一辈子不娶妻似乎真的不太可能。皇帝看他恹恹的样子，有些不忍，有些心疼，偏偏却又无可奈何。再一次开口的时候，声音也柔和了下去：“世上的好男人不少，你为什么一定要非他不可？”问出了口，才知道自己问了个很蠢的问题。是啊，世界上这么多女人，自己为什么一定非她不可呢？他自己都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又怎么能答出？你为什么一定要非他不可？其实我也不是非他不可。你说什么？我一直相信没有谁离了谁活不了，我也并非一定要他。
离了他我会痛，但迟早有一天会过去。我们这些苦苦坚持的爱恨情仇，有时候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为爱情伤的人，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就算没有他，我的生活还要继续。伤痛总有抚平的一天，这样的追逐也总有累的一天。如果花木生他真的不顾一切娶了别人，我不会怎么样的，我也不会再坚持。我宁愿停下来等待下一段恋情，也不会坚持一段无果的苦恋。我不允许他娶曼罗，更不会希望他娶除了我以外的女人。他让我体谅他，我可以，但是我不会妥协。我可以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退让，但这一点我做不到。我任何东西都可以和别人分享，但唯独我的男人不能。他如果真的娶了谁，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你说我没心没肺也好，你说我自私也罢，可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并且我将付诸行动。我爱他，在我未放弃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我将倾尽全力。我总算搞清楚那个女人的目的了，没想到她戏演得挺像的。既然她演得如此逼真，那你有没有被骗过？我当然没有被她骗了，她那些小伎俩，偏偏2、3岁小孩子还差不多。想来骗我，她应该再练几年演技再来。你很聪明。能是笨蛋吗？说完，哈哈大笑了2声。笑完，看着皇帝笑眯眯地看着自己，顿觉尴尬。那啥，谢谢。天哪，这也太难为情了。朕要的不是一句谢谢。那你想要什么啊？这种话说出来真的太暧昧了，很难让人不展开遐想。你要什么？这样的话接下去，一般的人一般的回话，露骨一点的会说我要你，含蓄一点的会反问你说呢？我要你。 bingo， 果然啊，这狗皇帝根本不懂什么叫含蓄。他要说什么呀？脸一再涨红，看着他如此靠近的脸，看着他如此温柔的笑，看着他那双灼热的凤眸，他突然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脑子正常运转之前，他攻下流，很没出息的，很无耻的，很猥琐的跑了。带着无比悲催的心情，下流回到了凤尘宫。亏他跑了这么久，居然没有迷路，还能准确地找到位置。秀容一看下流拉长的脸，有些诧异地问：流儿，这是怎么了？下流悲催地想：这我怎么解释呀？秀容见他不说话，叹了口气，开始说起另一件事情，希望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让贝柔去生王府打探，可是居然什么都没打探出来。什么都没打探到？这曼罗住在生王府，王府内的人对他是毕恭毕敬的，生哥哥现在什么也不管，一般的下人根本就不知情，贝柔问的相熟的人都不知情。咬了咬唇，秀容叹了口气：流儿，你等着就好，明儿个我亲自去一趟。以往申王府的人对贝柔都是恭敬的，后来曼罗来了之后，申王府换了一批人，贝柔根本就没有机会近身打探。这一次秀容准备亲自去问问申哥哥，他想帮下流，申哥哥几日都不曾来了，他也想去见一见他。不料秀容的提议却被下流拒绝了。下流将自己从皇帝那里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了秀容，当然那些不该讲的他也略过了。秀容听完美眸一沉，有些不悦道：这为了嫁给申哥哥，他还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这么死缠烂打的耍心机有意思吗？转而一想，担忧地对夏流道：从今后呀，我会派暗师随时跟着你，曼罗必定会再来找你一次。你若拒绝，他可能会一不做二不休。若你同意嫁过去，与他一起过门，到时候过门之后，他还是会对你不利的。他心机这般重，就算申哥哥再怎么爱你，到时候同住一个屋檐底下，你势单力薄的，他若再使点小心机对付你，完全绰绰有余。而且这么日复一日的，申哥哥迟早会因为误会而对你产生芥蒂。我也知道，他现在是因为想要过门，所以对我好声好气的。只要一旦过了门，他怎么会容得下我？夏流看着秀荣，秀荣也望着他，显然两个人想到了一起。流儿，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夏流想了想，再等几日吧，不出3日，那个曼罗必定会再次找来。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当然拒绝了。啊，拒绝也好，到时候就算他要对你不利，还有暗卫跟着。这是在凤鸾的皇宫，他即使再大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对付你，就怕防不胜防。没关系，还有无双呢。啊，皇兄把无双给了你？无双可是皇兄身边武功最高强的暗卫，一般无事都不会惊动他的。却不想皇帝居然连无双都给人家了。秀荣暗暗心惊，转而一想皇帝的态度，顿时了然。了然之后不免为皇帝担忧，再想一想夏流对花木参的爱，顿时心凉了半截儿。这关系也忒复杂了点儿。这日，夏流在御花园溜达，远处的曼罗朝着这方走了过来。终于来了吗？夏流半眯起眼睛看过去，那女人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宫装，上绣五彩凤凰，衬得肤如凝脂。哟，夏姑娘好兴致呀！公主顶着日头大老远的跑来御花园，我只不过是稍作歇息，哪里有公主这般好的兴致？明显讽刺的话任谁都听得出来。曼罗听闻也不在意，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走到夏流身边坐了下来。难道夏姑娘不是在等我？既然夏姑娘已经有了答案，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不知道夏姑娘考虑的怎么样了？不知公主可否听我说几句话？哦，夏姑娘有话不妨直说。你们一起走过10年，相互理解也好，相互爱护也罢。可是10年之前他没有爱上你，10年之后他同样不会爱上你。曼罗脸色变了变，估计是没想到夏流说的是这样的话。夏流淡淡的笑了笑，继续说，他这10年所受的苦，皆因陈兰国而起，你对他所做的也不过是伤害之后的补偿。10年前在陈兰是没有人关心他，所以他如此依赖你。可现在不同，他有兄长，有血亲的妹妹，有挚爱的爱人，他哪里还需要你？10年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接下来的几十年，你们仍然可以好好的走下去。可是他不爱你，不管是10年后的今天，还是几十年后的某一天，亦或者是他死前的最后一天，他都永远不会爱上你。世上好男人何其多，你确定你要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边度过几十年吗？你嫁给他，但你们却没有爱。几年后，或者10年后，他另娶二房，你因岁月腐蚀了你的美貌，因心计谋杀他对你仅存的那点类似亲情的情。到时候，你还能够这样吗？因为要娶你，所以我不同意嫁给他。慢慢的，他会怨会恨，而那种怨只会慢慢的转嫁到你身上。他对我只会越来越爱，到时候他再也不会看你一眼，再也不会信任你依赖你，
他的眼里将永远都不可能再看见你。曼罗，你不是说爱他吗？既然他不爱你，那么你离开他吧。你离开，他永远都记得你的好。这番话对曼罗来说就像枚炸弹，在他心里炸开，让他难受，让他措手不及，让他慌乱。女子潇洒的背影，凉薄的凤眼，对曼罗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讽刺。可是现在他的心乱了，因为这番话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比我想象的聪明，你竟被他几句话就弄乱了心。身后黑衣男子悄无声息地出现。他既然如此不知好歹，就别怪我无情。美眸中的慌乱被压制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杀意。你怎么又跟着来了？黑衣人面不改色。你若想跟花木生成亲，现在杀不得。我现在不杀他，他不愿意嫁就罢了，反正木生迟早会娶我，只不过要多走2步弯路而已。等我嫁过去了，有的是机会杀他，倒也不急于一时。夏流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好人，却也不曾像今天这般缺德过。他用言语打击曼罗，用词汇攻击他，这些事情他以前从来不曾做过，如今为了一个男人居然做到了如此地步，他是否该考虑清楚这到底值不值得？他拧了拧眉毛，走过转角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花之言站在不远处望着自己。想到前天晚上的事情，他有些窘迫，但一想人家皇帝都没咋地，自己又何必这般矫情呢？皇上，您怎么在这儿？花之言蹙着眉头，似乎有什么事情纠结着他，视线定格在夏流脸上，眉目间满是沉思，那眼神怪异的让夏流有些心慌。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花之言看着他，怪异的眼神似乎不曾听到他说话。等夏流抬起脚要走的时候，他却一把扯住了他。皇上，您这是干嘛呢？你没必要总在朕面前伪装自己。他伪装啥了？夏流翻了个白眼。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朕说，你没必要老在朕面前伪装你，朕又不会吃了你。行，我不装了，你先放开我行吧？你看夏流这狗腿的模样，皇帝深呼吸了一口气，胸膛气得上下起伏。若不是看到他和曼罗说话时的神情与语气，他也不会在此拦截他。本想悄无声息地离开，可看到他对别人时的样子和对自己狗腿的模样，心中却说不出的烦躁。你再装，朕就真的吃了你。说完此话，皇帝囧了，夏流也跟着囧了。哎，你说你一皇帝别动不动耍流氓威胁别人行不行？威胁也就算了，你偏偏还找不对方法。我真的没有装。小骗子，你就继续装吧你。拍开他的手，皇帝大人又一次抱走了。夏流皱了皱鼻子，管他呢，要抱走也是他的事情。凤晨宫门口，公主让我等你，还真担心你出啥事了呢。没什么事儿，就这点小事儿，我自己能解决。对了，公主呢？兰妃娘娘在呢，公主在里面招待她。夏流在宫中也曾见过2次，似乎还挺可怜的。宫中的独宠都给了叶妃，兰妃别说侍寝了，就连宫斗的机会都没有。兰妃经常来找公主啊？是啊，这宫中妃子不多，皇上又独宠叶妃，宫廷寂寞，兰妃没事的时候经常会找公主下棋聊天来打发时间。我来这儿也有段时间了，还不曾在公主这里见过兰妃呢。来过，
只不过以往你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和兰妃娘娘错开了时间。看来自己与宫妃无缘，不过这样也好。两人说着说着，走进了内殿。秀容放下了手中的棋子，对着兰妃笑了笑，转过头时看到夏流，眼睛一亮，深深吐出一口气，顿时心中那点担心放了下去。流儿，你回来啦？我回来了。没什么事吧？没事。秀容点了点头，对着兰妃抱歉一笑，持起一子落下。我们继续吧。兰妃浅笑，扫了一眼夏流。这就是夏姑娘，倒生了副好皮囊。这是不是在变相夸自己长得好？夏流眨巴了两下眼睛，对着兰妃善意的笑了笑。兰妃也对他笑了笑，开始与公主下棋。这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怎么了？跑得这么着急？你要不要躲一躲？申王爷现在满世界的找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不要躲一躲？不用了。去见一见申哥哥吧，我觉得你们还是需要见一面。我去见他一面。花木山。花木山。花木山。夏流。夏流。我爱你。他听不到他的回答，心中觉得不安，非常的不安。说你爱我。是。我爱你。流，我把婚约推迟了，等你愿意嫁给我的时候，我再娶，好不好？他想，他懂他这话的意思，他是想等他点头同意嫁他的时候，两个一起娶，却不只是单单娶他。他笑了笑，有些苦涩，开口时语气多了几分俏皮与耍赖。不好，你要娶她，我就不嫁。流，你到底让我拿你怎么办？如果我这一辈子都不嫁你，你是不是就不娶她了？不会。他说不会，不会不娶。于是他知道了，他是认真的。半个月后，皇帝下旨，申王爷与曼罗公主择日完婚。夏流在接到这个消息后，也仅是淡淡的笑了笑。秀容拧着眉目，担心的看着他，乳着唇，却说不出安慰的话。夏太子再过半月就要启程回夏国，秀容如今自顾不暇。正在两人沉思的时候，这时司音来了。夏流这时看到司音，已经不会感觉到害怕了。司音，有事吗？他问得很淡，一点儿也不像司音印象中那个胆小怕事的丫头。皇上让你去一趟御书房。皱了皱眉毛。你来了。皇上找我来有何事？曼罗与皇帝3日后完婚，你当真不嫁？皇上，我不会输。不管你说什么，对朕来说都没有影响。结果嘛，再多等几日，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皇上说的言之有理，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影响，毕竟结果不会因为2句话而改变。想要朕帮你吗？皇上，您什么时候这般好心了？难不成又想打什么主意？
你可以走了。他的声音冰冷，语气疏离，瞳孔淡漠，看也不看他一眼。他笑了笑，摸了摸鼻子，若无其事地转身朝门口走去。翌日，夏流一大早出宫，径直去了申王府。他低垂着头，一路走来，轻车熟路地到了主院。没有人为难他，没有人阻拦他。木生，我们有客人来了。刘，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曼罗，这就是夏流。听到花木生如此说，夏流笑得更欢了。这像什么？这就像男孩子带着女朋友回家，然后男孩羞涩而甜蜜地将女朋友介绍给家长。而此刻，曼罗很显然就是那个家长。于是，本来心情不怎么好的夏流，此刻笑得合不拢嘴。木生，夏姑娘要来，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也好让我多准备点东西，免得怠慢了客人。说完，不动声色地给夏流一个挑衅的眼神。这一来一回的，曼罗也算扳回了一城。夏流对着花木生眨巴了2下眼睛。阿深，陪我出去走走吧。你绝，我比你更绝，直接无视你，比什么言语打击都要好。好。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决心要娶曼罗吗？花木生蹙起眉毛，眼眸深处满是痛色。想好了吗？娶。夏流笑了笑，不再说话。花木生有些惶恐，数了数嘴唇想要说话，却被夏流再一次打断。我不怪你，但起码现在别和我说话，让我安静一下。花木生愣了愣，将舌尖的话咽了回去。夏流拉着花木生一路沉默地进了西门。西门前院是冷宫，后院是关押刑犯的地牢。夏流来过一次，是被花木生亲手送进来的。他就这么定定地站在地牢门口，也不说话。又过了许久，花木生不安地忍不住扯了他一把，神情极是抗拒。刘，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回去吧，要不就去其他地方逛逛吧。看得出来，花木生很抗拒地牢。夏流侧过脸望着他，花木生，我第一次进地牢是你让手下送我来的，现在我想再进去一下，你陪我吧。说着，夏流扯上花木生的手，坚定地看着他。花木生本能的抗拒，却因为夏流眼眸中的这份坚定，脚步顿了顿，最终还是跟着进去了。夏流拉着花木生，一路畅通无阻。守门的狱卒只安静的行礼，并不询问。地牢中阴暗潮湿，一踏进这地方，花木生将夏流的手拉得更紧了。夏流侧过半张脸看着他，他的唇抿得死紧，眉毛整个都纠结在一起。夏流知道这个男孩是全心全意信赖着自己的，可是他默数着时间。夏流看他缓缓闭上双眼，倒在自己怀中。在阴暗的牢房中，他吓得瑟瑟发抖，脸上一片惨白，恐惧占据了他整个心房。看看，这就是质子的下场，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什么凤鸾的皇子，到了陈兰，你连条狗都不如，你比尘埃还卑贱。只要我愿意，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你只能在我的手下苟延残喘。你的父皇母后不要你，你的皇兄亲手将你送来，你就是条没人要的狗，遭人唾弃的狗。大抵2个时辰过后，花木生冷汗淋漓地从噩梦中惊醒。他捂着头，像头受伤的野兽，绝望地嘶喊着。这时，牢房门外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有铁链落地的声音。牢房的门被人从外面一点点打开。他移开捂着眼睛的双手看过去，
朦胧之中看到房门口有一个人，他仿佛看到了希望，生的希望。他冲破阻碍，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死死地抱住那人，仿佛抱住了希望，全身还在瑟瑟发抖。可是他不能放开，他死都不要放开。指甲深深地抠进肉里，他颤抖着手臂，死死地抱着这人，脸埋在他胸前。他的身上有种味道，淡淡的香味，他所熟悉的味道。他慢慢抬起头来，他看到那张脸，惊叫一声，开始厮打他。无意识的一样，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重重的拳头如雨点般砸在他身上。他抽泣着喊道：宫下流，你为什么这么坏？是，我就是这么坏。他承受着他的拳头，不发一语，双眸通红，他控制不住地厮打着他，绝望地大叫：宫下流，你怎么这么自私？是，我自私，我从来都是个自私的人。终于，在他无意识的发泄中，他吐出一口鲜血，倒了下去。倒下去的那一刻，他的眼眸越过他，看到前院来的很多人，走在最前面的是曼罗。曼罗，10年前你用了这样的方法，让他信任你，依赖你，离不开你，非你不娶。10年后，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将他从地狱中拉出来。我固然自私，固然坏。我纵然算计了他，让他再一次陷入了当时的绝望中。可是从此，他的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曼罗。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笑着闭上眼睛，满足地倒在他的怀中。日月交替，2日的时间一晃而过。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夏流看到的是满脸焦急的皇帝，动了动手指，使不上一点力气，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样？不能动就不要动。极力压制下脸上的担忧。皇帝的脸上一片铁青。夏流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恼他了。打量了周遭的环境，很熟悉，这是在秀容的凤尘宫。而此刻，除了皇帝，周围没有任何人。秀容呢？地牢。刘白呢？地牢。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夏流知道这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场地与信息是秀容冒死提供给自己的，药是刘白出的。虽然他是做了替死鬼，可毕竟是自己连累了他俩，说不愧疚那是骗人的。夏姑娘，这么伤人伤己的方法，也只有你想得出来。朕从来没想过你是如此的狠毒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10年前曼罗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况且我只是将他拉出了地狱，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用夜夜梦魔了。说得好听，想的也很好。可这样，你和曼罗又有什么区别？终究不过是为了自己而不择手段的女人而已。说得好听，想的也很好。可这样，你和曼罗又有什么区别？终究不过是为了自己而不择手段的女人而已。你说的对，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是个好人，自私也罢，卑鄙也罢，那都是我的事情。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的自私，我很早就和你说过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你把我想得太好了。这一次，我的确做得过分了点儿，可我不后悔。如果不这样做，直接让他们成婚，我肯定会后悔的。起码现在我和曼罗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他倚仗的也不过是10年来花木生对他的那份依赖而已。如今，我把他噩梦解除了，
打碎了他的倚仗，他赢不了我。曼罗，心机过重。贵为一国的长公主，她若真心想要保一个人，何其简单，又怎么会让花木生如此遭人凌辱？这件事情的背后，还不知道是谁指使的呢。你自私狠毒，但不要把谁都想得和你一样。说心计，你又何尝输给过谁？说心计，你又何尝输给过谁？故意激怒朕放了你，好拿了你的东西随时走人。因为知道朕每天都会从那里经过，所以和皇帝在朕面前亲热。朕如你的意放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朕？小骗子，不管朕怎么查，都查不出你的来历。你到底来自哪里呢？夏流惊骇地说不出话来。虽然当时的确有意激怒他，也不过是临时起意而已，如今却被他如数家珍一般说出来，惊得夏流一时间说不出话。你既然放了我，为什么还要让无双跟着我？你既然放了我，为什么还要把你的令牌给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离朕远一点，不要再来招惹朕。说着，再也不看他一眼，拂袖而去。那背影倔强挺直，却也有一种说不清的萧瑟与孤独。骤然的，他松了一口气，瘫软在床上，轻轻地合上眼，开始挺尸。再次醒来的时候，望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夏流眨巴了两下眼睛，有些自嘲地笑了笑。自己的人品真的不怎么好呀，躺了这么久，居然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人特别脆弱，夏流这么躺着，却骤然地生出了2分悲凉。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的人特别脆弱，夏流这么躺着，却骤然地生出了2分悲凉。秀容与刘白入狱，皇帝应该不会太为难那2个人。甩了甩头，夏流挪动了一下身子，想要去够桌上的茶杯，却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就能够拿到了。夏流惊呼了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顿时疼痛如潮水般涌来，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他本就是个自私薄情的人，又何故为了一个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如此践踏自己呢？到底值不值呢？如今满身疲惫，满身的伤。他笑了笑，有些自嘲，有些委屈。然而如今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来安慰自己，不管是那个妖孽男子，还是那个狗皇帝。空荡荡的房子回荡着他低声的抽泣声。骤然的，一块绣着莲花的干净手帕递到自己面前。我扶你上去吧，你伤还没好，地上凉。好，谢谢啊。兰妃一愣，随即笑着摇了摇头，将夏流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扶起来。夏流双脚使力，忍着胸口的钝痛，配合着兰妃。等夏流坐在床上的时候，2个人都是香汗淋漓。没想到这种时候来关心自己的不是其他人，而是这个和自己仅有过2面之缘的兰妃。秀容兰妃见此毫无办法，只能安慰着说：秀容没事，现在还在大牢，有夏太子求情，毕竟也是皇上唯一的妹妹呀，皇上不会对她怎样的。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别人，你该好好担心自己才是啊。刘白神医呢？别太担心，皇上不会把神医怎样的。夏流想了想，也对，叶妃还需要刘白，而皇帝对叶妃又这般宠爱，想来刘白问题不大。想清楚了这一条，
夏流疲惫地合上眼皮，开始昏睡。兰妃不做他想，一如既往的天天陪在夏流身边。半个月下来，夏流的身体已经好了大半。彼时他已经能够下床了，坐在餐桌上看着另一端忙碌的兰妃。我想不出你要对我这么好的理由。因为秀荣吧，秀荣是我在宫里唯一的朋友，而你是秀荣的朋友。他现在没办法，所以我来照顾你。半个月下来，兰妃基本上是寸步不离地照顾自己，每天都在这里陪我，难道你不用去伺候皇上吗？夏流很奇怪，难道他不用侍寝什么的？兰妃听闻，身体僵了僵，随即笑了笑，很是苦涩。皇上从来不在凤霞宫以外的宫留宿，并且从来不招呼叶妃以外的妃子。没想到叶妃受宠的程度如此之高，宫中妃子虽然不多，可是难道除了叶妃，其他妃子都属于守活寡那种？也就是说，兰妃不是不侍寝，而是没有机会。晚饭后，兰妃说要出去走走，夏流一个人坐在宫殿的门口发着呆，不经意的一个抬头就看到那个一身红衣的妖孽男子。他站在那里，异样的眼神淡淡的投射在自己身上。这是半个月以来自地牢出来后，夏流第一次见到他。嗨，花木山。这是他们所熟悉的方式。而此刻，那个男子站在那里，怪异的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随即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步伐急切而凌乱。夏流目送他走，看着他急切的步伐，痴痴的笑着。第2日、第3日，花木山还来，停留的时间一日比一日长。夏流打了声招呼，直接飞奔过去抱住他。他身子一僵，却在他的娇笑之下慢慢的软了下来。两人紧紧相拥，仿佛之前发生过的一切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半个月后，秀荣出狱，刘白却没有那么幸运，据说还关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看着秀荣憔悴的面容，夏流蹙眉，紧紧地拥抱着她。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不是你的错，是我愿意帮你的。刘白还在牢房，你去找叶妃，她会帮忙的。说着说着，眼泪却流了出来，纠结的、艰难的说道：我要走了。去哪儿？夏太子他要回夏国，我要走了。秀荣将眼泪蹭在夏流身子上，哭得像个孩子。我要走了。夏流轻靠着他，拍着他的背，安抚道：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夏太子走了，你还有我吗？送夏太子回国，与夏王说清楚就可以回来了。秀荣，流儿，流儿，声音何等凄凉，何等绝望。夏流想，秀荣终其一生或许都忘不了这个夏太子，然而他却不知道那种绝望到底是因为谁。2日后，秀荣与夏太子走了，据说贝柔也跟着走了。夏流再也没有见过他。夏流独自回到凤尘宫，夏流半蹲在空旷的毫无人气的凤尘宫，哭得不能自已，骤然的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夏流泪眼朦胧的抬起头，看到一身明黄的皇帝，他拍打着他的胸膛，委屈的哭出了声音：秀荣走了，贝柔也走了，刘白还在地牢里，你为什么不放了他？有什么你冲着我来？你为什么要杀了贝柔？
他根本就没有错。是的，贝柔死了，被眼前的人处死了。他问过宫中所有能问的人，说是在大半个月前有个宫女死在报室，而那一日正是他从地牢中昏迷那日。从那日后，贝柔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皇权不容挑衅，他的尊严不容忽视。就因为他的怒气，他没有杀他，没有杀秀容，关了刘白，却杀了无辜的贝柔。他虽然没有杀自己，却让自己承受了更浓烈的痛。他使劲的哭，使劲的挣扎。男女的体力终究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他哭累了，合着眼皮昏睡了过去。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直到他昏过去，他才将他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看着昏睡的他，他抿着唇一动不动。许久过后，他轻轻在他额头上印下一吻，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夏流再次醒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的，周遭还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味。他揉了揉眼睛，刘白，嗓子干涩，声音嘶哑，莫非皇帝发善心将刘白放出来了？不能说话就闭嘴，声音难听死了。那人头也不回，继续捣鼓着自己的东西，尖锐的声音毫不留情的毒舌。乖，喝了这药。皱了皱鼻子，看到花木生温柔中带着疼惜的眼神，尽管很反胃，尽管不情愿，夏流笑着，还是就着他的手将药一饮而尽。这日天气晴好，夏流独自一个人待在凤尘宫，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曼罗。他冷笑着一步步走了进来，他的脸上再也没有得体大方的笑容。夏流浅笑，对于手下败将没有必要再刺激他了，否则就真的太过分了。忽然他抬起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夏流的脸上扇过去，一只手稳稳当当地截住了曼罗的手。曼罗，我并不欠你什么。意思是他并没有立场这么做。曼罗，我并不欠你什么。哼，你不欠我什么？你抢了木身，你抢了我的木身。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强取豪夺也没有用。曼罗，花木生并不爱你，你何苦糟蹋自己苦苦纠缠呢？哼，我爱了他10年，被你一招破坏了。他恶毒地看向夏流，阴鸷的眼神冷冷定格在夏流脸上。曼罗继续说道：夏流，我不会输，木身是我的，他是我的。这样做对你并没有任何好处。我的脸上或者身上若有任何被伤害过的痕迹，这与你脱不了干系。曼罗，你是个聪明人。他有些疲惫地扫了曼罗一眼，半合上眼皮。他想，这样说也算是帮了曼罗吧。若是自己脸上有任何的痕迹，曼罗都脱不了干系，他给人的印象也只会越来越不好。曼罗毕竟也是聪明人，夏流这么一点，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厉害。不甘地收回手，他怪异地看了夏流一眼。夏流，3日后我会回城来，可是我不会输。夏流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你已经输了。花木生不再做噩梦，不再需要依靠，这就是所谓的10年感情一朝丧吧。曼罗，10年前你究竟做过什么呢？曼罗听闻，脸色不变，笑了笑，凑近夏流，有些得意地说道：起码他依赖过我10年，不管是何种感情，这10年来他心里终究是有我的。夏流，你等着看吧。说着
在夏流冰冷的目光中，以一个潇洒的姿态完美退场。过了几日，花木生来了，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夏流顿时有不好的预感。许久之后，听他说道：“我要去陈兰。”夏流脸色一沉，意识到不对劲。花木生忙解释道：“刘，你别误会，我只是送他回去。现在婚约已经解除，我和曼罗不会有什么的。”夏流的脸白了白，整个人脑子都是空白的。花木生有些焦急地晃了晃他，解释道：“刘，你信我，他让我送他回去，说是他最后的请求，我不能拒绝他，但我保证送他回去之后马上回来，不用1个月。”花木生说了很多，夏流却什么也听不到，他只听到了那句“我要去陈兰”。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空荡的房间只有他一个人。夏流细细回想，最后定格在花木生那句话上，意识到了什么，夏流提起裙摆往外跑。曼罗公主是不是回陈兰了？走了多久了？刚皇上为公主饯行，现在已经出了宫门了。夏流放开宫女，拿着皇帝的令牌，一路畅通无阻出了宫。等一下！大胆！什么人？岂敢！然而，话还没说完，轿子上的花木生听出了夏流的声音，他朝侍卫摆了摆手，匆忙走了过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脸笑容的曼罗。刘，你怎么来了？你一定要去陈兰吗？不会很久的，1个月。送曼罗回去，我一定会回来的。夏流笑了笑。然而，花木生那句解释他听到了，心中却仍是死寂一般的沉。夏流伸手推了推花木生，又问了一遍：“一定要去吗？不去不行吗？一定要去吗？1个月。”夏流抿着唇，慢慢往后退，看着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去吧，你去吧。看着他一步步往后退，脸上的笑容是花木生从未见过的。一瞬间，他的心揪痛着。他想，只要他开口求他不要去，他就一定不会去。他惶恐，他犹豫，如画的眉目也紧紧蹙在一起。夏流还是看着他，淡淡的笑着，却始终不曾开口挽留他。两个人在同一时间转身，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净，却不曾想，一个转身的距离已是咫尺天涯。这一次，花木生忍不住先停下脚步，他侧过身子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唤他：“刘。”他的背影一颤，墨黑色的发在空中飞舞，却没有转身看他。这时，木生，你答应过我的，送我回去。沉默了片刻，花木生乳唇，坚定地说道：“等我回来。”他毅然上了马车。曼罗在心中嗤笑了一声：“哼，木生是我的，宫下流，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他，你也休想。”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沙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净。夏流低头穿过人群，穿过宫门，进了皇宫。一身白衣的皇帝在身后跟着他，他一直跟着他，从他出宫门到城门，再和花木生道别，再到现在回来。他认真地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伤心难过，没有失落绝望，只是面无表情而已。他在想，他为什么始终不回头看他一眼呢？只要他回头，他就会发现他一直跟在他身边。他嫉恨，他愤怒，他难过，他却始终都看不到他。
他无法，只能继续跟着他。哪知一个晃神的功夫，他已经消失不见。而站在树下的他被他无视得很彻底，他始终都不曾看他一眼。这时他才发现他坐的那棵树树枝极嫩，在高空中上下晃荡着，而坐在树上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甚至还自得地晃着那2条白嫩的腿。花之言心中担忧急躁，但是却也不敢惊动他。这么高的地方，万一惊了他，掉下来怎么办？乔生吩咐了身边的太监，皇帝认真地看着他。不一会儿，禁卫军调动禁卫，悄无声息地围绕在树下。几十人围绕着这棵大树，为了树上这个女人。夏流自然知道树下来了很多人，可他此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白的刺眼的天空，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在树上坐了很久很久，夏流顺着树枝慢慢爬下树，下面的人个个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也是不敢惊动他。等到夏流落地的时候，众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哪知那位夏姑娘下了树，就这样昂着头一直看着这棵树，将他们几十人无视得彻底，连个眼神也懒得施舍。花之言蹙着眉挥了挥手，禁卫军识趣的全部退下。夏流就这样看着这棵树，认真的看着，他眼里除了树还是树。他感觉到了皇帝的视线，却不曾看过他一眼，也不知道看了多久，最终他眼一闭晕了过去。夏流是在一片吵闹声中被惊醒的，他蹙起眉侧耳倾听。皇上，您不能啊！皇上，此树已有上100年，乃凤鸾的神树，您不能砍呐！皇上，请三思。朕说砍了。夏流听着，总算听出了些眉目。皇帝要砍树，大臣不让。而皇帝为什么要砍树呢？因为自己爬上了那棵树。皇上，请三思。几位大臣的声音继续响起。皇帝斩钉截铁道：朕说砍了。皇上。夏流听到这里，觉得自己该出面了。皇帝砍树这事儿10有8九与自己有关。他翻了个身，侧着身子坐起来，清了清嗓子，叫道：花之言。花之言听闻，大步走了过来，担忧地问：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夏流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晕倒了，不过貌似也没有哪里不舒服。花之言松了一口气，好好休息。说完作势要走。哎，你为什么要砍树啊？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皇帝抿着唇不语。因为我爬了那棵树，所以你要砍了它？你看不到我，我站在树下那么久，你的眼里只有那棵树，始终都看不到我，所以我要砍了它。这是他第一次用我而不是朕。你的眼里始终看不到我，不管是那棵树还是花木参，你的眼里始终没有我。我就站在你身后那么近的距离，却始终看不到我。这是花之言内心深处的想法。你说这叫他如何不愤怒，如何不难过呢？其实夏流不是不懂，不是不感动。别砍他行吗？花之言看着他，夏流贴近他，在他耳边细碎的耳语着什么。花之言的眉目逐渐舒展开来，望着有些小调皮的他，笑了笑，开心地问：当真？明明那么假的话，他却问他是不是真的。他何时变得这么笨了？当真？真的。花之言开心极了，对着外面的几位大臣打了声招呼：下去吧。
吾皇明智。几位大臣千恩万谢地退了下去。给你安排2个侍女可好？不要。花之言叹了口气，这小姑奶奶不要，她也不能逼她，不是？日月交替，2日的时间一晃而过。花之言专注地在御书房批阅奏折，夏流撑着脸看着他。这男人容颜绝色，越看越惊艳，怎一个俊子了得！看了一会儿，夏流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花之言头也不抬地说：累了就休息会儿。这没日没夜的休息，夏流可受不了。只不过无聊也是真无聊。我去外面走走。这个走走指的不是宫外，而是皇宫。花之言宠溺地笑了笑，又专心地投入工作中。夏流在宫中转了一圈，委实觉得这宫中忒冷清了些。妃子也不多，受宠的就那一个。妃子没有，宫斗没有，真的是很无聊。秀容走了，叶妃忒暴虐，不适合一起玩。而刘白听说最近和京城某公子打得火热，夏流委实没有想到这个毒嘴神医居然好的是这一口。转了2圈，夏流去了兰妃的凤兰殿。他干咳了2声，兰妃望过来的时候，夏流的脸上已是笑意盈盈。夏姑娘，你怎么来了？想你，我就来了。这话委实有点假，他夏流还不是因为太无聊，没有地方可去。兰妃也笑，却是没有多大的情绪波动。夏流走过去，这才看到兰妃绣的是一对细水鸳鸯。兰妃娘娘还真是蕙质兰心。夏流与兰妃的相处，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一直都是淡淡的。夏流也不排斥，反而喜欢上了与兰妃这种相处模式。兰妃笑了笑，留夏流吃晚饭。饭菜很精致，比皇帝的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皇帝在这方面没有亏待过他们。吃饭时，兰妃一个劲儿地给夏流夹菜。夏流有些小小的尴尬，也没有想太多，将饭吃得一干二净。入夜时分，想想时间差不多了，夏流起身告辞。兰妃送他到门口，小声地嘱咐道：路上小心，要不我送你吧。不用了，这里到御书房没有多远，不比外面，不会有事的，你回去吧。兰妃也不再说话，抿着唇轻轻地笑了笑。夏流步下台阶，他想了想，回过头来对着兰妃摆了摆手。兰妃笑了笑，借着灯火，内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夏流眯了眯眼，再去看时还是那善意的笑。他甩了甩头，带着小小的疑惑出了凤兰殿。第2日，夏流猛然坐起身子，下体传来撕裂般的疼痛，让夏流蹙起了眉。他愣了一下，动了动身子，这才想起昨晚怎么了？昨晚他从凤兰殿出来，被人从身后敲晕了，随后恍恍惚惚中只觉得下体疼痛，然后他知道自己被欺负。夏流一时间愣住了，他有点反应不过来，自己被欺负了，那到底是谁呢？他甩了甩头，想起昨晚临走前兰妃唇边的那抹诡异的笑，他懊恼地蹙起了眉毛，他昨天怎么就没注意呢？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到底会不会是兰妃呢？他想了想，想不通，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个翻身忍住疼痛。夏流想要起床，却有人先一步跑过来，稳住了自己的身子。有力的臂膀穿过腋下，那人狠狠地将自己禁锢在怀中，气息是熟悉的龙涎香。怎么了？夏流蹙起眉头，现在很不想说话，
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手臂紧了紧，花之言将头埋在夏流的怀中，低低的声音从脖颈处传来：朕要封你为后。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一颗心沉了再沉，夏流蹙起眉头，再皱眉。没必要。凭什么他说封他就得接受？花之言抬头看着他，黑色的眸子深不见底，紧紧地锁住他蹙起的眉头，瞳孔深处风云变幻。朕说要封。第二日，夏流起来的时候，花之言已经不在身边，看来是上早朝去了。床头上摆着几件衣裳，夏流随便找了件比较朴素的穿上，一路越过宫女，风风火火地赶往兰妃的凤兰殿。到殿门口的时候，夏流愣住了。以往的凤兰殿虽然冷清，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夏流推门进去，清冷的院子只剩2个宫女在打扫。听到开门的声音，2个宫女抬头扫了一眼夏流，继续低头打扫。哎，兰妃呢？兰妃娘娘哪去了？宫女放下扫帚，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仿佛自言自语一般。死了，又死了一个。死了？又死了一个？难道经常有人死？一瞬间夏流有些愣，等回过神来的时候，那宫女若无其事的已经开始了打扫。兰妃死了？为什么？宫女扫了他一眼，压低声音道：妖妃又杀了一个。轰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脑中炸开。叶妃又杀人了，而且这次杀的不是别人，是兰妃。她这胆子会不会太大了点儿？以往杀宫女也就算了，可这会儿居然连皇帝的妃子都杀。哎，这妖妃到底什么来历啊？皇上为什么如此偏宠她？这妖妃听说是皇上3年前从楚国带回来的，从那以后，我们陛下就失了魂，任这妖妃大闹宫廷，随意斩杀宫女。难道皇上他不管吗？花之言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么肃杀的人呀，为什么会放任叶妃乱杀人呢？人人都说凤霞宫那位是狐狸精变的，专门来勾引我们的皇上。这几年来也不曾见到妖妃露过什么脸，见过的人大都死得差不多了。皇上八成是早就被那狐狸精勾走了魂，否则怎么会放任妖妃杀了兰妃娘娘呢？说完，那宫女拖着扫帚施施然地走了。夏流愣在原地，兰妃死了，是真的被叶妃害死的。想了想，他往叶妃的凤霞宫走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明知道里面是个危险人物，可他还是来了。凤霞宫的前院很安静，宫女都战战兢兢的，离门口800里远。夏流还未靠近，就听到里面玉器破碎的声音。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朕说过不用帮，你把朕的话当耳边风是不是？我不帮你，你能那么快将那个丫头吃干抹净吗？愣了一下之后，夏流想，原来罪魁祸首是叶妃啊。没等夏流想清楚，只听皇帝叹了口气：叶妃，你又何故杀他？废了，逐出宫就好了。嗨，还以为皇帝心肠有多好呢。杀了省事儿，再说，难道你就没想过杀他？这次若不是我帮你，你那丫头还不知被谁拆吃入腹呢。后面他们说了什么，夏流没听清楚。只是为什么他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是因为太不真实了，还是太过震撼，以至于自己觉得是在做梦？拖着疲惫的身躯，夏流回到了御书房，然后开始挺尸。这一次他睡了很久很久，久到皇帝都认为他睡得不正常了，久到刘白进了宫又黑着脸出了宫。
刚醒来的时候，夏流脑子还是懵的，看到眼前有一张非常俊帅的脸，他嘿嘿的干笑了2声，笑得皇帝心里发毛。睡傻了？傻了就认不出你来了。错了，傻了也只能认得朕一个。我饿了。就知道你会饿，东西都准备好了。等夏流洗漱过后，桌上琳琅满目的食品霎时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随手拿起一样，正准备进食，只听皇帝道：先吃点流食垫垫胃。你睡了那么久，一下子吃那么油腻的东西不好。夏流听闻愣了一下，还是决定专心的做一个干饭人。花之言就坐在不远处的案几上批阅奏折，不时的目光斜过来看他一眼，薄唇微微上扬，带着些淡淡的笑容。他多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因为真的太美好，太满足了。饭后，夏流让皇帝弄了套宫女服，开始满皇宫的打转。他想搞清楚一件事情，他想知道叶妃的来历，更想知道叶妃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直接问花之言，但夏流就是开不了口。如此这般，在宫女群中混了2日，夏流还是什么都没有打探到。唯一知道的就是叶妃是皇帝3年前攻楚时带回来的，而且这3年来一直专宠独宠。打探不到任何消息，夏流有些提不起精神。不舒服？要不要让刘白给你看看？夏流眼睛一亮，对呀，不是还有个刘白吗？他咋就没想到？早就知道刘白和这人的关系不一般，知道的肯定也很多。笑意一闪，夏流在皇帝脸上重重亲了一口，在皇帝还愣神时挥挥手走了。我去逛逛，晚点回来。这情况有点像丈夫出门对妻子打招呼，只不过2个人的身份变换了一下。仍然是花之言给的那块令牌，夏流招摇着来到了刘白的府邸，门口甚至连守卫都不敢通知，直接放行。夏流在一管事的指导下，颠颠地往内院里走去。看着那管事的欲言又止的脸，夏流想笑。在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从那虚掩的门缝中看过去，夏流一瞬间呆愣在了原地。随即在心中大叫一声天助我也，夏流飞起一脚踢开门，尖叫一声：刘白啊，原来你好这口啊。夏流咽了咽口水，继续道：前2天我听传闻说你与某公子走得近，我还以为只是传闻，没想到原来你们……说着，夏流的手也配合的抖啊抖，仿佛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好像打扰到你们了，对不起啊，我这就走，你们继续。说着做事要走，刘白想也不想，赶忙阻止。等一下，你们不继续了？没有的事。刘白低咒了一声，一把扯过夏流就往房间带。开玩笑，他当然不能让他现在出去。他要是现在出去了，他刘白断袖的名声岂不是背定了？夏流被刘白一把扯住，甩到椅子上，忍不住愤恨地瞪了他一眼。嘿，你能不能轻点，扯疼我了。夏姑娘找我有事？实不相瞒，夏某的确有事相求。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意思是你知道了？夏流眼睛一亮，笑眯眯道：家师一生专研医术，写下了不少专治疑难杂症之术的真传。如今他老人家先去了，那本医籍正好传给了我。夏流用堪比狐狸的眼光看着刘白，笑了笑，又加了一个条件：凤鸾民风古朴，神医大人，你不会希望你是断袖的事情被传出去吧？到时候不光是你的名声毁于一旦，更主要的是人人看你的眼光都会带着怪异，带着鄙夷。即使你是轻的，别人也会把你看成浑的。不是，你误会了。平时嘴毒的神医此刻居然不知道拿什么反驳，不过不可否认，他多少还是被那本医籍诱惑了。
哎，是我误会了，可别人未必会这样想啊。刘白神医不近女色，最近又与京城某公子打得火热，再加上好事者这么一点拨，神医大人，你这断袖的名声可就背定了。你好好考虑，我明儿个再过来。他还要赶回去好好编制那本医籍呢。等等，你为什么不直接问皇上？只要你问他，他会告诉你吧？只要你回头看，就会看到他。后面这句话刘白确实没有说出来，不可否认，他的确是为皇上感到不值的。可此刻，眼前这个女子既然愿意为了那2个人的关系来找他，那么或许也是有希望的吧。只是他这2日没留心宫中的事情，再加上皇帝在压着，所以并不知道这2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夏流没回答他，脚步也只是顿了顿，接着毫不犹豫地走掉了。回来了。夏流嗯了一声，很自然地走进去。这几日他们一直都是如此过来的，偶尔别扭，偶尔甜蜜，偶尔戏耍，偶尔疏离。可今日皇帝似乎有些不对劲。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还早呢。夏流撇了撇嘴，不以为然。皇帝终于侧过脸来看他一眼。去串扇。你还没吃饭呀？这时候早就过了他们平时吃饭的时间，原来他还没有吃饭。夏流赤着脚出去吩咐了外面的公公一声。看到夏流赤着脚踩在地面上，花之言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天气凉，穿上鞋子。说着，拿起夏流放在床边的鞋子，半蹲下身子，很自然地细心地为他穿好。夏流的脚晃了2下，再去看皇帝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恢复如常。轻吁了一口气，夏流拿起笔开始默写医籍。在21世纪或许很平常，可在这里却显得珍贵多了。以前夏流挖坑的时候曾找过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如今倒也派上了用场。想到这里，夏流有些黯然地笑了笑。在写什么？医籍，给刘白的，这东西给他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当然了，这些东西是在他将那些他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他的前提下，否则想也别想，他可不是什么大善人。你今天去见了刘白？是啊。一整天都是？许久，花之言都不说话，笔尖在宣纸上顿了顿。夏流想，他知道皇帝在想什么，可是无所谓的笑了笑，他不解释，不需要给他解释，也没有这个必要。他是个爱玩的人，也是个玩得起的人，并不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将自己锁死。更何况现在他真的只是想玩玩，虽然对象有些危险，可是好玩就行。第2日，夏流在皇上早朝的时候，早早的就到了神医府邸。神医大人，希望我能听到满意的答案。你如此爽快，我若再有隐瞒，岂不显得小气？那我就洗耳恭听了。从刘白府邸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入夜了。确切的说，刘白并没有说太多，只说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叶飞是个太监，而且还是个皇子。他就是在10年前被花之言送走的另一位皇子婉叶。3年前，皇帝举兵攻下西楚，救出婉叶皇子时，已经是个半残废人，所以花之言将他带回宫中，并且封为叶妃。从那以后，叶妃独宠后宫，并且因为扭曲的性格肆意的残杀宫女。御书房，房内灯火通明，皇帝背对着夏流俯首站着，听到开门声也不回头，只是声音冷冷的传来：去了哪里？夏流很老实，神医府。是因为不老实，皇帝也会查出来。皇帝不说话，但身上的气压却一直很低。夏流惊呼一声，他的唇已经压了上来，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扯下他的衣衫，全身心的投入逗弄他，挑逗着他，
夏流没有犹豫的双手环上了他的脖子，开始回应他，红唇流连在脖颈间，皇帝又啃又咬的，惹得夏流轻颤出声。小骗子。啊！不要离开我。夏流接连2天跑到府邸神医的后果就是，他直接被皇帝下旨封为了皇后。宫女手中捧着什么，鱼贯而入，跪在他面前，恭敬地喊：“皇后娘娘。”夏流愣了一下，而后颇为不满地挑挑眉。是的，他不惊讶，早就想到皇帝不会罢休，他只是不满皇帝不经过他的同意就册封这个皇后。回过神来，看着眼前跪着的宫女，又皱了皱眉。什么事？启禀娘娘，这是皇上吩咐娘娘换上的。夏流看过去愣了一下，很漂亮的衣裳，很漂亮的大红宫装，绣着百鸟朝凤的皇后服。对服装的满意导致夏流直接乖乖穿上了这件衣服，而后有宫女熟练的上去帮她打扮。等到一切办妥之后，有宫女真诚的赞美。夏流得意一笑，她从不认为自己长得丑，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长得还不错的姑娘。跟着宫女来到了凤栖殿，夏流跟着公公走进去，愣了一下，大殿上早就站满了人，一看到他进来，统一的动作，跪地，整齐划一的喊：“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花之言，你决定好了吗？花之言慢慢点头，坚定道：“可是我不爱你，就算你是皇帝，我还是不爱你。就算这样，你也要继续吗？”我爱你就行，终有一天你会爱上朕的。如果我要走，或者不满意了，你得放手。花之言考虑了一下，严肃地摇了摇头。朕给过你机会，是你不要的。现在，朕不会放你走。囚禁也好，禁锢也罢，你都别想逃。夏流听闻，挑了挑眉，笑道：“那结婚吧。”按理来说他是赚了的，嫁给他，他不用担心后妃的问题，没有人和他争宠，因为目前除了他，没有人能靠近这个有遗传病的男子。